10岁小女孩即将执行一个必死任务，就是刺杀帝国君王并获得他的血液。可全星际的人都知道，此时的君王精神力失控，陷入疯狂，靠近他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杀死。就当杀手组织认为女孩就是去送死时，君王却意外发现，这个女孩竟然是自己失踪多年的亲生女儿，是王室流落在外的帝国公主。乌迪亚从出生开始就被神秘组织偷走，不仅每天要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实验，还被注射不明药剂强化身体来替组织卖命。而这一次，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获取当今帝国君王的血液，任务的难度评级为 SS 级，只因帝国的王族血脉克拉克，他们每一个家族成员一出生便拥有 S 级的精神力，成年之后更是会进化为 SS 级甚至是3S 级。他们凭借强悍的战力打败虫族，并在一片废墟之中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受整个克拉克帝国人民的爱戴。但精神力越高越容易遭到风暴反噬，久而久之便会失去理智，无差别攻击。而失控的克拉克会被带到审判塔的最高处，被同族的克拉克进行看管，直到恢复理智。每一次克拉克的失控都会加速下一次的失控的到来，直到有一天无法彻底保持清醒，便会有年长的克拉克亲自动手，让他陷入半永久的沉睡。陷入沉睡的克拉克或许会被唤醒，但谁也无法保证被唤醒的克拉克还存有理智。在这个平均寿命达到300岁的新纪元，克拉克家族成员平均寿命甚至不到100岁，这就像他们刻在基因里的天谴，是没有任何人逃得过的宿命。乌迪亚来到审判塔的顶层，这里铺满了密密麻麻能抑制精神力的血晶石，强大的压制让他不得不收回精神力，使用自己的感官进行探索。所审判塔的顶楼只有8个房间，对应的是目前同时存在的8位殿下。很快，乌迪亚来到了那位陛下的房间门前，透过房间门上的窗口，一眼便对上一双目光森冷的眼睛，正是当今的皇帝陛下凯洛斯·克拉克。乌迪亚迅速反应过来，起跳离开凯洛斯的视线，可他不知自己这一举动已经彻底激怒了濒临暴动的男人。只见男人以惊人的速度瞬间出现在他身后，挥起拳头狠狠地朝他砸去。他迅速做出反应，双臂交叉于胸前，试图抵挡凯洛斯这致命的攻击，同时顾不上血晶石的精神压制，毫不犹豫释放出自己磅礴汹涌的精神力。刹那间，一只全身雪白的白虎精神体应运而生，犹如离弦之箭般朝凯洛斯扑去。当凯洛斯看到这只白虎精神体时，他眼神骤然一凝，流露出惊讶之色。下一秒，他的身上突然燃起熊熊烈焰，一头威猛霸气的邪虎从火焰中跃然而出。紧接着，两头巨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但不到1分钟的时间，乌迪亚便已力量耗尽，身躯无力的跌落地面。他的世界开始变得昏暗，精神力仿佛被抽离，一把长剑稳稳地架在了他的颈侧。要被杀了吗？应该吧，这不是自己早就猜到的结局了吗？乌迪亚闭上双眼，然而并没有。玄岩剑从他的颈边移开，凯洛斯的声音清晰地传来：阿斯兰，带他去5楼，过会我亲自下去。不在顶楼吗？他的精神力很强，在顶楼审问或许更省事省力。只见一个身形修长、身穿黑金军装的帅哥走进房间，他叫阿斯兰·克拉克，前任君王乌列尔的第二子，与现任君王凯洛斯为同胞兄弟。乌列尔只有一位王后，两人伉俪情深，共同孕育了4子2女。星际时代已不需要女性以己之身孕育后代，只需相爱的双方向孕育中心提供2人的基因序列，便可在孕育程序完成后拥有自己的孩子。哪怕是这样，老国王与王后依然很爱他们的孩子。克拉克家族成员一向注重亲情，不管是谁都无条件的信任着自己的家人，真好。乌迪亚心想，他有时真的很羡慕这种纯粹坚定的信任。在权力的游戏中，猜疑和背叛是常态，但在克拉克家族，亲情似乎超越了一切，他们之间的纽带牢不可破。可惜这种感情他自始至终都不曾拥有。乌迪亚闭上双眼，听后裁决，一个未成年的小崽子还威胁不到我。凯洛斯只是淡淡的扫了眼躺在地上的女孩。好的，大哥。审判塔5楼内，少女没有被捆绑，只随意的安置在沙发上。阿斯兰眼神中闪过一丝戏谑，小幼崽，你的任务是什么？获取陛下的血液样本。乌迪亚作为赏金猎人，他没有死士那样的禁忌，一旦被捕就要自尽。你们组织是没有人了吗？让你一个未成年的小崽子来执行目标为凯洛斯的任务。我是赤色猎人，就我的精神力等级是 S 加，是组织里少有的一个 S 加。赏金猎人按照等级分为赤、黑、紫、蓝、白5个等级，赤色猎人是榜单赏金猎人等级的最高段位。阿斯兰收起了脸上的漫不经心，他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这个看起来只有10岁的女孩，即便是克拉克的幼崽，未成年时的精神力等级也不过如此。是的，我是实验室的产物。实验室产物，听到这个名词，凯洛斯微微失神，他自然明白这5个字背后的含义。但据我们调查，你作为帝国第1军校的1年级生，精神力等级是 A 加，这一点你如何解释？凯洛斯的目光锐利而凌厉，那是半年前的测试，当时我的精神力第1次失控，伤了很多人。我还记得那些惊恐的眼神和痛苦的呼喊。少女的话语中带着一丝颤抖，所以一般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会使用实验室里拿来的药剂压制自己的精神力水平，至少我不希望自己再次失控。你为什么会接下这个任务？一个未成年的幼崽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是可以申请政府补助的，或许是出于对幼崽的怜悯与宽容，阿斯兰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题外话，无路可选，我的药太贵了，我也想要活下去。你并没有说实话。凯洛斯漆黑的眸子一动不动注视着他，你知道的，这个任务你不可能成功，你来这里是为了求死。乌迪亚微微低下头遮掩住自己的表情，他当然知道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但他还是来了，只是因为还原药剂吗？或许并不见得，而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思就这样被一个陌生人直白的点出。陛下，抱歉，这个问题我或许无法回答。释放你的精神体。身为军校生，乌迪亚下意识的点头敬礼应是，但反应过来后却忍不住苦笑，向自己的君王动手。他早就对不起自己军校生的身份，但他还是默默地执行了凯洛斯的命令。下一刻，一只同样无精打采的小白虎出现在他怀里。只见凯洛斯将自己的精神体也释放了出来，血色血瞳的邪虎威风凛凛，二者同处一室。没精打采的小白虎幼崽蜷缩在少女怀中，可怜巴巴的，有些令人心疼。血虎的目光锐利观察着小白虎，下一幕却让一边看戏的阿斯兰睁大了双眼。只见小白虎感受到了那股带着侵略意味的精神力后，却没有慌张，反而像是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一般，温顺地闭上双眼。那是一种深层的直觉反应，仿佛在告诉他，这股力量并非敌人，而是一个值得他信任和依赖的存在。乌迪亚作为小白虎的主人，他的精神力与小白虎紧紧相连，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小白虎的每一
一丝情绪波动。当凯洛斯的精神力触及他的精神领域时，他的内心也涌起了一股奇异的感觉，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感，就像是流浪已久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又像是在寒冷的冬夜中突然被温暖的火光所包围。这种感觉让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双眼，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安抚。他的精神海深处，那些因为战斗和逃亡而累积的创伤，似乎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疗愈。他的精神力也开始与凯洛斯的精神力产生共鸣，精神同频。阿斯兰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那是只有直系亲属才拥有的独特的精神力沟通方式，这怎么可能？阿斯兰清楚地记得，大哥曾说过，他最讨厌的就是幼崽，弱小、柔软，太容易受伤、娇气，不服管教。当初因为凯洛斯嫌麻烦，身为老二的阿斯兰便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基因放在基因库中，去孕育中心培育了2个幼崽胚胎。他亲爱的大哥什么时候背着他和别人生了个崽子出来？一下子接受到了太多刺激的信息，阿斯兰的大脑感觉有点宕机。同样的，乌迪亚对精神同频也不陌生，但他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不是实验的产物吗？怎么会有父母这一温暖而美好的名词？也不对，他是有母亲的，但他的母亲对他从来没有付出过任何一点爱。那个自称是母亲的女人，在他身上做了无数次实验，抽取精神力，甚至是抽取骨髓，一次又一次。如果自己的父亲在，是不是他也不用过这种用命换钱的赏金猎人生活？可惜的是，他的父亲始终不曾出现。可就在自己完全对父亲不抱希望时，他却出现了。乌迪亚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茫然而不可置信中却还带了一点小小的期待。又想到自己前来此处的目的，以及自己甚至对凯洛斯动了手，他心中莫名涌现出一阵难过。他想，不会有人想要一个这样的孩子的，哪怕这个孩子身上流着和他同样的血脉。陛下，或许是哪里出了问题，不必为难，是我做错了事，您杀了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乌迪亚的语气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般平静。凯洛斯看向他的双眼，不得不说，乌迪亚拥有着克拉克幼崽的共有外貌特征，然而他又太不像一个克拉克，他沉静而脆弱，且极易受惊，全然不似自己那2个小侄子。他们骄傲好斗，活力肆意的令人头疼，但精神同频的结果是不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女孩一定是他的孩子无疑。到底是什么时候自己的基因被人泄露了出去？克拉克家族的基因信息一向受到严格的保密措施。看乌迪亚的表情，他显然对这件事是不知情的。那么他出现在自己的身边是阴谋还是巧合？阿斯兰没忍住叫住了他，哥哥，这个孩子要怎么处理？凯洛斯终于从沉思中回神，还没等他开口，却发觉一股强大的毁灭性的精神力从乌迪亚体内汹涌而出。他迅速目光转向女孩，只见她已仿佛失去了支撑般无力倒下。凯洛斯几乎是本能接住了女孩那滑落的身体，但随即他感到了一丝惊讶与心疼。女孩的身体轻得惊人，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而此时的乌迪亚只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精神力在失控，他头痛欲裂，精神意识渐渐模糊。小白虎的精神体再次显现，发出稚嫩又无助的惨叫。在精神同频中，凯洛斯种下的精神烙印发出不祥的红光，代表着他的精神状态已然危在旦夕。这是他的孩子在向他求救。凯洛斯遵从本能地释放着自己的精神力，却被阿斯兰拦了下来。哥哥，你的精神风暴才刚刚平息，但那是我的孩子，好吧，从小到大，哥哥的决定总是正确的。凯洛斯精准控制着自己的精神力，开始对乌迪亚进行细致的安抚。他微微有些讶然，乌迪亚的精神力和所有克拉克都不一样。克拉克家族的精神力历来以狂暴好战著称，然而眼前这个孩子，他的精神力表面看上去却异常平和，却将所有的凶猛与锐气都留给了自己。若任由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他的精神力终将会分崩离析，继而被自己的精神力撕个粉碎。不要压制你的精神力，让他们爆发出来，别担心，你还伤不到我们。凯洛斯的声音成了少女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感受到一股无比强大的精神力汹涌而至，迅速将他的精神力紧紧包裹起来。这道强大的精神力并没有对他展现出敌意，相反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将暴躁的精神力一点一点抚平。乌迪亚呼吸逐渐平稳，小白虎也安稳地睡了过去，而红魔血虎也起身来到了小白虎的身边，侧身将疲惫不堪的小白虎放在了最贴近心脏的肚皮之下。凯洛斯小心翼翼地将乌迪亚抱了起来，然后给了阿斯兰一个眼神。阿斯兰会意，同样小心地将血虎肚皮底下的小白虎抱起。哥哥，在进行精神力同频之前，明明没有任何证据，为什么你感觉他是一个小克拉克？这完全不像你的作风。凯洛斯沉默了一瞬，并没有直接给予回答。记得吗？克拉克家谱里并不是每一位克拉克的精神体都是元素系血虎，在第4代克拉克里，有一位精神体为7星白虎的克拉克先祖，他的精神力与所有克拉克都不一样，是更加偏向于治愈安抚，可以将陷入精神力风暴的克拉克从失控之中拉回来。史书上对他记录的评语是天神对克拉克降下的唯一的救赎，他的名字叫做莫威恩克拉克。你知道的，我本应到了第一次失控的时候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阿斯兰已经明白他话语中的意思。你是说乌迪亚的精神体可能遗传了那位莫威恩先祖的能力？只是怀疑，无法确定，至少有一点点可能，就值得我们去试试，不是吗？他们克拉克一族已经被精神力风暴的诅咒折磨了太久了，因此哪怕有一点点可能，他们也不愿放过。出了审判塔，一位优雅的中年男子正伫立在宫殿门前。陛下，恭喜您度过第一次精神力失控，洗澡谁已为您放好，您可以先解解乏，1个小时之后用膳。男子名叫阿比盖尔·尤因，是克拉克宫殿的总管，可以说是看着凯洛斯他们长大的，说是管家，实际上也是朋友、老师、伙伴。谢了阿比盖尔，你一向细心。此时阿比盖尔注意到凯洛斯怀里的乌迪亚，顿时有点吃惊。陛下，这是一个小克拉克，也是我的孩子。闻言，阿比盖尔更惊讶了。那陛下打算将这位小殿下怎么安排呢？把我隔壁的房间收拾出来吧，他叫乌迪亚，我打算亲自把他带在身边。那大殿下的东西，阿比盖尔说的大殿下是指阿斯兰第一个孩子伊莱克拉克，今年20岁，因为他是未来的君王继承人。凯洛斯之前一向将他放在隔壁教养着。2楼阿斯兰对门那个房间，我记得还空着，我替他养了这么久崽子，轮也该轮到他自己养了。凯洛斯睨了一眼阿斯兰，后者不置可否，反正克拉克不缺宫殿，而且他们一向好斗，他自己都和2个儿子住得远远的，就怕一个自个忍不住，每天都要找2个熊儿子切磋。与此同时，在克拉克帝国的米尔星上，一个女人正流露出深深的不安。一个黑衣男子将一张星币卡推到他面前，有些不忍地开口：百拉，别等了，他回不来了，一共40万，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被称为百拉的女子并没有接过
过他手里的金卡，只是有些愣神的定定看着他。任务失败，3天毫无信息传来，大概率已被秘密处决，好好活下去吧。这是他对你最后的祝愿，是你私自给他派发了 S 级以上的任务，是我的错，但也是他自愿接下的。他的最后一个任务是什么？黑衣男子不敢回答，怕他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然而百拉却不打算放过他，我连他的死因都不能知道吗？百拉猛然睁眼，眼神中闪过一抹幽暗的光芒，让人不由自主的被吸引。黑衣男子像被迷惑般开口，是获取凯洛斯克拉克的血液样本。闻言，百拉的眼神中闪过一道暗芒，如果是他，那乌迪亚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黑衣男子清醒过来，惊恐地看向百拉，你对我用傀儡摄魂。阿维德，我从来不对朋友使用傀儡术，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的朋友了，滚！气势全开的百拉恍若一把利剑，即使是在最平凡的环境之中，也无法掩盖他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和威严。阿维德走后，百拉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落满灰尘的连讯器，弗利莎吗？安排一下，来米尔星接我。连讯器那边的声音似乎愣了一下，继而是震惊与狂喜，是我马上安排。回到克拉克宫殿，阿比盖尔仔细审视着手中的基因比对结果和体检报告。基因比对结果显示，小殿下的确是陛下的亲生孩子，但是小殿下的体质似乎与正常克拉克不太相同，精神等级 S 加，身体素质等级却是极其普通的 B 加。这样的情况下，小殿下的躯体根本抵御不了一次精神力冲击，其能存活至今实属侥幸。且小殿下不知出于何种缘由，一直长期服用廉价的镇痛药剂和另一种不明来历的药剂，该药剂疑似出自实验室，目前尚且无法查明其来源。闻言，凯洛斯陷入了沉默。鲜少有克拉克会畏惧疼痛，更遑论需要长期服用镇痛药剂。这些词汇本不应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看来乌迪亚之前过得并不好，能查出使用药剂的原因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陛下，但我以为或许您亲自去问小殿下会更快些。凯洛斯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并不确定乌迪亚是否愿意告诉他。毕竟他就算是他的父亲，他们也仅仅认识不过3天，现在还不是时候。过段时间我会亲自问他的。至于那个不知名的药剂，派人去查查，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现在先去看看他。乌迪亚从昏迷中醒来已是3天后，看着眼前陌生的摆件与房间，有些局促不安。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来人敲完门后便推门而入，是凯洛斯。乌迪亚惊疑不定地看着他，他只记得自己的精神力突然失控，然后发生了什么就不记得。陛下，我精神力失控之后伤到人了吗？凯洛斯完全没有想到，乌迪亚见面的第一句话竟是问有没有伤到人，他内心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疼惜之情。没有，很少有生物会伤到克拉克，哪怕是克拉克的幼崽。记忆回笼，乌迪亚突然想起自己在精神力失去控制前，曾与眼前这位国君进行了一场精神同频。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凯洛斯的神态，而凯洛斯似乎知晓他心底的困惑，率先开口：经过基因比对，你的确是我的孩子无疑。克拉克不会放弃任何一位成员，尤其是幼崽，我会对你负责，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对你负责，所以你可以放心在这里生活。但是我对您动手了，应该不会有父母想要一个这样的孩子吧？你并没有动杀心。至于动手，凯洛斯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轻笑一声。克拉克的脾气一向不好，隔三差五的切磋挑衅更是家常便饭。你那2下子连挑衅都算不上。乌迪亚突然就有些语塞，孤孤单单12年，突然就这么冒出了一个父亲，如果我一点价值都没有，您会丢弃我吗？凯洛斯本来应该要生气的，竟然被人怀疑自己的用心，可一想到乌迪亚从前过得一点也不好，瞬间就明白他的想法。他遵循着自己的本心，给予这个孩子大大的拥抱。你不需要，父母对孩子的付出从来都不需要理由，我对你唯一的期许就是平平安安长大。乌迪亚的眼泪悄然滑落，一颗接一颗，安静的让人心疼。凯洛斯感受到胸口的湿润，轻轻地拍了拍乌迪亚的后背，心中突然涌起强烈的责任感和保护欲。他意识到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与他血脉相连的，他要保护好这个孩子，这是他作为父亲不可推卸的使命。午饭是阿比盖尔亲自送来的，每一份食物都很精致，充满了家的味道。乌迪亚想说些什么，张开嘴却没说出一个字。阿比盖尔看出了他的欲言又止。小殿下，或许您有什么想知道的吗？阿比盖尔乐意为您效劳。阿比盖尔先生，陛下他喜欢我吗？小殿下，或许这种问题，陛下很乐意为您解答。如果您愿意称呼陛下一句父亲，我想陛下也是会非常高兴的。可是我，小殿下，或许您太小看克拉克对于亲缘之间的羁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不会有任何克拉克对您会有丝毫的恶感，陛下更是如此。或许您应该尝试着离开这个小小的房间，亲自去与陛下相处1、2，相信我，小殿下会有好事发生的。这是一份毋庸置疑的善意与鼓励。乌迪亚心中的紧张和不安逐渐被瓦解。陛下，大殿下和2殿下今天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还需要报告。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告诉他们小殿下的存在？您确定以他们的脾气，尤其是2殿下，真的不会捉弄小殿下吗？阿比盖尔话中的2位殿下指的是阿斯兰的2个孩子。大殿下伊莱克拉克性格沉稳，待人温和，责任心极强，是凯洛斯的接班人，也是目前所有克拉克里除去凯洛斯以外的最强克拉克殿下。2殿下格尔西奥克拉克虽与伊莱是双生子，性格却与伊莱截然不同。他活泼好斗，喜欢捉弄人，顽劣但本性不坏。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第2天，乌迪亚终于鼓起了勇气，从他那小房间中走了出来。2位殿下便找上门来，一位同样身着黑金制服的少年，突然从花园的树上跃下，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自我介绍一下，伊莱克拉克，克拉克新一代的大殿下。你目前居住的房间是我的房间，所以给你10分钟从这里搬出去。乌迪亚自是知道自己住的是这位堂哥的房间，他顿时感到有些窘迫，羞红着脸礼貌道歉：我叫乌迪亚，不好意思，我这就搬走。虽然知道安排房间是那位父亲的主意，但乌迪亚并不希望与伊莱起冲突。闻言，伊莱，不，应该说是假扮伊莱的2殿下西奥只觉诧异，他早就从情报中得知这位小克拉克，他以为他会像其他克拉克一样，会跟他打一场来决定房间的使用权。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克拉克的脾气这么好，好到完全不像一个克拉克。然而等他反应过来时，乌迪亚已经进屋准备收拾东西了。开玩笑，要是被凯洛斯知道自己私下违背他的命令，自己不得被打个半死。少年忍不住打了个激灵，快步跑向乌迪亚的房间。这边乌迪亚刚进入房间，便看见刚才还站在花园里的伊莱竟然出现在面前。你好，乌迪亚克拉克，我是伊莱克拉克，是你的哥哥。看着窗边的少年，乌迪亚有点懵逼。这时身后
后的西奥也赶到了。房间里的伊莱看到自家弟弟还有少女无疑的表情，还有什么不懂的？当即提剑冲了上去，却无误的避开了西奥的要害。格尔西奥，你这是在挑衅我！西奥一时惊慌，身体本能的格挡。没有，我只是想逗逗他。哥哥知道的，我就是一时贪玩。伊莱当然知道自家弟弟那臭脾性，只是这次他不该捉弄克拉克最小的幼崽。伊莱很快将西奥的剑击落，目露警告的瞪了他一眼，看向一旁有些不知所措的乌迪亚。那个人叫格尔西奥，是我的双生子弟弟，也是你的哥哥。他没有恶意的，只是对于家中新添的家族成员有些好奇，我代他向你道歉。与此同时，凯洛斯和阿斯兰听到打斗声赶来，乌迪亚忍不住躲到凯洛斯身后，下意识的拉了拉他的衣角。凯洛斯不由得心里一软，他的孩子在不自觉的依赖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抬头看着眼前两个凡人的侄子，眼中不由得闪过一道嫌弃，但语气温和的向闺女介绍二人，他们没有什么恶意，都是你的哥哥。乌迪亚小心翼翼的从凯洛斯身后探出头来，很乖很软，也并不是那么强大，看上去就很好欺负。伊莱细细打量着，得出结论，算了，最近还是给傻弟弟多找点事做吧，免得他闲着没事去欺负妹妹。之后果然如伊莱所料，西奥仗着乌迪亚分不清他俩，总是有意无意捉弄他，尤其是格斗课上，因为乌迪亚的身体素质等级只有区区 B 甲，远远达不到正常克拉克的水平，这让他在格斗课上感到非常挫败，甚至有些自我怀疑。西奥得知此事后，语带讥讽的嘲笑他，则真是让人失望，一个克拉克竟然连近战格斗一级评价都拿不到，差劲，需不需要哥哥我亲自出马给你补补课呢？或许西奥的嘲讽并没有恶意，他只是习惯用尖刻的话语来掩饰自己的关心，但对于夜以继日的努力练习，却始终难以取得显著进步的乌迪亚来说，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乌迪亚气得眼眶通红，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脾气，猛地扑向了西奥，两人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厮打在了一起。可惜尚未分出胜负，便被阿比盖尔强行制止了。阿斯兰闻听打斗声赶来，就看到满目疮痍的房间和一个眼眶发红的小姑娘。至于自家儿子，阿斯兰想都不用想，定然又是他主动寻衅滋事。伊莱，你说什么情况？伊莱感受到了弟弟眼神中的暗示，却依旧有条不紊地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讲述出来。阿斯兰向乌迪亚伸出手，乌迪亚稍作犹豫后便走了过去。我并非有意与他争斗，是他率先出言讥讽我的。乌迪亚委屈巴巴地为自己申辩，别怕乖乖，叔叔知道，叔叔会为你讨个公道的。阿斯兰轻柔地揉了揉乌迪亚的脑袋，自身能力不足，还不许他人评价。身为克拉克，连近身格斗一级评价都无法获取。我在8岁时就已远超你如今的水平。西奥仍在冷嘲热讽，下一瞬间，一股强大力量汹涌而至，巨大的冲击力使其瞬间被砸向地面。格尔西奥，道歉。那是凯洛斯的声音，低沉而浑厚，带着一种沉稳而又威严的气势。凯洛斯看向可怜兮兮的闺女，温柔地把人接了过来，而被迫道歉的西奥满心愤懑，对不起，可以了吧？伊莱心中一紧，担心弟弟的这敷衍般的回答会激怒凯洛斯，他迅速板起脸，格尔西奥，你需要重新道歉。然而，当西奥听到连自己的哥哥也站在对方那边时，他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我不要，你是我哥哥，怎么偏帮他说话？那也是你妹妹，她还没成年。先不说要保护妹妹，你的教养就是去欺负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吗？西奥当然知道自己是有些过分，可他还是嘴硬的强词夺理。我不喜欢她，我不要她当我妹妹，这由不得你，不必多说了。阿斯兰，你送她去审判塔5楼反省反省。冰冷的声音传来，凯洛斯牵起乌迪亚，视线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在西奥身上。阿斯兰点头应是，好的大哥，这次是西奥过分了，我替他向乌迪亚道歉。审判塔一共7层，而5层及以上是除克拉克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的禁区。顶层7层满是抑制精神力的血晶，是为了防止精神风暴状态下的克拉克失控伤人。6层是寒冰之狱，是犯了大错的克拉克才会进入的地方。5层则要温柔一点，是克拉克专用的禁闭室，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一个能让精力旺盛的克拉克无聊到底的地方。西奥其实也知道自己错了，可他就是拉不下当哥哥的脸来向妹妹道歉，所以即便被押送到审判塔5楼，他依然在嘴硬。我承认，或许我不应该用那样的话语去嘲讽他，但是看看他的近战成绩，实在是有些不尽人意。不过正是因为我的激将法，他的进步才如此神速，不是吗？所以他应该感谢我才对。送他过来的伊莱听得恼火，当场把傻弟弟胖揍了一顿。他的武力值一直远高于西奥，西奥被揍得根本还不了手，呵呵，差劲，就这点水平，即便我让你一只手，你也未必能胜我，以后还要多加练习才是。说罢，他缓缓地放下手臂，静静凝视着倒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弟弟。西奥顿觉委屈极了，他永远打不过伊莱，可伊莱从不会出言嘲讽于他。看着弟弟的神情，伊莱怎会不知道他心中所想？他将西奥从地上拉起来，难过吗？心里是不是很不舒服？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时被你嘲讽的乌迪亚心里会不会也很难过？我不信你不知道，他为了让自己近战水平提高付出了多少努力，但他的身体素质等级决定了他的上限，他自己也很无力。在他最难过的时候，身为哥哥的你不仅没有安慰他，反而出言嘲讽，这是身为哥哥的你应该做的事情吗？你听着，不管你承不承认，他都是一个小克拉克，是我们的家人，欺负弱小，傲慢无礼，口无遮拦，你的礼教课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西奥理亏，终于闭上了嘴。伊莱瞥了弟弟一眼，转身离开。你给我在这里老老实实反省，出来之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与乌迪亚发生任何你单方面挑起的争执。处理完西奥的事情，凯洛斯、阿斯兰、伊莱和克拉克帝国的总行政官艾伯特在书房议事。现在是11月14，万国会议将在腊月月底举行。每次的万国会议开始之前，都会进行一场万人瞩目的资源分配赛，每位国家代表组成最多8人的小队进行参赛。而资源分配赛的排名不仅仅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更是间接决定了在万国会议上该国家相应的话语权与决策权。而每次资源分配赛，克拉克帝国派出的队伍永远都是克拉克皇族成员。艾伯特此番前来，一方面是为了确定是否参赛成员一如往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凯洛斯派人调查了乌迪亚身上的实验药剂以及他的基因泄露之事，终于有了些许的线索，是安拉联邦的赫里斯帝国。安拉联邦是一个由多个小国家组成的联邦，他们与克拉克帝国不同，克拉克帝国君主拥有绝对的掌权能力，而安拉联邦则由每个小国家共同推举出的议会议长担任最高权力者，但他们人心不齐，各怀心思。克拉克一向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将主意打到克拉克的身上。凯洛斯眼中闪过一道阴沉，
阿斯兰，你和我一起去讨教一下。阿斯兰伸了伸懒腰，好呢，哥哥，终于可以出去活动活动腿脚了。伊莱，你留在宫殿看好弟弟妹妹，若有变动，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回归。好的，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至于西奥，凯洛斯有些头疼这个侄子，他什么时候和乌迪亚道歉，就什么时候把他放出来。阿斯兰接的话，凯洛斯没有反对，伊莱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克拉克做事一向雷厉风行，不过1个小时，凯洛斯与阿斯兰便准备就绪，即将出发去赫里斯帝国。阿比盖尔、伊莱与乌迪亚共同为他们送行，即将登上战舰。凯洛斯的身影被升起的晨光拉长，他的目光穿过随行的护卫，落在了乌迪亚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睛上。明明已经要走了，却还是忍不住叮嘱几句：如果西奥再欺负你，你可以让伊莱替你打回去。终端已经给你留下了，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我看到就会回复。在战舰的阴影下，乌迪亚站在那儿，他的小手紧张地握在一起，眼神中闪烁着期待和忐忑。他深吸了一口气，鼓起了所有的勇气，终于喊出那个在他心中排练了无数次的称呼——父亲。明明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称呼，让凯洛斯不断叮嘱的声音戛然而止，瞬间愣在了原地。许久，他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好，父亲在的。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就是莫名的觉得有个孩子的感觉好像也还不错。父亲，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我也会想你的，我的小阿亚。战舰上，呦，再见，小阿亚。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冷面哥哥，难得露出温情一面。阿斯兰还是没有忍住出言调侃。凯洛斯瞥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上扬，他的心情显然不错。你听见了吗？他叫我父亲了，他说会在家等我回来。可能你体会不到，儿子和女儿总归是不太一样。他真的很乖，很可爱，不是吗？阿比盖尔说，一个合格的父亲从外面回来之后会给自己的孩子带礼物。乌利尔就从来没有给我们带过礼物，虽然我们也习惯了，但是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也没有礼物。你说他会喜欢什么呢？看着满脸写着我闺女真可爱的凯洛斯，阿斯兰突然有些不忍直视。虽然他自己也觉得凯洛斯有一句话说的没错，女儿和儿子真的不一样。就拿他的孩子们来说，伊莱和格尔西奥就从未像乌迪亚一般乖巧。应该说，在克拉克家族中，几乎没有人会像乌迪亚那样能够用柔和的声音说出我会想你的，或是我会等你回来这样充满温情的话语。不过也很正常，每一位克拉克在成年之后就会被派出外勤，清扫附近的虫族，就连幼年时期的必修课都是或独立或配合与虫族进行实战。他们是克拉克帝国最值得信任的一道防线，铁骨铮铮。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他们的温情早将磨灭。只有乌迪亚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在幼年时期经历过残酷的虫族狩猎训练，也没有经历过彼此经常性针锋麦芒的挑衅，他还是一个单纯的还在渴望亲情的正常孩子。阿斯兰闭上双眼，开始养精蓄锐，早点解决，早点回家。那个孩子都说了会在家里等他们，总不能让孩子等的时间太久呀。两人走后不久，乌迪亚却总有种不好的预感。此时阿比盖尔已经精心准备好了午餐，餐桌上，伊莱注意到乌迪亚有些心神不宁，提醒道：专心点，吃饭的时候走神对胃不好。乌迪亚有些不安地开口：大哥哥，我有些不好的预感，但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伊莱放下手中的餐具，耐心安慰：别想太多，克拉克的战斗力哪怕是在宇宙之中都难有敌手，除了克拉克彼此，宇宙中很少有能对克拉克产生威胁的生物存在。听到他这么说，乌迪亚便也乖乖地低头吃起饭来。午膳结束后，乌迪亚一如既往地进行格斗训练，只是那种奇异的不安感始终缠绕在心头，以至于在训练中不慎被陪练机器人划伤。他熟练地从口袋中取出一支阿罗克里镇痛剂注入身体，药效很快让身体的疼痛消失。紧接着他发现，那种他拼了命赚钱换取回来的高昂药剂，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支。这种药剂就是实验室特别生产的，可以抑制精神力风暴的抑制剂。他对外公布的精神力等级是 S 加级，实际上这还是在他服用了抑制剂后测试的数据。一旦没了药剂，他就会随时死于自己的精神力风暴之中。他取出那支药剂注入身体里，效果立竿见影，原本即将暴走的精神力被迅速平息，平静的仿佛从未有过波澜。乌迪亚结束了训练，可心里头仍感到深深的不安。他在宫殿里漫无目的的散步，鬼使神差的走到了审判塔，来到了第5层。西奥百无聊赖看着他，怎么是来看我笑话的吗？乌迪亚强压下内心的不安，只是西奥，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好像并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听到乌迪亚的话，西奥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就许你讨厌我，难道我就不可以讨厌你吗？乌迪亚感到困惑，难道不是你先讨厌我的吗？我和大哥长得一模一样，每次你见到大哥都温顺的走过去打招呼，可是一见到我，你就像老鼠见了猫立刻逃跑。乌迪亚很无语，那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为什么躲着？第一次见面你就让我搬出房间，第2次见面你冒充伊莱哥哥捉弄我，第3次见面你又说我的近战能力给克拉克丢脸。乌迪亚越说越委屈，他又不是自找苦吃，西奥每次见面都欺负他，换作是谁都会选择避开他。西奥似乎找到了他们之间误会的根源，语气突然变得有些尴尬。那不是单纯的和你开个玩笑吗？乌迪亚一阵无语。西奥突然想到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包装精美的糖果，递给乌迪亚，这个给你，这次去萨拉辛的特产，超级好吃的，你吃了就不许再生我的气了。乌迪亚哼了一声，没动那块糖。西奥有点慌了，我错了吗？我不该总是捉弄你，只是你都不怎么搭理我，所以我才想引起你的注意，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乌迪亚听了这话，微微转过头来，真的，这次是我的错，我没想要让你这么不开心，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乌迪亚这才接过了糖，拨开糖纸放进嘴里，甜味在口中散开，带着淡淡的果香和花香。好吧，我原谅你了，不过你要是再捉弄我，我就要向父亲告状了。西奥连忙点头，脸上露出笑容。至此，兄妹俩总算是和好了。乌迪亚打开房门，西奥走了出来，下楼时一直叽叽喳喳地拉着他聊天，可乌迪亚的不安感却越来越强了。就在两人即将踏出审判塔的前一秒，他的内心响起了一个急促的声音：别离开审判塔，快回去，快！乌迪亚的身体瞬间一僵，很快便感觉到了异常。西奥的活力过于旺盛了，他一直在说话，一刻都没停过。西奥，别说了，你的情况不太对劲。但西奥仿佛没听到他说话一般，还在继续自顾自说着。乌迪亚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他察觉到西奥身边精神力波动突然变得汹涌澎湃，可西奥本人却毫无察觉，是精神力风暴。乌迪亚的心骤然一沉，此时的他必须去找伊莱或者其他克拉克求助，否则以他这个小身板，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失控状态的成年克拉克。而此时西奥的精神力已经开始无意识地撕裂身
身边的一切东西。西奥终于察觉到怪异之处，他的瞳孔急剧收缩，声音中充满了紧迫感：“是我的精神力风暴，乌迪亚，你快离开这里！”但来不及了，他的精神力已然失控，如同脱缰的野马无法驾驭。一瞬间，那狂暴的精神力爆发开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风暴，将乌迪亚紧紧地包围在其中，狂暴地席卷着周围的一切，周遭的一切物件被无情地撕裂。一头血色的巨虎从风暴中心跃出，是西奥的精神体验者，他庞大的身躯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向他扑来，他迅速双手交叉在前抵挡攻击，只一瞬间就被猛虎撕裂的血流如注。塔内的警报早在风暴爆发时就响起，乌迪亚知道伊莱正往这边赶来，他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等待支援。小白虎适时跳了出来，转移燕爪的注意力。乌迪亚趁机抽出随身的佩剑，这把剑名为断心，是凯洛斯赠予他的第一件礼物。他将精神力注入断心，剑身顿时发出淡淡的红光，剑尖挑起一旁的桌子向西奥甩去，西奥一拳就将飞来的桌子打得粉碎，紧接着他的下一拳再次轰出，周围的物体已被破坏殆尽，乌迪亚无处可躲，只得举起自己的佩剑进行格挡。凯洛斯小心翼翼地将乌迪亚抱了起来，然后给了阿斯兰一个眼神。阿斯兰会意，同样小心地将血虎肚皮底下的小白虎抱起。哥哥，在进行精神力同频之前，明明没有任何证据，为什么你感觉他是一个小克拉克？这完全不像你的作风。凯洛斯沉默了一瞬，并没有直接给予回答。记得吗？克拉克家谱里并不是每一位克拉克的精神体都是元素系血虎，在第4代克拉克里，有一位精神体为7星白虎的克拉克先祖，他的精神力与所有克拉克都不一样，是更加偏向于治愈安抚，可以将陷入精神力风暴的克拉克从失控之中拉回来。史书上对他记录的评语是天神对克拉克降下的唯一的救赎，他的名字叫做莫威恩克拉克。你知道的，我本应到了第一次失控的时候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阿斯兰已经明白他话语中的意思。你是说乌迪亚的精神体可能遗传了那位莫威恩先祖的能力？只是怀疑，无法确定，至少有一点点可能，就值得我们去试试，不是吗？他们克拉克一族已经被精神力风暴的诅咒折磨了太久了，因此哪怕有一点点可能，他们也不愿放过。出了审判塔，一位优雅的中年男子正伫立在宫殿门前。陛下，恭喜您度过第一次精神力失控，洗澡谁已为您放好，您可以先解解乏。1个小时之后用膳。男子名叫阿比盖尔·尤因，是克拉克宫殿的总管，可以说是看着凯洛斯他们长大的，说是管家，实际上也是朋友、老师、伙伴。谢了阿比盖尔，你一向细心。此时阿比盖尔注意到凯洛斯怀里的乌迪亚，顿时有点吃惊。陛下，这是一个小克拉克，也是我的孩子。闻言，阿比盖尔更惊讶了。那陛下打算将这位小殿下怎么安排呢？把我隔壁的房间收拾出来吧，他叫乌迪亚，我打算亲自把他带在身边。那大殿下的东西，阿比盖尔说的大殿下是指阿斯兰第一个孩子伊莱克拉克，今年20岁，因为他是未来的君王继承人。凯洛斯之前一向将他放在隔壁教养着。2楼阿斯兰对门那个房间，我记得还空着，我替他养了这么久崽子，轮也该轮到他自己养了。凯洛斯睨了一眼阿斯兰，后者不置可否，反正克拉克不缺宫殿，而且他们一向好斗，他自己都和2个儿子住得远远的，就怕一个自个忍不住，每天都要找2个熊儿子切磋。与此同时，在克拉克帝国的米尔星上，一个女人正流露出深深的不安。一个黑衣男子将一张新币卡推到他面前，有些不忍地开口：“百拉，别等了，他回不来了，一共40万，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被称为百拉的女子并没有接过他手里的金卡，只是有些愣神地定定看着他。任务失败，3天毫无信息传来，大概率已被秘密处决，好好活下去吧，这是他对你最后的祝愿。是你私自给他派发了 S 级以上的任务，是我的错，但也是他自愿接下的。他的最后一个任务是什么？黑衣男子不敢回答，怕他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然而百拉却不打算放过他，我连他的死因都不能知道吗？百拉猛然睁眼，眼神中闪过一抹幽暗的光芒，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黑衣男子像被迷惑般开口：“是获取凯洛斯克拉克的血液样本。”闻言，百拉的眼神中闪过一道暗芒，如果是他，那乌迪亚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黑衣男子清醒过来，惊恐地看向百拉：“你对我用傀儡摄魂？阿维德，我从来不对朋友使用傀儡术，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的朋友了，滚！”气势全开的百拉恍若一把利剑，即使是在最平凡的环境之中，也无法掩盖他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和威严。阿维德走后，百拉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落满灰尘的连讯器。弗利莎吗？安排一下，来米尔星接我。连讯器那边的声音似乎愣了一下，继而是震惊与狂喜。是，我马上安排。回到克拉克宫殿，阿比盖尔仔细审视着手中的基因比对结果和体检报告。基因比对结果显示，小殿下的确是陛下的亲生孩子，但是小殿下的体质似乎与正常克拉克不太相同，精神等级 S 加，身体素质等级却是极其普通的 B 加。这样的情况下，小殿下的躯体根本抵御不了一次精神力冲击，其能存活至今实属侥幸。且小殿下不知出于何种缘由，一直长期服用廉价的镇痛药剂和另一种不明来历的药剂，该药剂疑似出自实验室，目前尚且无法查明其来源。闻言，凯洛斯陷入了沉默。鲜少有克拉克会畏惧疼痛，更遑论需要长期服用镇痛药剂。这些词汇本不应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看来乌迪亚之前过得并不好，能查出使用药剂的原因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陛下，但我以为或许您亲自去问小殿下会更快些。凯洛斯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并不确定乌迪亚是否愿意告诉他，毕竟他就算是他的父亲，他们也仅仅认识不过3天，现在还不是时候。过段时间我会亲自问他的。至于那个不知名的药剂，派人去查查，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现在先去看看他。乌迪亚从昏迷中醒来已是3天后，看着眼前陌生的摆件与房间，有些局促不安。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来人敲完门后便推门而入，是凯洛斯。乌迪亚惊疑不定地看着他，他只记得自己的精神力突然失控，然后发生了什么就不记得了。陛下，我精神力失控之后伤到人了吗？凯洛斯完全没有想到乌迪亚见面的第一句话竟是问有没有伤到人，他内心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疼惜之情。没有，很少有生物会伤到克拉克，哪怕是克拉克的幼崽。记忆回笼，乌迪亚突然想起自己在精神力失去控制前，曾与眼前这位国君进行了一场精神同频。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凯洛斯的神态，而凯洛斯似乎知晓他心底的困惑，率先开口：“经过基因比对，你的确是我的孩子无疑。克拉克不会放弃任何一位成员，尤其是幼崽，我会对你负责，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对你负责，所以你可以放心。”
心在这里生活，但是我对您动手了，应该不会有父母想要一个这样的孩子吧？你并没有动杀心，至于动手，凯洛斯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轻笑一声。克拉克的脾气一向不好，隔三差五的切磋挑衅更是家常便饭。你那两下子连挑衅都算不上。乌迪亚突然就有些语塞，孤孤单单12年，突然就这么冒出了一个父亲，如果我一点价值都没有，您会丢弃我吗？凯洛斯本来应该要生气的，竟然被人怀疑自己的用心，可一想到乌迪亚从前过得一点也不好，瞬间就明白他的想法。他遵循着自己的本心，给予这个孩子大大的拥抱。你不需要，父母对孩子的付出从来都不需要理由，我对你唯一的期许就是平平安安长大。乌迪亚的眼泪悄然滑落，一颗接一颗，安静的让人心疼。凯洛斯感受到胸口的湿润，轻轻地拍了拍乌迪亚的后背，心中突然涌起强烈的责任感和保护欲。他意识到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与他血脉相连的，他要保护好这个孩子，这是他作为父亲不可推卸的使命。午饭是阿比盖尔亲自送来的，每一份食物都很精致，充满了家的味道。乌迪亚想说些什么，张开嘴却没说出一个字。阿比盖尔看出了他的欲言又止。小殿下，或许您有什么想知道的吗？阿比盖尔乐意为您效劳。阿比盖尔先生，陛下他喜欢我吗？小殿下，或许这种问题，陛下很乐意为您解答。如果您愿意称呼陛下一句父亲，我想陛下也是会非常高兴的。可是我，小殿下，或许您太小看克拉克对于亲缘之间的羁绊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不会有任何克拉克对您会有丝毫的恶感，陛下更是如此。或许您应该尝试着离开这个小小的房间，亲自去与陛下相处一二。相信我，小殿下，会有好事发生的。这是一份毋庸置疑的善意与鼓励。乌迪亚心中的紧张和不安逐渐被瓦解。陛下，大殿下和二殿下今天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还需要报告。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告诉他们小殿下的存在？您确定以他们的脾气，尤其是二殿下，真的不会捉弄小殿下吗？阿比盖尔话中的两位殿下指的是阿斯兰的2个孩子。大殿下伊莱克拉克性格沉稳，待人温和，责任心极强，是凯洛斯的接班人，也是目前所有克拉克里除去凯洛斯以外的最强克拉克殿下。二殿下格尔西奥克拉克虽与伊莱是双生子，性格却与伊莱截然不同。他活泼好斗，喜欢捉弄人，顽劣但本性不坏。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二天，乌迪亚终于鼓起了勇气，从他那小房间中走了出来。两位殿下便找上门来，一位同样身着黑金制服的少年突然从花园的树上跃下，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自我介绍一下，伊莱克拉克，克拉克新一代的大殿下。你目前居住的房间是我的房间，所以给你10分钟从这里搬出去。乌迪亚自是知道自己住的是这位堂哥的房间，他顿时感到有些窘迫，羞红着脸礼貌道歉：我叫乌迪亚，不好意思，我这就搬走。虽然知道安排房间是那位父亲的主意，但乌迪亚并不希望与伊莱起冲突。闻言，伊莱，不，应该说是假扮伊莱的二殿下西奥只觉诧异。他早就从情报中得知这位小克拉克，他以为他会像其他克拉克一样，会跟他打一场来决定房间的使用权。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克拉克的脾气这么好，好到完全不像一个克拉克。然而等他反应过来时，乌迪亚已经进屋准备收拾东西了。开玩笑，要是被凯洛斯知道自己私下违背他的命令，自己不得被打个半死。少年忍不住打了个激灵，快步跑向乌迪亚的房间。这边乌迪亚刚进入房间，便看见刚才还站在花园里的伊莱竟然出现在面前。你好，乌迪亚克拉克，我是伊莱克拉克，是你的哥哥。看着窗边的少年，乌迪亚有点懵逼。这时身后的西奥也赶到了。房间里的伊莱看到自家弟弟还有少女狐疑的表情，还有什么不懂的，当即提剑冲了上去，却无误的避开了西奥的要害。格尔西奥，你这是在挑衅我？西奥一时惊慌，身体本能的格挡。没有，我只是想逗逗他。哥哥知道的，我就是一时贪玩。伊莱当然知道自家弟弟那臭脾性，只是这次他不该捉弄克拉克最小的幼崽。伊莱很快将西奥的剑击落，目露警告的瞪了他一眼，看向一旁有些不知所措的乌迪亚。那个人叫格尔西奥，是我的双生子弟弟，也是你的哥哥。他没有恶意的，只是对于家中新添的家族成员有些好奇，我代他向你道歉。与此同时，凯洛斯和阿斯兰听到打斗声赶来，乌迪亚忍不住躲到凯洛斯身后，下意识的拉了拉他的衣角。凯洛斯不由得心里一软，他的孩子在不自觉的依赖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抬头看着眼前2个烦人的侄子，眼中不由得闪过一道嫌弃，但语气温和的向闺女介绍2人，他们没有什么恶意，都是你的哥哥。乌迪亚小心翼翼的从凯洛斯身后探出头来，很乖很软，也并不是那么强大，看上去就很好欺负。伊莱细细打量着，得出结论，算了，最近还是给傻弟弟多找点事做吧，免得他闲着没事去欺负妹妹。之后果然如伊莱所料，西奥仗着乌迪亚分不清他俩，总是有意无意捉弄他，尤其是格斗课上，因为乌迪亚的身体素质等级只有区区臂甲，远远达不到正常克拉克的水平，这让他在格斗课上感到非常挫败，甚至有些自我怀疑。西奥得知此事后，语带讥讽的嘲笑他，则真是让人失望，一个克拉克竟然连进战格斗一级评价都拿不到，差劲，需不需要哥哥我亲自出马给你补补课呢？或许西奥的嘲讽并没有恶意，他只是习惯用尖刻的话语来掩饰自己的关心，但对于夜以继日的努力练习，却始终难以取得显著进步的乌迪亚来说，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乌迪亚气得眼眶通红，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脾气，猛地扑向了西奥，两人就这样毫无顾忌的厮打在了一起。可惜尚未分出胜负，便被阿比盖尔强行制止了。阿斯兰闻听打斗声赶来，就看到满目疮痍的房间和一个眼眶发红的小姑娘。至于自家儿子，阿斯兰想都不用想，定然又是他主动寻衅滋事。伊莱，你说什么情况？伊莱感受到了弟弟眼神中的暗示，却依旧有条不紊地将事情经过原本讲述出来。阿斯兰向乌迪亚伸出手，乌迪亚稍作犹豫后便走了过去。我并非有意与他争斗，是他率先出言讥讽我的。乌迪亚委屈巴巴地为自己申辩，别怕乖乖，叔叔知道，叔叔会为你讨个公道的。阿斯兰轻柔地揉了揉乌迪亚的脑袋，自身能力不足，还不许他人评价。身为克拉克，连晋升格斗一级评价都无法获取。我在8岁时就已远超你如今的水平。西奥仍在冷嘲热讽，下一瞬间，一股强大力量汹涌而至，巨大的冲击力使其瞬间被砸向地面。格尔西奥，道歉。那是凯洛斯的声音，低沉而浑厚，带着一种沉稳而又威严的气势。凯洛斯看向可怜兮兮的闺女，温柔地把人接了过来，而被迫道歉的西奥满心愤懑，对不起，可以了吧？伊莱心中一紧，担心弟弟的这敷衍般的回答会激怒凯洛斯，他迅速板起脸。格
尔西奥，你需要重新道歉。然而，当西奥听到连自己的哥哥也站在对方那边时，他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我不要，你是我哥哥，怎么偏帮他说话？那也是你妹妹，她还没成年。先不说要保护妹妹，你的教养就是去欺负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吗？西奥当然知道自己是有些过分，可他还是嘴硬的强词夺理。我不喜欢她，我不要她当我妹妹，这由不得你。不必多说了，阿斯兰，你送她去审判塔5楼反省反省。冰冷的声音传来，凯洛斯牵起乌迪亚，视线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在西奥身上。阿斯兰点头应是。好的，大哥，这次是西奥过分了，我替他向乌迪亚道歉。审判塔一共7层，而5层及以上是除克拉克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的禁区。顶层7层满是抑制精神力的血晶，是为了防止精神风暴状态下的克拉克失控伤人。6层是寒冰之狱，是犯了大错的克拉克才会进入的地方。5层则要温柔一点，是克拉克专用的禁闭室，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一个能让精力旺盛的克拉克无聊到底的地方。西奥其实也知道自己错了，可他就是拉不下当哥哥的脸来向妹妹道歉，所以即便被押送到审判塔5楼，他依然在嘴硬。我承认，或许我不应该用那样的话语去嘲讽他，但是看看他的近战成绩，实在是有些不尽人意。不过正是因为我的激将法，他的进步才如此神速，不是吗？所以他应该感谢我才对。送他过来的伊莱听得恼火，当场把傻弟弟胖揍了一顿。他的武力值一直远高于西奥，西奥被揍得根本还不了手，呵呵，差劲，就这点水平，即便我让你一只手，你也未必能胜我，以后还要多加练习才是。说罢，他缓缓地放下手臂，静静凝视着倒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弟弟。西奥顿觉委屈极了，他永远打不过伊莱，可伊莱从不会出言嘲讽于他。看着弟弟的神情，伊莱怎会不知道他心中所想？他将西奥从地上拉起来，难过吗？心里是不是很不舒服？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时被你嘲讽的乌迪亚心里会不会也很难过？我不信你不知道，他为了让自己近战水平提高付出了多少努力，但他的身体素质等级决定了他的上限，他自己也很无力。在他最难过的时候，身为哥哥的你不仅没有安慰他，反而出言嘲讽，这是身为哥哥的你应该做的事情吗？你听着，不管你承不承认，他都是一个小克拉克，是我们的家人，欺负弱小，傲慢无礼，口无遮拦，你的礼教课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西奥理亏，终于闭上了嘴。伊莱瞥了弟弟一眼，转身离开。你给我在这里老老实实反省，出来之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与乌迪亚发生任何你单方面挑起的争执。处理完西奥的事情，凯洛斯、阿斯兰、伊莱和克拉克帝国的总行政官艾伯特在书房议事。现在是11月14，万国会议将在腊月月底举行。每次的万国会议开始之前，都会进行一场万人瞩目的资源分配赛，每位国家代表组成最多8人的小队进行参赛。而资源分配赛的排名不仅仅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更是间接决定了在万国会议上该国家相应的话语权与决策权。而每次资源分配赛，克拉克帝国派出的队伍永远都是克拉克皇族成员。艾伯特此番前来，一方面是为了确定是否参赛成员一如往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凯洛斯派人调查的乌迪亚身上的实验药剂以及他的基因泄露之事，终于有了些许的线索，是安拉联邦的赫里斯帝国。安拉联邦是一个由多个小国家组成的联邦，他们与克拉克帝国不同，克拉克帝国君主拥有绝对的掌权能力，而安拉联邦则由每个小国家共同推举出的议会议长担任最高权力者，但他们人心不齐，各怀心思。克拉克一向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将主意打到克拉克的身上。凯洛斯眼中闪过一道阴沉，阿斯兰，你和我一起去讨教一下。阿斯兰伸了伸懒腰，好呢，哥哥，终于可以出去活动活动腿脚了。伊莱，你留在宫殿看好弟弟妹妹，若有变动，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回归。好的，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至于西奥，凯洛斯有些头疼这个侄子，他什么时候和乌迪亚道歉，就什么时候把他放出来。阿斯兰接的话，凯洛斯没有反对，伊莱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克拉克做事一向雷厉风行，不过1个小时，凯洛斯与阿斯兰便准备就绪，即将出发去赫里斯帝国。阿比盖尔、伊莱与乌迪亚共同为他们送行，即将登上战舰。凯洛斯的身影被升起的晨光拉长，他的目光穿过随行的护卫，落在了乌迪亚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睛上。明明已经要走了，却还是忍不住叮嘱几句：如果西奥再欺负你，你可以让伊莱替你打回去，终端已经给你留下了，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我看到就会回复。在战舰的阴影下，乌迪亚站在那儿，他的小手紧张地握在一起，眼神中闪烁着期待和忐忑。他深吸了一口气，鼓起了所有的勇气，终于喊出那个在他心中排练了无数次的称呼——父亲。明明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称呼，让凯洛斯不断叮嘱的声音戛然而止，瞬间愣在了原地。许久，他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好，父亲在的。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就是莫名的觉得有个孩子的感觉好像也还不错。父亲，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我也会想你的，我的小阿亚。战舰上，呦，再见，小阿亚。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冷面哥哥，难得露出温情一面。阿斯兰还是没有忍住出言调侃。凯洛斯瞥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上扬，他的心情显然不错。你听见了吗？他叫我父亲了，他说会在家等我回来。可能你体会不到，儿子和女儿总归是不太一样的。他真的很乖，很可爱，不是吗？阿比盖尔说，一个合格的父亲从外面回来之后会给自己的孩子带礼物。乌利尔就从来没有给我们带过礼物，虽然我们也习惯了，但是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也没有礼物。你说他会喜欢什么呢？看着满脸写着我闺女真可爱的凯洛斯，阿斯兰突然有些不忍直视。虽然他自己也觉得凯洛斯有一句话说的没错，女儿和儿子真的不一样。就拿他的孩子们来说，伊莱和格尔西奥就从未像乌迪亚一般乖巧。应该说，在克拉克家族中，几乎没有人会像乌迪亚那样能够用柔和的声音说出我会想你的，或是我会等你回来这样充满温情的话语。不过也很正常，每一位克拉克在成年之后就会被派出外勤，清扫附近的虫族，就连幼年时期的必修课都是或独立或配合与虫族进行实战。他们是克拉克帝国最值得信任的一道防线，铁骨铮铮。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他们的温情早将磨灭。只有乌迪亚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在幼年时期经历过残酷的虫族狩猎训练，也没有经历过彼此经常性针锋麦芒的挑衅，他还是一个单纯的还在渴望亲情的正常孩子。阿斯兰闭上双眼，开始养精蓄锐，早点解决，早点回家。那个孩子都说了会在家里等他们，总不能让孩子等的时间太久呀。两人走后不久，乌迪亚却总有种不好的预感。此时阿比盖尔已经精心准备好了午餐，餐桌上伊莱注意到乌迪亚有些心神不宁，提醒道：专心点，吃饭的时候走神对胃不好。
口。乌迪亚有些不安的开口：“大哥哥，我有些不好的预感，但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伊莱放下手中的餐具，耐心安慰：“别想太多，克拉克的战斗力，哪怕是在宇宙之中都难有敌手。除了克拉克彼此，宇宙中很少有能对克拉克产生威胁的生物存在。”听到他这么说，乌迪亚便也乖乖的低头吃起饭来。得知乌迪亚苏醒的消息后，凯洛斯与阿斯兰很快便出现在了他的房间。乌迪亚的眼睛瞬间一亮：“父亲，阿斯兰叔叔，你们怎么回来了？”凯洛斯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却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要如何告诉他，你最信任的大哥哥因为自己的私心算计于你，导致你如今只能躺在病床上。阿斯兰似乎察觉到了他开口的犹豫，于是主动打破沉默：“还不是因为我担心你，小阿亚，你这次可把我们吓坏了。我知道乌迪亚是好孩子，想要保护哥哥，但下次我还是希望阿亚先保护好自己，不要让我们担心，好吗？”乌迪亚点了点头，眼神中透露出乖巧和理解。“我知道了，阿斯兰叔叔，我会小心的，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随后开心的和两人聊起了一些日常琐事，笑声和温馨的话语交织在一起，让这个小空间里充满了家的温暖。阿斯兰一直想找机会解释伊莱的事，却瞥见凯洛斯微微对他摇了摇头。他轻咳两声，转移乌迪亚的注意力，从旁边的袋子中取出一个精心包装的盒子，动作有一丝不自在的向前递出：“礼物，给你的。”乌迪亚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好奇的接过盒子，小心翼翼的打开，里面是一个猫咪形状的机器人，它的眼睛闪烁着智能的光芒，身体柔软而温暖，看起来既可爱又高科技。这是一个保姆机器人，它不仅可以照顾你的日常生活，还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可以在必要时保护你。乌迪亚惊喜地抱住了猫咪机器人：“我很喜欢，谢谢父亲。”凯洛斯看着乌迪亚开心的样子，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此时乌迪亚的目光突然转向了门口，似乎在寻找什么。“西奥哥哥怎么样了？他还好吗？”阿斯兰的笑容微微一滞，但很快恢复了正常。“多亏有你，他现在很好。那伊莱哥哥呢？我怎么没看到他？”房间内突然陷入了沉默。凯洛斯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温柔地问他：“阿亚很喜欢伊莱吗？”乌迪亚点了点头：“是的，父亲，伊莱哥哥对我很好，他很照顾我，我很喜欢他。”凯洛斯的心微微一痛，面对乌迪亚那双清澈的眼睛，他知道他不能说出真相，他舍不得让乌迪亚伤心。伊莱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他让我告诉你，他也很想你，等他忙完了就会来看你。乌迪亚听了，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真的吗？那伊莱哥哥先忙，我晚点再去找他。”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凯洛斯叮嘱他好好休息，便和阿斯兰离开了房间。怎料到了半夜，乌迪亚起床喝水，路过书房时恰好听到凯洛斯和阿斯兰的对话。伊莱知道乌迪亚的精神力可能是治愈系只是一个意外，但他的初衷只是为了救西奥哥哥，他知道错了。乌迪亚听着二人对话的只言片语，很快将信息整理出了一个令他难过又有些不可置信的真相。所以当时伊莱一直都在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死亡边缘游走，他都没有出现，任由他在危险中挣扎，而这一切只是为了逼他使用那与旁人不同的治愈系精神力。他难道就不怕他真的死在那里吗？乌迪亚突然感到一阵眩晕，真相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割开了他心中的美好。他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冰冷的实验室，那个自称是他母亲的女人是如何不顾他的生死，在他身上进行着各种残酷的实验。很快，书房里的两人感应到了他的精神波动，他们几乎同时跑去打开书房的门。一道小小的身影赫然立在那里，只见乌迪亚站在那里，身体微微颤抖，精神力如同风暴一般席卷四周。乌迪亚，医生曾严厉交代过，这段时间乌迪亚不能动用哪怕一丁点的精神力。于是凯洛斯迅速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力，使用精神同频稳定住他的情绪，同时不停安慰他：“别害怕，有父亲在。父亲，我好难过。”乌迪亚扑进凯洛斯的怀中，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不停滑落。阿斯兰早已悄然离开，把空间留给父女二人。乌迪亚在凯洛斯的怀抱中哭了许久，直到他的情绪逐渐平复。终于，他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中带着一丝犹豫，但还是缓缓开口：“父亲，把伊莱放出来吧。”凯洛斯听出了其中的差别，他不愿再叫伊莱哥哥了。您知道的，伊莱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想救二哥哥而已，可能方式有些过激，但他的初衷并不是要伤害我。他的声音虽然还有些颤抖，但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哽咽。我既然已经没事了，那就让他出来吧。我想阿斯兰叔叔和二哥哥也会很开心的。凯洛斯凝视着乌迪亚，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阿亚，你确定吗？你真的想要这么做？是的，父亲，把伊莱放出来吧。身为克拉克的储君，一直待在审判塔影响并不好。阿亚，你是我的女儿，你的感受对我而言很重要，你可以任性的做任何事，不必那么懂事的顾及所有人的情绪而委屈自己。但父亲，这样对所有人都好不是吗？凯洛斯定定地看着他，许久，他才出声：“好吧，阿亚，我会考虑你的请求。还有，父亲，我想回米尔星一趟，我想去找个人，去拿一些我自己的东西。自从精神同频后，我就一直在克拉克宫殿，我需要回去看看，也顺便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凯洛斯微微皱眉，他知道这次事件让乌迪亚对他们产生了一些芥蒂，这让他感到一丝不安。是我们让你失望了吗？乌迪亚摇了摇头：“不，父亲，这和你们无关，你们很好，克拉克的每个人都很好，是我自己的问题，请给我一点时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只是一时不知道怎样面对伊莱，哪怕他知道伊莱对他并无恶意，他也可以原谅他，但心里还是会难过。他不想让凯洛斯为他担心，所以去散散心也好。更何况米尔星还有一个朋友在等着他回去呢。凯洛斯最后同意了他去米尔星，但必须要西奥陪同，他可以保护你，也可以帮助你处理一些事情。我也会在官网上公布你的存在，亲自认证你的身份。克拉克小殿下的身份很好用，可以为你提供相当多的便利。乌迪亚没有拒绝，他知道这是凯洛斯对他的关心和保护。凯洛斯的动作很快，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刻在克拉克帝国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条重要的公告。公告中，他以君主的身份正式宣布了乌迪亚的身份，克拉克帝国目前最小的殿下凯洛斯，克拉克之女乌迪亚，克拉克。这条消息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民众们对这位突然出现的小殿下充满了好奇，讨论声此起彼伏。在官方发布的照片中，乌迪亚娇小的身躯微微躲在凯洛斯的身后，就像一个还在依赖着家人的未长成的小兽，显得那般乖巧可人且单纯无邪，与克拉克家族其他成员的强硬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引发了民众们的热议。天啊，乌迪亚小殿下的眼睛好漂亮，她看起来就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小公主，我已经被小殿下圈粉了，她躲在陛下身后的样子太可爱了。
完全无法抗拒。别看小殿下长得乖巧，但作为克拉克，他精神力至少也是 S 级别的，一拳可以把你们打到墙上，扣都扣不下来的那种，你信不信？我敢打赌，陆西林殿下一定会很喜欢小殿下的，他一向喜欢这种又乖又甜的小姑娘。据说大殿下与二殿下出生的时候，陆西林殿下好失望的。第二天，众人为他和西奥送行，伊莱心疼的看着脸色略为苍白的乌迪亚，诚恳的向他道歉。乌迪亚，我必须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的错，但请你相信，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你，我只是太想救西奥了。乌迪亚静静的听着，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知道伊莱的道歉是真心的，也能感受到他话语中的真诚和悔意。犹豫片刻，他还是上前，轻轻的给了他一个拥抱。我原谅你了，哥哥，一定要离开吗？我可以派人把你的朋友接到克拉克宫殿，也可以帮你整理那里的东西并带回来。一定要亲自去吗？乌迪亚微微一笑，哥哥，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为了二哥哥能够活下来，所以我原谅了你。但是哥哥，作为被利用者，我还是难以避免的有那么一点点难过的，不过只是一点点，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是至少现在，我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你就当我去散散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他轻轻的挣脱了伊莱的怀抱，带着一丝释然的微笑，和西奥一起踏上了等候已久的星舰，直至星舰在远空中消失不见。凯洛斯突然看向伊莱，伊莱，最近几天我将成为你的格斗课教练。伊莱脸色一僵，无奈苦笑应是，他知道这是凯洛斯在给乌迪亚出气。星舰内部，西奥终于问出藏在他心里很久的问题：乌迪亚，那天你为什么要去顶楼找我？乌迪亚转过头看着西奥，那你呢？当时那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往顶楼走？西奥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是妹妹，保护妹妹是哥哥应该做的。乌迪亚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我们是家人，家人之间不就应该相互保护吗？西奥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你真是个傻瓜，当时那么危险，一个未成年的克拉克上去和找死没什么区别。乌迪亚却反唇相讥，精神力风暴状态下上顶楼，这和找死也没什么区别。两人对视了一眼，沉默了片刻，突然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说说笑笑好一会儿，西奥的脸色变得认真起来。乌迪亚，其实我还有一件事要对你说。什么事？西奥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关于伊莱的事情，我想替他向你道歉。乌迪亚眉头微挑，有些意外，你为什么要替他道歉？伊莱做的事情他自己会负责，伊莱是我的哥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虽然他的方式错了，但他的初衷是希望我能活下来。乌迪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道，二哥哥，我已经原谅伊莱了，他的错误我不会否认，但他的悔意我也能感受到，那你为什么在离开之前还要对他说？虽然已经原谅了他，但不免还是有一些难过。乌迪亚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伊莱听了这话会难过吗？西奥点了点头，当然会，他一直很在乎你的感受。乌迪亚轻轻摊开双手，那正好，我们两个扯平了，他惹我难过了，我也让他难过一次，这件事情以后就翻篇了，你不许偷偷告诉他哈。西奥理解地点了点头，我不会告诉他的，这是你给伊莱的教训，是他应得的教训，当然也谢谢你阿亚，谢谢你原谅伊莱。乌迪亚满意的笑了，好了，不说这些了，米尔星快到了，准备一下，我带你去看看我待了6年的地方了。6年？西奥有些好奇，他记得乌迪亚今年12岁。对啊，父亲没有和你们说吗？我是实验室的产物，6岁那年，实验室发生了一场大火，许多像我一样的实验品趁乱逃了出去，我也不例外。西奥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从未听说过乌迪亚的这段过去。然后呢？乌迪亚微微一笑，但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可是我太小了，又受了伤，根本就跑不远，我被抓了回去。他们为了惩罚我，把我和一颗变种嗜血藤关在了一起。我当时害怕极了，精神力失控，我杀死了那颗嗜血藤，也把实验室弄得一团糟。当时的我全身是血，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他们把我扔了出去，但似乎是我命不该绝。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看的姐姐，她把我带回了家。乌迪亚的眼神变得柔和，她的声音也变得温暖起来。她带我来到了米尔星，我们在米尔星安安静静的生活了6年。姐姐很漂亮，但脾气并不好，看着总是凶巴巴的，实际上再心软不过了。只是她从来都不让我管她叫姐姐。在我印象中，她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精神力，但姐姐很强，我的格斗能力都是受她所教。我的精神力等级很高，但是我控制不住她。当时我抑制精神力等级的药物用完了，药很贵，至少也需要10个雷级任务才能买一套药物，但一套药物最多也就只能吃2个多月，我买不起。姐姐便跟着我一起执行任务。我不知道姐姐是什么等级的猎人，但是姐姐貌似比我强的不是一星半点。为了给我买药，姐姐接下了一个 S 加等级的任务。那次任务很危险，但她还是完成了。回来的时候全身上下都是血，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直没有拿到药的我精神力失控了。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姐姐受了重伤。自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接过一个任务。她没有怪我，只是我接受不了，她对我那么好，但我却失控伤了她。哪怕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因为精神力达到 S 加，所以我有资格接等级更高的任务。我看到了那个 SS 任务，目标是获得父亲的血液样本。那个任务据说死亡率高达100%，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完成过，所以只有精神力达到一定等级的赏金猎人才能看到。因为死亡率极高，所以愿意接下他的赏金猎人几乎没有。于是任务下达者改变了任务条件，只要赏金猎人接下这个任务，并在规定时间内执行，不论成败皆可获得1半的任务报酬。而这1半的任务报酬里包含了1瓶还原药剂。我买不起我的药，但是有了还原药剂，至少姐姐会没事的。如果死掉也很好，没有我这个小拖油瓶，姐姐应该会活得更加轻松。这样想着，我接下了那个任务。不过我的运气很好，我遇到了你们，我很开心。西奥听着乌迪亚讲述的过往，心底涌出细细密密的疼痛。他听得出来，乌迪亚已经在避重就轻地隐瞒着曾经的艰难，但他依然可以想象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艰难。他突然有些庆幸乌迪亚口中这个姐姐的存在。如果可以见到她，他一定要好好感谢她。你知道那个姐姐的名字吗？百拉，姐姐叫百拉。百拉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西奥喝了口水，开始沉思自己到底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名字。突然想到什么，他的眼睛猛地睁大，过分的惊讶让他呛了一大口水，接着露出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乌迪亚，这个任务内容，那个百拉知道吗？当然不知道，我是瞒着姐姐接的任务。姐姐如果知道的话，是不可能让我接下这个任务的。阿亚，别叫她姐姐。西奥听着这个称呼，嘴角有些抽搐。二哥哥认识百拉老师吗？我可太认识他了。好阿亚，咱商量个事吧，你能不能自己去见他？我是真的不想看见他呀。可父亲让你跟着我，并且这里人生地不熟，你又不认路。西奥欲言又
幼稚。二哥哥，你怎么会认识百拉老师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家人，你能告诉我他是什么身份吗？西奥也没想到世界会这么小，他有些无力地看了乌迪亚一眼。说起来，他不让你叫他姐姐是对的，按辈分看，你应该称呼他一声姑姑。乌迪亚惊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直依赖的百拉姐姐，竟然会是克拉克家族的一员，而且还是自己的大姑姑。西奥提起这个姑姑就有点头疼。艾莉安·克拉克，乌里尔的第一个女儿，凯洛斯和阿斯兰的妹妹，总排行第3，你应该称她一声大姑姑。而百拉就是艾莉安姑姑一般在外界玩耍隐藏身份的画面，因为是乌里尔的第一个女儿，所以很受祖父乌里尔与维尔拉祖母的疼爱，就连凯洛斯与阿斯兰也都让着她，以至于艾莉安姑姑从小就喜欢打闹且极具恶趣味。偏偏乌里尔与凯洛斯不管她，阿斯兰脾气好也不在意，其他几位叔叔和小姑姑也管不了她，以至于我和伊莱小时候可没少受这个大姑姑的捉弄。乌迪亚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二哥哥，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艾莉安姑姑，她为什么会在外面一待就是6、7年？为什么不回克拉克宫殿？艾莉安姑姑是上一代克拉克，除去凯洛斯以外的最强者，与其他克拉克精神体不同，她的精神体不是单纯的元素血，而是幽魂血虎，拥有摄魂的能力。她是精神力最早出现问题的克拉克，为了不伤害家人，所以不得不自我放逐，来到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等待着自己的终结。她知道我的身份，应该知道，但也知道的不全。克拉克之间是有感应的，你还小，所以对我们的感知模模糊糊并不清晰，但身为成年克拉克，他应该一眼就知道你是个小克拉克，才这么照顾你的，只是不知道你是谁的孩子而已。克拉克家族现在活着的克拉克一共也不超过10个，故而每个克拉克幼崽都极为珍贵。看到一个遍体鳞伤的克拉克幼崽倒在自己面前，哪怕是恶趣味的艾莉安，也难免会动恻隐之心。他心里有些庆幸，多亏乌迪亚在危险之际遇到的是艾莉安，要不然一个普通人大概率很难把乌迪亚这个小克拉克养大。与此同时，克拉克宫殿内，一个身影出现在宫殿的入口处，带着一丝不羁的笑容，踏入了宫殿的大厅。我回来了。凯洛斯和阿斯兰听到声音，从各自的房间中走出，看到艾莉安的那一刻，二人不免闪过一道惊喜。艾莉安，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凯洛斯眼中也闪过一道抑制不住的动容，他仔细打量了这个久未归家的妹妹，嘴角微微勾起弧度。欢迎回家，艾莉安。3殿下，看到您回家。阿比盖尔很高兴，看着激动的众人，艾莉安眼神中满是思念与怀念，还是家里的感觉最舒服，真好，她还能活着回到家里，久别重逢。凯洛斯和阿斯兰都对艾莉安精神力的平静感到惊讶。凯洛斯首先打破了沉默，艾莉安，你的精神力是怎么回事？艾莉安微微一笑，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我以为你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意思？艾莉安没有直接回答，突然发问，乌迪亚为什么不在？凯洛斯和阿斯兰都以为他是通过官网上的消息了解到乌迪亚的存在，便告诉他乌迪亚去看他的朋友了。然而艾莉安的脸上却露出了更加疑惑的神情，我怎么不知道乌迪亚还有什么别的朋友？什么意思？乌迪亚是谁的孩子？凯洛斯和阿斯兰都愣住了，他们不明白艾莉安为何会这样。你不是从官网上看了吗？乌迪亚是大哥的孩子。艾莉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迷茫，他回来的匆忙，还没来得及看官网的消息。凯洛斯开口，语气中带着肯定，你不是从官网上知道乌迪亚的存在的？艾莉安像是第一次看到凯洛斯一般，仔仔细细地把他打量了一遍，突然感叹，真不怪我没猜出来，大哥这么冷静疏离的人，竟然会生出乌迪亚这么乖巧可爱的闺女。我怀疑过阿斯兰，甚至怀疑过露西琳，我都没想过乌迪亚会是大哥的女儿。艾莉安，见艾莉安越说越没边，凯洛斯警告地看了他一眼，她是我的孩子，精神力共调不会有假，基因对比也做过了，再说这种没边的话，我不介意你和伊莱联手，一起去训练场见见真章。艾莉安立刻缩了缩脖子，她虽然也很强，但也是被凯洛斯吊打的一个。她突然听到了凯洛斯口中的另一个人名，伊莱，怎么，他惹到你了？气氛突然有些安静，阿斯兰有些尴尬的开口，是给乌迪亚出气吗？是伊莱的问题，他伤到了乌迪亚。哦，是吗？那他现在在哪？你找他有什么事吗？他刚和大哥结束了训练，现在正在床上休息。艾莉安没有多言，转身就走。半分钟之后，楼上响起了几声闷哼与拳头砸到肉的闷响。5分钟后，艾莉安面无表情地走下楼梯，她的表情平静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她甚至还细心地提醒阿比盖尔，让他去给伊莱处理一下伤口。她无视了阿斯兰欲言又止的表情，还暗戳戳地吐槽了凯洛斯一句：“大哥下手还是太轻了。”凯洛斯看了阿斯兰一眼，我是怕下手重了把他打死。阿斯兰一阵无言，好好好，我知道，说给我听的，谁让自己摊上了这么个倒霉儿子呢？大哥说你不是从官网上知道乌迪亚的，那你什么时候认识他？谈到正事，艾莉安也正了正神色，我养了乌迪亚6年，他6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你们都知道，7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我的精神力已经濒临崩溃，随时都可能引发第3次精神风暴。在克拉克的历史上，没有一位克拉克能够活着挺过第3次精神风暴，因此我选择了一个几乎无人的星球自我流放，至少在我精神力风暴爆发时，我不会失去控制伤害到他人。在那里待了半年后，我开始感受到精神力的逸散，不出1个月，我的精神力风暴就会到来，而在那时也将是我的死期。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外出获取补给时，发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那个孩子呼吸微弱，几乎感觉不到，但令人惊讶的是，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克拉克的气息，那竟然是一个小克拉克。当时以我的精神状态，完全不可能收养一个这般脆弱的孩子。那个小克拉克和伊莱和西奥不一样，他完全没有克拉克那般变态的自我愈合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我真的不管他，他绝对死在我的前面。所以我把他带了回去，我不敢动用精神力，只能用我随身携带的治疗仪对他进行小范围的治疗。他很快就醒了，但是一句话都不说。我曾经一度以为这是个小哑巴，我的精神力风暴随时都有可能到来，我不可能带着这个孩子。在确定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之后，我把一些身上携带的生活用品留给了他，准备寻找下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我准备离开的那一刻，他突然伸出小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角，用他那微弱而颤抖的声音问我：“你可以不要离开吗？”我突然有些心软，但是心软可不能当饭吃，并且跟着我对他没有好处。我试图用冷漠来掩饰自己的犹豫，对他说：“我都不认识你，你难不成还想赖上我？”在我
这里白吃白住吗？他突然就不说话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个小孩子心思，难得遇到一个对他没有恶意的人，想要依赖我也是很正常的。我耐下性子对他说，我叫百拉，我给你留的袋子里有一张新卡，那里面有一大笔钱，足够你吃喝不愁。他把袋子放回我的怀里，依然什么都没说，但眼眶却红了。但我不可以心软，如果我带上他，他很难在我的精神力风暴中存活下来，所以我转身准备离开。突然他叫住了我，他说是不是只要我有价值，我就能待在你的身边？我没有回头，也没有搭话，只是继续向门外走去。但突然我感受到一股温暖平和的精神力从身后传来，数道淡金色的精神力逐渐汇入了我的精神海，我那有些失控的精神海竟莫名的平静了下来。我有些愣神，转身的功夫，却发现刚刚还站在原地的他全身鲜红，之前已经愈合了的伤口再次崩开。艾莉安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他紧紧地盯着凯洛斯，一个治愈系克拉克，想必大哥比我更清楚他的价值。但是大哥，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打着亲情的名号利用他的能力。他的体质很差，只有 B 级，但就像我们所有克拉克一般，每一次耗费精神力的治疗都有可能加速他精神力失控的下一次到来，但他受不住的，他年纪还太小。她是你的女儿，大哥，你会保护她的，对吗？凯洛斯回头看了阿斯兰一眼，阿斯兰有些心虚的低下头，尴尬出声。以后应该不会有人敢这么干了，至于上一个这么干的，就在刚刚还被你打了一顿。糟心儿子，当父亲就有这么一点不好，当自家的蠢儿子干了一件巨大的蠢事后，在兄弟姐妹们面前头都抬不起来。阿斯兰脾气那么好的一个人，三番四次的这般因为儿子被迫心虚，不骂人已经是他素质的极限了。艾莉安果然还是打轻了。凯洛斯继续引导话题回到正点，接下来的事情艾莉安不说，凯洛斯也差不多猜到了。发现乌迪亚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治愈系克拉克之后，艾莉安自然不敢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小心翼翼地把他抚养长大。在这过程中，乌迪亚不经意间散发出的治愈系精神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平息了艾莉安内心的风暴。一次意外，乌迪亚接下来那个 SS 级的赏金任务，瞒着艾莉安来到了克拉克宫殿，又意外地成为了他的女儿。而艾莉安自然也不会被瞒的时间太久，好歹也是上一代克拉克的3殿下。艾莉安很快便知晓了乌迪亚失踪之前的最后一个任务。精神力风暴已然稳定，艾莉安便回到了克拉克宫殿，期待着在克拉克宫殿与乌迪亚的重逢。但是他还是想知道乌迪亚，哎呀，他的女儿在没有遇到他之前是什么样子的。艾莉安继续道，他的脸色苍白，却依旧倔强地站在那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来维持那股治愈的力量。那简直就是一个小疯子，一个不要命的小疯子。想到当时的场景，艾莉安还是有些心有余悸。我当初被他这个疯劲吓了一跳，我问他，你疯了吗？不要自己的命了吗？他的声音微弱，几乎听不到。他说，你看我的力量是不是很神奇？他们都想要我的力量，你想不想要？我不是没有价值，别丢下我，好不好？没有价值就会被丢掉吗？凯洛斯心头一刺，突然想到自己才把乌迪亚带回来时乌迪亚的话，如果我一点价值都没有，您会丢弃我吗？我最终还是把他带了回去，我把他安顿在了米尔星，那是一个雇佣兵与赏金猎人的重要接单的。我开始教他格斗，教他控制他的精神力。我告诉他，只有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时我也告诉他，身负治愈系精神力之事，不要告诉除我以外的任何人。那片区域鱼龙混杂，我怕他被人抓走做专属的治愈系药炉子，便也交给了他隐藏自己精神力的法子。艾莉安深知乌迪亚的特殊能力会引来多少贪婪的目光，他担心自己没办法永远陪在他的身边。原来是你教的，难怪当时我完全没有察觉到乌迪亚身上身为克拉克的气息。如果不是大哥瞧见了乌迪亚的精神体并产生了怀疑，我们还真没准就没有认出来这是一个小克拉克呢。阿斯兰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了为何乌迪亚能够隐藏得如此之好。艾莉安的隐匿课程从小到大都是满分。不会，凯洛斯眉头末尾反驳了一句。不会什么？阿斯兰被凯洛斯的反驳搞得一懵。不会没有认出来。凯洛斯十分肯定，当我第一眼看到乌迪亚的眼睛时，一种强烈的熟悉感便油然而生。现在回想起来，那或许就是血脉之间的羁绊。艾莉安继续讲着，他的天赋很好，我教的他都学得很好，唯一可惜的就是他的身体素质只有区区 B 加，这是赏金猎人工会时所测。当时所有人都有些可惜，明明是一个 S 加精神力的小怪物，怎么身体素质会这么低？只有我知道，这很正常。对于治愈系而言， S 加的治愈系如果没有克拉克的血脉，大概率他连 D 级的身体素质都不会有。D 加的身体素质已经是将克拉克的基因使用到极致的结果了。他轻轻叹了口气，但随即又释然地笑了笑。随着他一天天的成长，他的精神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我开始用我的人脉从黑市给他购入精神力抑制剂，是实验室专用的那种，虽然贵，但效果很好，没什么副作用，只是用完之后会有一瞬间的精神力暴乱，压制下来并无大问题。我又担心，如果有一天我死于精神力风暴后，他不知道怎么买药，于是又将自己买药的途径告诉了他，让他学着自己买药。黑市很乱，他太乖了，很容易被欺负，我就守在他身后。之后他也开始接赏金猎人的任务，最开始我还会陪着他一起，然后零零散散的接一些高阶任务。他们那些所谓的高阶任务，好吧，对于成年克拉克而言，实在是有点小儿科，不过给还未成年的小克拉克来练练手倒是很不错。但 S 级以上的任务就有一定的危险了，所以我从来不允许他接 S 级以上的任务。后来一次 S 级任务中，我抱着解闷的心理执行着，很轻松，但报酬很多，正好他的药剂要用完了，我又去黑市买了新的。但那次运气不好，有人挑事，被我收拾了。
但我的精神力却出现了些意外，似乎摸到了高阶 SS 级的边缘，有些难以自控，所以我自己一个人进了虫巢，杀了一大批虫子后，才缓缓平复下来。我怕身上一身血吓到乌迪亚，准备趁他不在先回家换身衣服再说，没料到他这次早早就回家了。他被吓哭了，他从来没见过去这么狼狈的样子，他以为我快死了。艾莉安又好气又好笑，甚至他的精神力出现了第一次失控。没有父母的安抚，每一次克拉克的精神力失控都与进一次鬼门关一般，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安抚下来，但我感受得到我的精神力快满了，但不是精神力风暴到来的预感，只有大哥知道我离开时精神力等级大概是 SS 级中阶巅峰，而现在艾莉安释放出来自己的精神力，凯洛斯神情一动，沉声给予肯定 SS 级高阶。阿斯兰都是 SS 级的精神力，本来身为克拉克曾经的二殿下，被自己的妹妹压了一头就已经很无奈了，但好歹还在同一阶层，结果因阿斯兰有点自闭，在那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日子里，我如同行走在刀尖上，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松懈。精神力风暴与精神力突破之间的界限模糊而危险，哪怕是身边有着小克拉克这样的治愈系存在，我也不敢轻易动用精神力。但屋漏偏逢连夜雨，乌迪亚用来抑制精神力的药物终于耗尽了。那些药物价格不菲，但在那段时期，我连最基本的任务都不敢接，因为任何微小的波动都可能成为点燃炸药桶的火星。乌迪亚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却不敢有丝毫的停歇。他拼命地接下一个又一个任务，只为了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明明应该是克拉克最小的小殿下，明明应该在克拉克宫殿无忧无虑地长大，却仅仅只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有时候甚至一周要接7、8个 B 级以上的赏金任务。我当时想过让他回来找你们的，但是他太小了，我也不敢在我精神力进阶这一段特殊时期有任何变动。克拉克的敌人很多，我也不敢把他交给我的副将。我信任他，但如果在这途中他的精神力有任何的失控，我的副将完全无法对他提供任何帮助。然而就在我日夜忧虑的时候，乌迪亚突然失踪了，3天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我动用我手下所有能使用的信息网，才知道他接下了一个 SS 级任务，而那个任务的死亡率是令人绝望的100%。他把自己本次任务的酬金的大部分送到了我这里，还有一管还原药剂。他以为我受伤了，他一直都很担心，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经过逼问，我才知道他接的那个任务是获取大哥的血液样本。接下来的事就是你们之间的相处了。一片沉默。凯洛斯曾经想过他的过去是怎样的，也大概猜得到他或许过得并不好，但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不好。治愈系的克拉克，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治愈能力的克拉克，哪怕是莫维安先祖，精神力也是以战斗为先。他本应在克拉克宫殿被所有克拉克娇宠着长大的，调查过曾经他待的那个实验室吗？许久，凯洛斯才开口，这就是我要与大哥说的最重要的事了。那个实验室在我的人前往的时候就已经被摧毁了，看得出来那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据点。经过我多年的调查追踪，目标指向赫里斯帝国皇室，但他们藏得太好了。我曾经问过乌迪亚，他也并不了解那个实验室的任何信息，他只知道那个一直在他身上做实验的实验员让乌迪亚称呼为母亲，而他似乎还有一个姐姐。在乌迪亚的口中，那个姐姐最初也是实验品的一员，但是很受他母亲的喜爱，所以只是偶尔出现在实验室，大部分时间都会和他的母亲一起离开，这让他很是羡慕。有一段时间他是很依赖他的母亲的。母亲？我从来没有听过阿亚提及。别问，别提，当时被我捡到的时候，乌迪亚那一身伤就是他母亲造成的，具体怎么造成的我不敢问，也舍不得问。阿斯兰突然笑了笑，艾莉安，你变了不少，以前你可从来都不会管自己的做法会不会让别人难受的。艾莉安毫不心虚的点头，现在我也不会管。但乌迪亚不一样。阿斯兰嘴角上扬，但没有说话。他知道艾莉安的意思。乌迪亚比其他克拉克相比太干净太单纯，也太容易受伤了。他本身就乖巧，干净透亮的双眼满是信任与依赖的看着你的时候，谁也舍不得欺负他分毫。娇娇小小的像个洋娃娃一样，总是微笑着，只要得到一点点的爱，就会愿意付出所有的信任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故事讲完了，所以你们谁可以告诉我乌迪亚去哪里找他的朋友了？凯洛斯、阿斯兰，他们好像忘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米尔星好像去找你了。艾莉安，艾莉安，可我在这里啊。阿斯兰表示，原来人在非常无语的时候，真的会莫名其妙的笑一下。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找的朋友是你，谁也不知道你会在这时候回来。一来利用他的治愈能力，让他在鬼门关走了一圈。乌迪亚难过了，说要出去散散心，说是去找他的朋友，让他不要担心，顺便把那里的东西收拾一下，一起带回克拉克宫殿。谁知道你就是他的那个朋友，你还偏偏在这时候回来了。凯洛斯一副看白痴的目光看向艾莉安，你回来之前就没有和乌迪亚解释一下自己的身份吗？哪怕是发条信息呢？艾莉安，这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吗？艾莉安嘴硬，他也没给我发消息，说要去米尔星找我呀。你自己看看你的终端呢。艾莉安打开自己的终端，你自己看有没有？还真有。凯洛斯露出和善微笑，什么也没说，就冲着艾莉安扑了过去。大哥，咱才刚见面，倒也不用这么热情。艾莉安看清了凯洛斯眼底的意思，迅速闪身躲到了阿斯兰的身后。阿斯兰哥哥救我！阿斯兰熟练的装聋作哑，装模作样，装疯卖傻。别打架，别打架，大哥别打了，不就是艾莉安因为没有看消息，让乌迪亚白跑一趟吗？多带点事，别打，别打死了。哎，也不知道找不到艾莉安，乌迪亚会不会哭？凯洛斯听着阿斯兰劝架的话，不免有些好笑，但一想到乌迪亚有可能真的会难过，又没忍住多了几分力道。见躲不过，
艾莉安也认真了几分。相互过了10几招，哪怕精神力成功进阶，艾莉安却依然像往常一样被凯洛斯压制的没有还手之力。但他依然知道，这并不是凯洛斯的全力，还是大哥厉害。哪怕我精神力进阶 SS 高阶，也不是大哥的对手，比之前强了些，很不错。凯洛斯淡定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对艾莉安给予肯定。得到了凯洛斯的肯定，艾莉安也兴致不低，转眼间将目光落在刚才装模作样的阿斯兰身上。阿斯兰，来打一架吧。对上好战分子艾莉安的目光，阿斯兰头皮发麻。都不在同一个等级上，这哪里是切磋，分明是寻仇。阿斯兰下意识地把目光落在凯洛斯身上。大哥，你管管他。艾莉安瞬间向阿斯兰扑去。凯洛斯饶有兴致地出声，别打架别打架，不就是阿斯兰故意挑事想看热闹吗？多大点事。哎呀，艾莉安，给阿斯兰留个面子，别打脸。艾莉安一顿，然后拳目标明确地落在阿斯兰脸上。米尔辛、格尔西奥哪怕再不乐意见到艾莉安，却也敌不过乌迪亚的软磨硬泡。更何况说归说，他也不敢让乌迪亚轻易离开自己的视线。他看得出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和谐安宁之地。乌迪亚很快便找到了曾经与艾莉安居住的小屋，熟练地开锁进屋，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乌迪亚愣在了原地。博拉姐姐。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乌迪亚还是在叫着姐姐的称呼，但没有人回应。四周一片沉默，屋内的陈设依旧保持着乌迪亚离开时的模样，没有丝毫的变动，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一切都在等待他的归来。然而那份期待中的温馨和熟悉的身影却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冷清和空寂。乌迪亚的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失落，他环顾四周，试图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紧握着手机，屏幕上是那些未曾得到回应的消息，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提醒他，他可能又一次被留在了原地。他的手指在发送键上徘徊，却始终没有勇气再次按下。他害怕再次面对那种无声的拒绝，害怕自己的呼唤再次石沉大海。格尔西奥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乌迪亚的身上，他能感觉到他的颤抖，能感觉到他的不安。他想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来缓解他的情绪，但他知道这种时候任何话语都显得多余。他只能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用他的存在告诉他，至少现在他并不孤单。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他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质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是否值得别人为他停留。他的记忆回到了那些被实验室束缚的日子，那些被当作实验品的日子，那些他以为自己已经逃离的噩梦。他害怕这一切都会重演，害怕自己再次成为那个被遗弃的人。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他告诉自己，艾莉安不会无缘无故的离开，一定有他不得已的理由。但尽管如此，那种被遗弃的恐惧仍然像阴影一样笼罩在他的心头，让他难以摆脱。格尔西奥轻轻地走到乌迪亚的身边，轻声问道：乌迪亚，你要不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下？或许艾莉安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如果他知道你来了，一定会尽快回来的。乌迪亚摇了摇头，他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我离开了那么久，没有回来看他，也没有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格尔西奥叹了口气，走到乌迪亚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艾莉安不会生你的气的，他如果知道你在克拉克宫殿，知道你安全，他一定会理解的。乌迪亚抬起头，眼中含着泪光。可是他为什么不回我的消息？为什么连告别都没有就离开了？格尔西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只能尽力安慰乌迪亚。也许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也许他以为你还在克拉克宫殿，不想打扰你。我们再等等，说不定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可是如果他不回来了呢？如果他觉得我是他的负担，选择了离开呢？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隐藏的很好的颤抖，但身为新一代克拉克的二殿下，格尔西奥又怎会察觉不出？格尔西奥深吸了一口气，他走到乌迪亚的身边，蹲下身来，与他的视线平齐。乌迪亚，你不是负担，你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牵挂，是克拉克最小的殿下，是我们最珍贵的宝物。你不会被任何人再抛弃，不要再有这种念头，明白吗？他知道，因为幼时不好的经历，乌迪亚对于这种被遗弃的恐惧感异常敏感，他的内心深处藏着对安全感的极度渴望。格尔西奥站起身，轻轻地将乌迪亚拥入怀中，他的怀抱温暖而坚实，给予乌迪亚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大二哥哥，对不起，我控制不住，我害怕。乌迪亚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明明是这般可怜的模样，却还开口说着抱歉。没关系的，阿亚。格尔西奥的声音柔和而坚定，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强忍着。你是克拉克的小殿下，做什么都可以，哭也可以，笑也可以，不会有人笑话你，也不要想着会给我带来什么困扰。身为哥哥，包容妹妹的负面情绪本就是哥哥应该做的。别害怕，我们再等等，没准艾莉安姑姑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你知道的，她一向懒得看信息。格尔西奥的话给予了乌迪亚难得的安全感，他尝试着平复心绪，将那些涌动的不安暂时深藏。随着时间的悄然流逝，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直到乌迪亚手中的终端突然响起了提示音，划破了室内的宁静。乌迪亚迅速地查看终端，发现是艾莉安发来的消息。他急切地阅读着，心中的紧张和忧虑终于得到了释放。之前在路上没有注意到信息，找不到我，小乌迪亚有没有哭鼻子？我本想给你一个惊喜，所以没告诉你，就直接回了克拉克宫殿，却发现你不在这里。要是累了，就在那里休息一下，我过去接你。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整理好了，包括你最爱的小猫玩偶抱枕。乌迪亚的脸上绽放出了释然的笑容，他抬头看向格尔西奥，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格尔西奥，
你看到了吗？大姑姑在克拉克宫殿等我们呢。格尔西奥点了点头，他的表情也从之前的担忧转变为轻松。看来艾利安姑姑已经安全回到宫殿了，她倒是舒服了，就我们还在这里瞎操心。又是一道提示音的响起，这次是凯洛斯的通讯。乌迪亚迅速接通了凯洛斯的通讯，屏幕上出现了凯洛斯那熟悉而威严的面孔。他的声音透过通讯器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思念与柔和。乌迪亚，在米尔星玩得开心吗？艾利安已经回到宫殿了，他提到你们可能白跑了一趟。是的，父亲，我们知道了，米尔星很好，但我想回家了。姑姑刚刚发来了消息，她已经帮我整理好了东西，包括我最喜欢的小猫玩偶抱枕。你就告诉她，不用专门再跑一趟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就回去，最晚明天晚上就到家了。听到女儿的声音，凯洛斯的表情明显放松了许多，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温柔。那就好，乌迪亚，我一直在担心你们，现在知道你们安全，我也放心了。既然事情解决，那就早点回来吧，我们都在家里等着你们。刚到米尔星就立刻回去，难免时间太赶，二人决定明天上午返程。二人草草收拾了一下房间，决定在小房子里将就一晚。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乌迪亚从床下的一个小箱子里取出了一个淡紫色面纱，面纱上有着精神力屏蔽装置。我现在要出去一趟，二哥哥要不要和我一起？乌迪亚戴上面纱问道。格尔西奥有些好奇地看着乌迪亚手中的面纱，他知道这个小玩意儿并不是普通的装饰，而是有着实际用途的特殊装备。你要去哪里？如果需要精神力屏蔽，那地方应该不简单。格尔西奥问道。赏金猎人公会。格尔西奥立刻正色，去那里干什么？办理半隐退状态，顺便去见一个老朋友。赏金猎人的任务状态共分为3种，一种是大部分赏金猎人使用的正常接单模式，可以适当选择任务的接取与完成，但强制性要求为半月之内必须接一个 A 级以上任务，赏金是任务酬金的 70%。另一种是当时乌迪亚疯狂做任务时开启的无空闲接单模式，即上一个任务结束之后24小时之内需继续接取下一个任务，否则将随机接取权限范围之内等级最高的任务，赏金为任务报酬的 85%。这是一种非常耗命的模式，但相较而言，赏金会得到的比正常模式多得多，适合短时间内极度缺钱且实力强悍的猎手。最后一种则是半隐退状态，是赏金猎人中黑猎以上才有的权限，该状态不会强制性要求猎手在每单位时间内接单的数量，类似于业余模式，想什么时候接单就什么时候接单，想不接单也可以不接单。不过相较上面2种模式而言，半隐退状态的酬金仅仅只有任务酬金的 50%， 而乌迪亚这次要办理的就是最后一种。如今的他有了父亲，有了家人，有了一个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为了生存而不断接受任务的赏金猎人，而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克拉克小殿下。格尔西奥挑了挑眉，他当然要去赏金猎人公会，一听就知道是个群狼环伺并不安全的地方，他当然要守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妹妹身边，防止有什么不长眼的家伙欺负乌迪亚。乌迪亚毫不意外地点点头，戴上了面纱，启动了精神力屏蔽装置，确保自己的精神力不会被他人察觉。格尔西奥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身为克拉克的2殿下，身上的宝贝自然不少。两人一同离开了小屋，前往血猎公会。血猎公会位于米尔星的一个隐蔽区域，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但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是赏金猎人们交流信息、接受任务的地方，也是他们放松和社交的场所。乌迪亚和格尔西奥穿过了几条繁忙的街道，最终来到了公会的入口。乌迪亚熟练向门口的守卫出示了自己的赏金猎人 ID 卡，进行身份确认后才放行让他们进入。一进门，二人就被公会内部的热闹气氛所包围。赏金猎人们或在吧台前畅饮，或在角落里低声交谈，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混合的气味。乌迪亚直接走向了公会的前台，那里有一个看起来十分严肃的中年女子在处理事务。你好，我找阿莱德。女子看都没看他一眼，阿莱德大人很忙，没空见一些闲杂人等。格尔西奥听着女子轻蔑的语气就来气，正想出手却被乌迪亚拦下。他平静地说，请告诉他赤色猎人灰烬前来，我相信他会愿意见我的。赤猎灰烬。女子听到这个名号时，原本冷漠的态度瞬间转变。赤猎是赏金猎人中已知的最高等级，而灰烬的代号则是属于近年来在血猎公会中排行榜第10的赤色猎人。他立刻意识到面前这位戴着面纱的少女并非普通人。请稍等，我马上通知阿莱德大人。女子的语气变得恭敬，她迅速拿起通讯器，低声快速地说了几句。格尔西奥看了乌迪亚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知道乌迪亚曾经是赏金猎人，但没想到他竟然有着如此响亮的名号。乌迪亚只是淡淡一笑，他并不想炫耀自己过去的身份，但有时候这个身份能帮他更快地达到目的。但为什么代号叫灰烬？是随机分发的代号吗？格尔西奥问道。乌迪亚看了他一眼，但还是开口。那个人说，乌迪亚的意思是上帝的灰烬，虽然是灰烬，但也曾经是上帝的火种，他希望将我的生命榨干，来换一缕来自天国的火焰。格尔西奥呼吸一滞，那个人是我曾经的母亲。谁都没有说话，气氛瞬间安静又沉默。没过多久，阿莱德匆匆忙忙地从后台走了出来，他的脸上带着急切和期待。当他看到乌迪亚时，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乌迪亚，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阿莱德是赏金猎人公会在米尔星的分会的会长，也是乌迪亚关系较为密切的朋友之一，也是赏金猎人公会中唯一一个知道乌迪亚真名的人，足可见乌迪亚对于他的信任。阿莱德大步走向乌迪亚，伸出手来。乌迪亚握住了他的手，
微笑着说：“阿莱德，好久不见。”阿莱德的目光在乌迪亚和格尔西奥之间来回打量，他能感觉到格尔西奥身上散发出的贵族气质，但他更关心的是乌迪亚的回归。我看到了克拉克官方发的通告，还没恭喜你，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人。阿莱德的话语中透露出真挚的祝贺，他的笑容温暖而亲切。谢谢阿莱德，很高兴能有你这么一个朋友。乌迪亚微笑致谢。那么，乌迪亚，你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阿莱德问道，他的眼神中已经有了些许猜测。乌迪亚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说道：“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办理半隐退状态，我已经决定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接取任务了。”阿莱德的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对于曾经的朋友的决定，阿莱德选择了支持与尊重。他知道乌迪亚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明白了，乌迪亚，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哪怕身为分会会长，阿莱德事务尤为繁忙，却依然决定亲自为乌迪亚办理半隐退状态的手续。这是离别前身为朋友能够为乌迪亚做的最后一件事。他详细解释了半隐退状态的规则和限制，确保乌迪亚完全理解他即将做出的选择。半隐退状态意味着你将不再受到任务接取的压力，但同时你的赏金比例也会降低。你确定要这么做吗？阿莱德最后确认道。乌迪亚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我确定。麻烦你了，阿莱德。阿莱德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伸出手递给乌迪亚一份文件。那么，状态修改完成，这是你的半隐退证明，但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回来，血猎工会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办理完手续后，阿莱德递给乌迪亚一个特殊的徽章，上面刻着血猎工会的标志。拿着这个，无论你走到哪里，血猎工会的成员都会认出你。如果你改变主意，随时可以回来。乌迪亚接过徽章，他知道这意味着他与血猎工会的联系并未完全切断。他感谢阿莱德的好意，然后和格尔西奥一起离开了赏金猎人工会。突然转头，再次看了一眼这个熟悉的建筑，心情不免有些复杂，但更多的是对于新生的欢愉。这个地方有他太多的回忆，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他的挣扎，他的胜利，以及他的失败。但离开了这里，心里却被家人装得满满当当。上一次离开是为了活下去而奔走，他孑然一身，不惧生死，甚至视死如归。这一次离开这里，却是来对自己的曾经告别。他有了家人，有了牵挂，真好。乌迪亚很知足了。夜深人静之时，一个娇小的身影悄悄离开了小房子，来到了一个守卫森严的庄园。那是莫兰希尔家族的领地。夜色如墨，星辰点缀其间，乌迪亚的身影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他轻盈地穿梭于莫兰希尔家族庄园的高墙之间，如同夜色中的幽灵。庄园内的守卫虽然森严，但对于拥有高超身手的乌迪亚来说，却如同无物。他轻车熟路地来到一个少女的窗前，透过半开的窗户，可以看到床上躺着的少女，面容安详，仿佛沉浸在美好的梦境之中。乌迪亚轻手轻脚地进入房间，他的目光柔和而复杂。他伸出手，纤细的指尖泛起淡淡的光芒，那是他的治愈之力。这股力量温柔而坚定，缓缓地流入少女的身体，滋润着她的精神之海。乌迪亚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他的眉头微微蹙起，显然是在集中精神，确保这一次治疗尽可能的完美。因为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了。治疗结束后，乌迪亚轻轻松了一口气，他的步伐有些虚浮，正准备离开，目光却落在了床边的桌子上，那里摆放着一束新鲜的铃兰。他犹豫了一下，从怀中取出了一朵山蔷薇，换走了桌上的铃兰。山蔷薇的花瓣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与铃兰的纯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乌迪亚转身准备离开，却突然听到了少女的声音：“这次离开是打算向我告别吗？”乌迪亚没有想过床上之人居然还没有睡，愣了一愣。“我记得你最喜欢的是铃兰，但这次放的是山蔷薇，你是在向我告别？”瑞维拉·莫兰希尔轻声道。她是莫兰希尔家族唯一的嫡系长女，曾经与乌迪亚共同就读于帝国第一军校，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在模拟战中是无可匹敌的搭档，在学术讨论中是互相激励的伙伴。然而，命运的轨迹在一次意外中发生了转折。乌迪亚在一次高强度的训练中，由于过度的精神力负荷，他的精神力突然失控。那是一场没有预警的精神力失控，乌迪亚很快便失去了意识，强大的精神力波动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四周。瑞维拉立刻意识到了乌迪亚的异常，他冲上前去，试图稳定乌迪亚的情绪，保护他免受伤害。但是，乌迪亚的精神力如同脱缰的野马，根本无法控制。在混乱中，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冲击波直接击中了瑞维拉，他的身体被狠狠地抛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瑞维拉感到一阵剧痛，他的意识开始模糊，但他仍然努力保持着清醒，试图向乌迪亚伸出援手。然而，乌迪亚的精神力失控越来越猛烈，整个训练室都被他的力量所扭曲。瑞维拉最终无法抵抗这股力量，他的视线渐渐变黑，意识沉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当瑞维拉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医疗室中，身体被各种管线和仪器包围，他的精神之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那种痛苦和空虚感让他几乎无法承受。而乌迪亚，他的朋友，那个总是带着微笑的女孩，却再也没有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只是每隔一周，乌迪亚便会夜半前来使用自己治愈系的精神力对瑞维拉的精神之海进行治疗，然后在黎明前离去，不留痕迹。瑞维拉可以支配的新卡上也总会突如其来的多出一大笔钱。乌迪亚每次执行完赏金任务，都会将40%的酬金打到瑞维拉的账上。半年下来，
瑞维拉的精神之海早已恢复原状，只是乌迪亚却始终无法原谅自己。他伤害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时间一天天过去，而这次距离乌迪亚上次出现已经间隔了半个月有余了。瑞维拉的心中充满了担忧，他不知道乌迪亚是否安好，是否还在为过去的事情而痛苦。每个夜晚，瑞维拉都会坐在窗边，凝望着星空，期盼着乌迪亚的出现，期盼着能够再次看到他的身影。直到今天，瑞维拉收到了那朵山蔷薇，他知道这是告别的意思。山蔷薇的花瓣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脆弱，它们静静地躺在瑞维拉的掌心，仿佛承载着乌迪亚无尽的情感和未言之语。听到瑞维拉的声音，乌迪亚没有回头，只是身体在微微颤抖。瑞维拉轻声说道：“乌迪亚，我是今年帝国第一军校机甲系的首席，你看我恢复得很好，我希望你也放过自己。”他的声音中没有责怪，只有深深的关怀和理解。不必自责，你并非有意，并且这半年来你已经做得足够多了。瑞维拉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继续说道：“很高兴你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在没有我的未来，你也要好好的，天天开心。”他的声音虽然轻柔，却充满了力量和温暖。乌迪亚，再见。乌迪亚最终也没有说话，他的身形渐渐消失在走廊的转角，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中回响，最终融入了夜色的宁静。冷风轻轻拂过乌迪亚的脸庞，带走了他眼角的湿润。他的呼吸在空气中凝成了白色的雾气，随即消散在夜色中。他知道这次的离别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月光下的山蔷薇静静地绽放着，它的花瓣在夜色中显得格外的坚韧。他深吸了一口气，夜晚的凉意清醒了他的头脑。而后一道熟悉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他没有转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那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一件温暖的大衣轻轻落在了他的肩上，带来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和温暖。他的目光落在乌迪亚微微颤抖的肩膀上，眼中闪过一丝心疼。然后他轻轻地敲了敲乌迪亚的脑袋，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却又充满了关怀。天气这么冷，也不知道多穿件衣服。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握住了大衣的边缘，将它紧紧地裹在身上，感受着那份来自格尔西奥的关心和温暖。走吧，阿亚，我们回家。他没有问乌迪亚为何深夜独自外出，也没有责怪他私自出门让他担心，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我们回家，就让乌迪亚忍不住鼻头一酸。我们回家。第二天清晨，乌迪亚和格尔西奥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他们最后环顾了一下这个小屋，然后关上了门。走吧，阿亚，父亲和艾利安姑姑还在等我们。格尔西奥轻声说道。乌迪亚点了点头，他深吸一口气，然后跟上了格尔西奥的步伐。两人一同走向星舰，准备启程返回克拉克宫殿。星舰缓缓升空，米尔星的景象逐渐缩小，最终消失在视野中。星舰在宇宙中穿梭，一切本应是如此的顺利。然而就在星舰距离克拉克首都星的附近的奥罗拉星出现了意外，星际净空，全球封锁。怎么回事？星舰的机械声音响起：“尊敬的格尔西奥殿下，乌迪亚殿下，前方奥罗拉星所属范围出现大波虫族入侵，现今奥罗拉星全面净空，同时向外发出求援信号，是否绕路或是支援？”乌迪亚和格尔西奥相视一眼，他们知道作为克拉克家族的成员，面对这样的危机，他们不能袖手旁观，改变航向，前往奥罗拉星，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格尔西奥迅速下令：“遵命，格尔西奥殿下。”星舰的机械声音回应道，随即星舰调整了航向，朝着奥罗拉星急速前进。随着星舰逐渐接近奥罗拉星，他们可以看到星球周围混乱的战场，体型各异的虫族如同蝗虫过境一般覆盖了星球的防御圈，不断的发起攻击。奥罗拉星的防御舰队正在竭力抵抗，形势十分危急。加在武装模式，随时准备加入战斗。格尔西奥命令道。乌迪亚则迅速联系克拉克宫殿，将这里的情况汇报给凯洛斯。父亲，奥罗拉星遭到大规模虫族入侵，我们正在前往支援。凯洛斯的声音很快从通讯器中传来，我知道了，阿亚，你们要小心，虫族这次攻击规模空前，我已经调动附近的克拉克舰队前往支援，保护好自己，支援部队很快会与你们会合。好的，父亲。乌迪亚回答，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安心。星舰迅速接近战场，格尔西奥和乌迪亚站在指挥舱，操纵精神力开始战斗。星舰的炮火开始轰鸣，一道道能量束射向先锋虫族，爆炸声在宇宙中回荡。虫族很强，他们拥有着可以媲美钢铁的肉身、锋利的爪牙以及不畏疼痛的特性。但每一位克拉克从小学到大的课程就是寻找虫族的弱点，并猎杀虫族。每一位克拉克都是虫族最大的克星，是克拉克帝国众人皆知的最强防线。他们不需要多么强大的武器，他们的精神力就是猎杀虫族最强的武器。一道又一道的精神攻击毫不留情地斩向虫族。星舰对于克拉克而言过于笨重，但对于被星球净空所困住的普通人却是一道极为强大的防线。将客运星舰上精神力等级低于 B 级的普通人以最快的速度安置，剩余精神力等级 B 级及以上者随我一同布置防线，随时准备战斗。虫灾面前，每一位克拉克都有临场征兵的权利，而服从克拉克的安排是每一位克拉克子民的义务。随着格尔西奥的命令下达，星舰内部立刻忙碌起来。精神力等级低于 B 级的普通人们在克拉克士兵的引导下，迅速被安置到星舰的最安全区域，而那些精神力等级 B 级及以上的人则迅速集合，准备加入到对抗虫族的战斗中。我们不能让虫族靠近星球表面，必须在这里就将他们拦截下来。乌迪亚的声音坚定，他的精神力已经开始在星舰周围构建起一道道精神屏障，
抵挡着虫族的入侵。在奥罗拉星的表面，居民们的恐慌情绪在不断蔓延。虫族的入侵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许多人生平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恐怖场景，恐惧和无助充斥着他们的内心。妈妈，他们会吃掉我们吗？一个小男孩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角，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恐惧。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生物，那些虫族外形狰狞，数量庞大，他们的嘶吼声让他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母亲紧紧抱着孩子，她的手在颤抖，但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不会的，宝贝，别怕，妈妈会保护你的。在一间摇摇欲坠的地下室里，一家人挤在一起，父亲紧紧握着手中的老旧武器，尽管知道他对虫族几乎没有任何威胁，他的额头上布满了冷汗，但他仍然尽力安慰着家人，没事的，我们会有办法的，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撑过去。在医院的病房里，医生和护士们忙碌着，他们不仅要应对虫族带来的恐慌，还要处理因恐慌而引发的各种事故。病床上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们紧紧握着手，彼此安慰，尽管他们的心中同样充满了不确定和恐惧。整个奥罗拉星被一种末日般的气氛所笼罩，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然而，就在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2位年轻的克拉克殿下如同守护神一般降临，迅速撕裂了一道虫族的防线，为奥罗拉星的居民带来了希望。看，是格尔西奥殿下，我们有救了！有人激动地喊道。还有小殿下，是乌迪亚小殿下！天哪，他们真的来了！我们可以活下来了！母亲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乌迪亚和格尔西奥并不知道他们的出现给地面上的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二人的精神力攻击如同利刃一般切割着虫族的防线，每一次精神力的释放都伴随着虫族的哀嚎和新建的炮火，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们全神贯注地指挥着战斗，每一次精神力的释放都精准地击中虫族的弱点。乌迪亚的精神力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捕捉着虫族的动向，而格尔西奥则如同出鞘的利剑，调动精神力进行每一次攻击。二人越战越勇，克拉克的支援部队也迅速出现。随着克拉克支援部队的到来，战场上的局势迅速发生了变化。这些增援的克拉克战士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不仅为乌迪亚和格尔西奥提供了强大的后援，也为奥罗拉星的居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战场上，克拉克的星舰与虫族激烈交锋，炮火连天，爆炸声此起彼伏。乌迪亚和格尔西奥在战场上穿梭，如同幽灵一般，每一次出现都给虫族带来巨大的打击。一道道能量束和精神力攻击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虫族在这种猛烈的攻势下开始崩溃。目光所及，随着最后一位虫族的死亡，战场上终于恢复了宁静。乌迪亚和格尔西奥迅速巡视战场，确保没有遗漏的敌人。在二人看不见的角落，一个虫族的残骸突然动了，他并未完全死去，而是在等待一个机会。现在他将这个机会瞄准了乌迪亚，而乌迪亚正全神贯注地检查着战场的另一侧，完全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危险。虫族悄无声息地接近，他的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准备用尽最后的力量给乌迪亚致命一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剑光如同流星划破夜空，准确无误地击中了那个虫族的要害。剑光闪烁，虫族的身体在一瞬间被彻底打散，化为尘埃。乌迪亚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动，他迅速转身，一道有点眼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身后。哎呀，小家伙，你是谁家的小宝宝？怎么可以出现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告诉我你的父亲是谁，我得好好和他讲讲道理，怎么能让这么可爱的宝宝就这样跑到战场上来呢？乌迪亚瞬间警觉地躲在格尔西奥身后。男子一身劲装，五官依稀之间有些熟悉，但直觉却告诉乌迪亚他并未见过眼前之人。乌利尔，你怎么出来了？见到眼前之人，格尔西奥眼神中闪过一道惊喜与犹疑。乌利尔，克拉克帝国的上任君主，同时也是凯洛斯和阿斯兰艾利安等上一代克拉克的父亲。作为目前为止存活时间最久的克拉克，他的精神力状态早就出了问题。在艾利安离开克拉克宫殿之后，乌利尔也很快就撑不住了。再一次的精神力风暴被镇压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自己锁在一处谁都不知道的地方，不让任何克拉克靠近，包括他的王后维尔拉·艾迪。他开始大批的订购 C12 药剂，溶解精神力专用的。克拉克的精神力增长速度极快，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位克拉克都是天生的战神的原因。而这对于克拉克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事，克拉克再强大，也终究是凡人之躯。当本就比旁人更加强大的精神之海无法容纳不断增长的精神力之时，就会造成精神力失控。精神力失控会将克拉克多余的精神力爆发性的扔出一小部分，使克拉克的寿命得到一定程度的延长，但同时也会加速克拉克精神力的增长速度，然后再次失控，再次加速，形成恶性循环。而当精神之海这个精神力的存储容器接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精神力的溢出之时，它就会爆炸。如果将每个人的精神力都比作武器，正常人的精神力则是刀剑，有锋芒，威力不弱也不强，却也随心所控。克拉克的精神力则是火药，比普通人强大，但也比普通人更加难以控制。而精神力风暴就像炸药包里的火药过量，带着炸药包的外皮与周围的一切包括空气一起陪葬。每一次的精神力风暴都会对克拉克的精神之海造成巨大的伤害。当克拉克的精神之海无法再一次经受其中精神力的爆炸之时，便是到达了极限之日。由于精神之海已然伤痕累累，无法再承担任何一次的防御，
故而下一次的精神之海的爆炸，则会完全性引爆克拉克的整个精神之海。一个 SS 级的精神之海的引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名词。而 Z12 药剂，则是后期的克拉克最离不开的药剂。它本是实验室的禁药，对于普通人而言 ，Z12 便可以轻松毁掉一个 A 级精神力等级拥有者的未来。而对于后期精神力增长速度极快的克拉克而言，这是他们最后的一道防线。更直白一点，如果说 A 级精神力的数值为100，Z12 可以溶解的精神力数值就是1000，它可以轻松让一个 A 等级精神力拥有者变成一个废人。而 S 级的精神力则是1万 ，SS 级精神力则是10万。后期克拉克每日的精神力增长数值则是10、20、30、1001亿、200015万0200，逐渐递增。而当 Z12 都无法溶解克拉克每日增长的精神力之时，就是克拉克即将陷入永眠之日。而乌利尔，他本应已经到达极限了。你不是应该？格尔西奥看了一眼乌迪亚，即将脱口而出的话被咽了下去。这不是还没成年的孩子该听到的事情。虽然乌迪亚也已经知道了个大概，但格尔西奥还是舍不得让他太早的面对这残忍的诅咒。是啊，所以我这次前来是为了再来看看我的孩子们最后一眼。乌利尔依然是笑眯眯的。小乌迪亚看上去好乖，比凯洛斯他们看上去都要乖。这居然是凯洛斯的孩子，真令人不可思议。他的目光放在了乌迪亚的身上，对于格尔西奥的顾虑有些好笑。好了，格尔西奥，你未免对于乌迪亚有些太紧张了。都是克拉克，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的。哦，让我看看，我还有大概多长时间？还有76小时零11分钟。我已经向维尔拉他们道过别了，除去最后的24个小时，我预计还有52个小时11分钟。不对，现在是还有52个小时10分钟可以陪在你们的身边。孩子们，让我们珍惜最后的时间。现在，告诉乌利尔，有什么心愿想要乌利尔满足的吗？听着乌利尔满不在乎的话语，格尔西奥心底升起一股无法隐藏的悲哀。世人只看到了克拉克表面的尊崇与强大，又何曾知晓克拉克背后的天谴与既定的命运。从年幼时，他们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亲人陷入精神力失控，变成一个甚至不认识他们的怪物，就这样在这残忍的世界中挣扎着懵懵懂懂的长大成人。但哪怕见过的再多，在面对即将离世的亲人时，格尔西奥还是难以接受。是了，谁会愿意接受自己的亲人接二连三的陷入永眠呢？乌利尔，格尔西奥声音突然有些难过。乌利尔从小就很疼爱他与伊莱，格贝亲。格尔西奥与伊莱在神憎鬼厌的克拉克幼年，却始终都是乌利尔的手中兵与掌中宝。只要有乌利尔在，哪怕是凯洛斯也要给上几分面子，艾利安也不敢轻易欺负得了他们。乌利尔的目光柔和地落在格尔西奥的身上，他能感受到这个初出成年的克拉克心中的痛苦和不舍，他能理解，也的确舍不得。这是他看着长大的小孙子，但作为目前为止现存活年龄最大的克拉克，他经历了太多的离别，他的父母，他的叔伯，他的兄弟姐妹，甚至还有一个他的儿子，也该轮到他了。他轻轻地拍了拍格尔西奥的肩膀，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格尔西奥，不要难过，每个克拉克都是如此既定的命运，我们总要经历离别。相比于其他克拉克，我已经活得够久了。西蒙已经先我一步进入了永眠，儿子都走在我前面了，轮到我不是也是理所当然吗？或许以后格尔西奥会找到彻底解开我们克拉克诅咒的钥匙，或许陷入永眠的我们也会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你知道的，克拉克灵魂不灭，陷入永眠的克拉克在100年之内进行唤醒并不困难。如若能找到让克拉克恢复正常神智的钥匙，所谓的永眠也不过是睡得久了些罢了。当然，这是一项大事，是整个克拉克的总任务。只不过乌利尔找累了，格尔西奥可怜我这个老东西，让我一个老人家好好睡一觉，好不好？乌迪亚自始至终只是在一边看着，他能感受到格尔西奥内心的不舍与难过，也能感受到乌利尔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限的豁达与坦然。只是他插不进去，这是他第一次与乌利尔见面，可能也是最后一面。他们并没有深厚的感情，也没有太多共同的回忆。他想，还是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他们吧，他们应该会有很多话要说。他悄悄离开。作为克拉克帝国的殿下，组织居民灾后重建也是自己肩负的责任。他迅速联系了奥罗拉星的临时指挥中心，开始组织和协调重灾后的重建工作。这里是乌迪亚，克拉克，我需要你们立即启动灾后重建计划，优先确保伤员得到救治，食物和水源供应充足，同时组织工程队伍对受损的基础设施进行紧急修复。克拉克帝国会保护每一位公民生命安全，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请各位放心。他下达了一系列命令，确保每个部门都能高效的运作。在乌迪亚的指挥下，救援队伍迅速行动起来，医疗人员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食物和水源被分发到每一个角落，工程队伍开始修复道路和通讯设施。乌迪亚还特别关注了那些在战斗中失去家园的家庭，并确保他们能够得到临时的住所和必要的生活支持。与此同时，乌迪亚还与奥罗拉星的政府官员进行了沟通，讨论了长期的重建计划。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星球防御系统，提高居民的精神力训练，以及建立更有效的紧急响应机制。夜深了，乌迪亚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他站在新建的甲板上，望着奥罗拉星的夜空。一道黑影出现在乌迪亚的身后，是乌利尔。出于礼貌，乌迪亚本应转身向乌利尔问候，但许是太过劳累，许是心里有所顾忌，许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乌迪亚并没有转身。乌利尔，阁下，或许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疏离而陌生。乌利尔静静地站在乌迪亚的身后，他并没有介意他的失礼，将目光同样投向了那片璀璨的星空，
声音中带着一丝温和，一丝低沉，打破了夜的寂静。乌迪亚，你不需要对我如此拘谨。作为凯洛斯的孩子，或许你可以称呼我一声祖父。乌迪亚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言的矛盾感，陌生却又不由自主的想要亲近。他并非在克拉克宫殿的庇护下长大，没有经历过那些家族的温馨与欢乐，也不像格尔西奥一般与乌利尔拥有不少共同的回忆。他的世界曾是孤独的，是充满挑战与危险的。他与乌利尔之间的联系似乎只有那一丝血脉的牵绊，但这是他的家人，他的爷爷，一个他应该亲近和依赖的人。这种认知让他的内心产生了冲突。一方面，他渴望弥补那些失去的时光，渴望感受家族的温暖；另一方面，他又因为缺乏与乌利尔的直接联系而感到犹豫和不确定。种种原因导致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与乌利尔进行相处。乌利尔似乎也感受到了乌迪亚的矛盾，他轻轻地走到了他的身边，与他一同望向那片星空。小阿亚，我可以这么叫你吗？乌迪亚犹豫片刻，微微点了点头，开口：可以的，乌利尔，爷爷。乌利尔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些过去的日子。小阿亚，你真的好乖，和那些小子们都不一样。如果维尔拉看到你，一定会很喜欢你的。提到自己的王后，乌利尔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温柔。凯洛斯和阿斯兰还是孩子的时候，维尔拉就说想要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姑娘，结果小姑娘倒是有了，但从小被几个哥哥弟弟带着玩，长大之后一个个的都和会造反的混小子一样了。他的声音中带着怀念，继续说道：凯洛斯从小就很严肃，像个小大人一样，而阿斯兰则是个腹黑的，总是能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点子。他们两个，一个冷静，一个蔫坏，但都是我的心头肉。后来艾莉安出生了，西蒙出生了，还有露西林和拉维斯也出生了，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生命中的宝贝。每个孩子的成长都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和挑战。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我感到既欣慰又有些不舍，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长大，会亲眼看着我离开，或者我会亲自送他们中的某个人陷入永眠。乌利尔转向乌迪亚，眼神中充满了慈爱。后来格尔西奥和伊莱出生了，他们的到来给家族带来了新的活力。格尔西奥总是喜欢模仿大人的样子，而伊莱则总是安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每个孩子都有他们独特的个性，但他们都是克拉克家族的骄傲。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乌利尔轻轻抚摸着乌迪亚的头发，缓缓开口：但这其中最让我遗憾的是你并非在克拉克宫殿长大。听凯洛斯说，在我们不曾出现的过去，你过得并不好，虽然有些迟到，但是小阿亚，我们出现的太晚，而向你道歉。仅仅一段正常的聊天，却让乌迪亚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那些因陌生而筑起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土崩瓦解，血缘的纽带在这一刻显得无比强大。它超越了时间的隔阂，将两颗心紧紧相连。无意识释放的淡金色的精神力悄无声息地环绕在乌利尔的四周。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乌利尔竟感觉自己那被堆积的满满当当的、随时准备爆炸的精神力，竟似乎出现了些许的松动。但他并没有在意，精神力风暴来临之前的小范围精神力波动，对于乌利尔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乌迪亚却闭了闭眼，他救不了乌利尔，或者说太难了，比当初安抚格尔西奥的精神力风暴还要困难10倍不止。那一次险些要了他的命。而面对比格尔西奥更加强大的乌利尔，如若强行进行安抚，最大的可能便是双死无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明知乌迪亚是治愈系精神力拥有者，却都依旧没有开口请求乌迪亚安抚乌利尔的原因。乌迪亚无力地想，要是自己可以再强一点，要是自己可以有父亲那般强大的精神力就好了。乌迪亚躺在柔软的床上，床单上绣着精致的花纹，房间内弥漫着淡淡的薰衣草香气，本应是助眠的环境，他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闭上眼睛，试图通过深呼吸来平复心绪，但每一次呼吸似乎都在提醒他乌利尔即将离去的事实。他不断地告诉自己，必须接受现实，他已经尽力了，但有些事情终究是人力无法改变的。然而乌迪亚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无法平静。他是一个治愈系的克拉克，他的本能驱使他去拯救每一个生命，尤其是他的家人。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他想要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许就能改变乌利尔的命运。夜深了，乌迪亚的意识逐渐模糊，他的眼皮越来越沉重，他的手无力地滑落到床边，最终他陷入了深深的睡眠。但他的精神力却不受控制地化作小白虎的形态，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乌利尔的精神之海。那是一个混乱的领域，精神力的风暴如同永不停歇的狂风，席卷着一切。乌利尔的精神力的碎片四处飞散，如同被遗忘的战场，充满了荒凉与无序。小白虎的精神体在这股狂风中显得格外渺小，他的步伐轻盈而谨慎，沿着精神之海的边缘小心翼翼地游走。他所经过的地方，那些混乱的精神力碎片似乎受到了某种安抚，开始逐渐恢复秩序。虽然只是微小的改变，但在这混沌之中却如同点点星光，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小白虎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它的存在对于整个精神之海的混乱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他努力地释放着自己的精神力，试图平息这场风暴，但效果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小白虎并没有放弃，他继续在精神之海中穿梭，尽可能地安抚着那些受到风暴影响的精神力。乌利尔，这位历经沧桑的克拉克，自然感受到了这股幼小而执拗的力量。他的精神体，一只已经显露出垂目之色的血虎，微微抬起了眼睛，注视着这个小心翼翼的小白虎。血虎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他当然知道这个小白虎的身份，也知道他的来意。凯洛斯告诉过他，乌利尔明白自己的状态，他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随时都可能爆发。凭着乌迪亚那3瓜2枣的治疗能力，完全不可能平息。但他也明白，如果不让乌迪亚亲自尝试，他是不会放弃的。而在距离奥罗拉星11光年之外的克拉克宫殿中，凯洛斯突然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他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力似乎被某种力量悄悄地牵引，然后莫名其妙地消失。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但对于凯洛斯这样的强者来说，任何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感知。凯洛斯的血虎精神体瞬间警觉起来，他开始追溯这股力量的来源。凯洛斯顺着源头找去，找到了无意间进入了同频状态的乌迪亚。小白虎的精神体莫名地出现在了凯洛斯的精神之海，而血虎却装作熟睡的模样，逗弄着这个年纪小小的不速之客。只见小白虎偷偷摸摸地来到血虎的身后，无数代表着凯洛斯精神力的血色光点被小白虎偷偷放进嘴里。许是父女俩的血脉相连的特性，凯洛斯的精神力很快就被消化成了乌迪亚自己的力量。凯洛斯饶有兴趣地看着小白虎与血虎的互动，没有阻止，反而满是纵容。他并不知道小白虎想要使用他的精神力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在凯洛斯都并未察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闯入他的精神之海的。毕竟哪怕是平常人家的精神力同频，也做不到精神力之间的相互转移。但他的精神力很强，身为历史上唯一一个精神力等级达到 SS 加的克拉克君王，小白虎偷走的那些精神力对他而言可谓是9牛1毛。能用这些即将溢出的精神力哄女儿开心，凯洛斯自然乐意之至。但这是不是有些太多了？刚刚看着还有些悠闲的凯洛斯突然定了定神。的确，小白虎偷走的精神力对于凯洛斯而言是9牛1毛，但是 S 加与 SS 加之间的距离不亚于湖泊与大海。这些对于凯洛斯而言并不起眼的精神力，放到乌迪亚的身上，却足够将乌迪亚的精神之海掀翻。但是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小白虎的精神状态，发现竟一点波澜都没有。精神体的状态与其主人的状态息息相关，若乌迪亚出现任何的问题，小白虎不可能依然这般的活力四射。凯洛斯忍不住有些好奇，这么一个尚在志龄的小白虎到底做了什么？他的精神力悄悄地附着在丝毫未察觉异样，仍然小心翼翼地偷吃血红色光点的小白虎身上，顺着小白虎的精神力波动，潜入了乌迪亚的精神之海。这对于精神力掌控满分的凯洛斯而言，易如反掌。乌利尔的精神之海得到了凯洛斯精神力支持的小白虎，再次回到了乌利尔的精神之海。这一次，他不再是孤单弱小的存在，而是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乌利尔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股强大霸道的力量，很显然并不是乌迪亚这般温柔乖巧的孩子所可以拥有的。但这一股霸道的精神力却给了他些许的熟悉之感。凯洛斯，身为克拉克，乌利尔对于精神力也拥有着相当敏锐的感官。他们很厌恶自己的私人领地被其他的克拉克留下丝毫的精神力痕迹。几乎每一位克拉克的精神力都拥有着一种莽撞的好斗的特性，这样的精神力让本就长时间的处于紧绷状态的克拉克难以克制的产生些许的烦躁之感。所以每一位克拉克殿下在克拉克宫殿里的房间分布都相隔着相当一大部分的距离。哪怕是幼年时期的小克拉克精神力失控，不得不需要家人的精神力同频进行安抚之时，二人的精神体也带着些许的烦躁与不乐意。只不过乌迪亚除外，乌迪亚的精神力很乖很安静，看上去就像是很讲礼貌的小朋友。他并不排斥，也生不起丝毫的烦躁，但这并不代表他会接受凯洛斯的精神力进入他的精神之海。乌利尔调动着自己的精神力，试图将小白虎身上附带的凯洛斯的精神力驱逐出自己的精神之海，却遭到了小白虎的拒绝。小白虎冲着乌利尔呜呜叫着，还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自己稚嫩的虎爪，似乎在抗议他的驱赶行为。乌利尔无奈，只能暂时停下动作。他操控自己的精神体血虎与小白虎沟通，想知道为什么他这么依赖凯洛斯的精神力。但小白虎显然记了仇，并不是很想搭理这个庞然大物。血虎有些无奈地舔了舔小白虎的脑袋，却将小白虎吓了一个机灵。小白虎瞬间转身，冲着血虎龇牙咧嘴：“咋的？不把我赶出去，就想把我吃了？以大欺小，欺负小孩，你信不信我告诉我爸爸？”乌里尔有些好笑，身为乌迪亚的精神体，小白虎与乌迪亚的性格一般来说大体相同。他还以为就乌迪亚那样乖巧温和的性子，小白虎也应该是和顺驯良的性子。谁知人后的小白虎竟是这般的一个性子，有些娇气，有些记仇，但并不讨厌，反而格外的惹人怜爱。好吧，看来小白虎是把那团凯洛斯的精神力当成玩具了。和一个小孩子抢玩具，怎么看怎么不道德。乌利尔决定不再干涉小白虎对凯洛斯精神力的把玩。他知道，对于乌迪亚这样的孩子来说，能够自由的探索和体验力量是一种成长和学习的过程。而且他也能感觉到，小白虎并没有被这股力量所控制，反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和谐共存。然而乌利尔的心中仍然充满了疑惑，他不明白乌迪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如何将凯洛斯的精神力转化为己用，而又不引起精神力的冲突和混乱。这在克拉克家族中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精神力的传递和交换向来是复杂且危险的过程。如果精神力真的可以通过精神同频如此简单的交换，战士们将不再担心精神力的耗尽，因为他们可以随时从家族中获得支持。克拉克的精神力风暴也将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家族成员可以通过精神同频分担彼此的负担，保持战斗力的持续和稳定。但乌利尔知道，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精神力的交换涉及到精神体的深层次联系，
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精神力的崩溃或混乱。这也是为什么克拉克家族一直以来都在寻求解决精神力风暴的方法，却始终无法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或许这就是治愈系克拉克的特别之处。乌列尔有些不太确定。乌列尔的精神体血虎站在精神之海的边缘，目光紧紧锁定在小白虎的身上，突然一种难以置信的情绪在他的心中蔓延。他见证了无数克拉克成员与精神力风暴的斗争，却从未见过如此奇异而震撼的景象。小白虎的每一次挥爪都仿佛在编织着一种神秘的舞蹈，那看似稚嫩的动作中却蕴含着难以言喻的力量和精准。凯洛斯的精神力，那股即便是乌列尔也需全力以赴方能驾驭的力量，竟然在小白虎的爪下变得温顺，如同被驯服的野兽，乖乖地转化为小白虎自身的力量。这一幕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这也是治愈系克拉克的力量。力量转化，还是力量驯服？还没等他多想，小白虎在炼化了凯洛斯的精神力后，再一次进入了乌列尔的精神之海。他的身影如同一道流星划破夜空，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迅速地在精神之海中穿梭着。随着他的移动，周围的混乱逐渐被平息，那些原本四散的精神力碎片在小白虎的引导下开始重新聚集，形成了一片相对稳定的区域。乌列尔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一切的变化，但他的心中却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慌乱。不，停下，不可以！他的内心在呐喊，这般大规模力量的使用，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言，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他怎能让克拉克唯一的希望因为自己的垂暮而陷入险境？但乌列尔知道，他无法直接阻止。小白虎就在他的精神之海内，任何的动静都可能导致那不稳定的精神力风暴反扑至小白虎的身上。乌列尔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他应该早在小白虎试探着进入他精神之海之时就将他驱赶，若是如此，怎会发生这般情况？然而小白虎的动作并没有停止，他的力量如同一股温柔的暖流，继续抚平着精神之海中的波涛，带来了宁静与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列尔的慌乱逐渐被震惊所取代。他看到了小白虎的坚持和力量，看到了他如何巧妙地引导那些狂暴的精神力碎片，将他们一一安抚。这不仅仅是力量的展示，更是对精神力深刻理解和控制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在他精神力已被平复了80%之时，小白虎的精神力输出却依然不见有丝毫的停顿。这说明他完全还有充足的余力。这真的只是一个 S 加精神力的幼崽吗？在克拉克宫殿中，凯洛斯通过与乌迪亚的精神力波动相连，清晰地感知到了这一切。他的心中同样充满了紧张与担心。每当他想到乌迪亚在平息格尔西奥的精神风暴时陷入危险的情景，心中便不由得一紧。他害怕历史会重演，害怕乌迪亚会因为过度使用精神力而受到伤害，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女儿再次经历那样的痛苦。凯洛斯的精神力瞬间紧绷，他的意识如同一根弦，随时准备介入，以防乌迪亚出现任何不测。然而，令凯洛斯惊讶的是，小白虎展现出了对精神力惊人的控制力。他不仅成功地平息了乌列尔的精神风暴，而且还在不断地巩固和加强这一成果。而在这一过程中，凯洛斯清晰地感知到了自己力量正在飞速地流失。他的力量，那股曾经令无数敌人闻风丧胆的精神力，现在却被小白虎以一种几乎不可察觉的方式悄然取用。但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凯洛斯，反倒暗暗松了一口气。用他的力量也好，他的精神力足够强，支撑得起任何幅度的消耗。但乌迪亚不一样，他只是一个克拉克的幼崽，哪怕身负特殊的治愈系精神力，但在面对极端的精神力风暴时，仍然显得不堪一击。看着精神力感知到的乌列尔恢复正常的画面，凯洛斯意识到，这或许会是克拉克家族面对那天前诅咒的一个巨大的转机。想到这里，凯洛斯忍不住将目光投向了小白虎的身上。天好像要亮了。第二天早餐餐桌上，乌迪亚迟迟没到，格尔西奥有些奇怪。小阿亚一向守时，从来没有睡过懒觉，今天这是怎么了？不行，我去看看他。乌列尔却伸出手，轻轻拦住了他的步伐。别吵，格尔西奥，乌迪亚和你可不一样，他还是个正在长身体的未成年的宝宝呢。他想多睡一会儿，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格尔西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但想到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奥罗拉星的各种需要善后的事情都已经被乌迪亚解决了，他猜想乌迪亚一定是累坏了。于是他没有反对乌列尔，而是选择了耐心等待。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到午饭时间，乌迪亚依旧没有从房间里出来。这次连乌列尔的脸上也露出了明显的不安。两人相视一眼，默契地站起身，来到了乌迪亚的房间门口。他们轻轻地敲了敲门，乌列尔轻声呼唤着乌迪亚：小阿亚，睡醒了吗？该吃午饭了，你早上就没有吃东西，再不吃饭，胃可是会被饿坏的。然而房间里依旧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回应。二人心中的不安如同潮水般涌来，他们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两人不再犹豫，几乎是同时，一脚将门踢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然而床上的女孩却依旧恬静地睡着，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乌列尔的瞳孔猛地一缩，他的声音中带着急切：乌迪亚，醒醒，快醒醒！他轻轻地摇晃着乌迪亚的肩膀，试图唤醒他。格尔西奥迅速反应，从房间的一角拿出了一个身体检测仪，小心翼翼地扫描乌迪亚的身体。检测仪的屏幕上显示着乌迪亚的生命体征：心率较慢，精神力平稳，意识沉眠。检测报告显示并无大碍，只是在深度睡眠状态。深度睡眠状态怎么会怎么叫都不行？乌迪亚，乌迪亚！格尔西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乌列尔强行镇定下来，他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格尔西奥：格尔西奥，
联系凯洛斯，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带着医疗团队过来。别慌，乌迪亚会没事的。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不容置疑的权威，试图安抚格尔西奥的焦虑。听到乌利尔的指挥，格尔西奥就像找到主心骨一般，迅速联系凯洛斯，并向他说明了详情。凯洛斯沉默一瞬，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奥罗拉星，在这期间，你们两个开启精神领域，不允许任何除克拉克以外的人员接近此地，能做到吗？我会的，我会看好妹妹的。挂断电话，凯洛斯立刻行动起来。他迅速召集了克拉克专用的医疗团队，包括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他们都是领域内的专家，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凯洛斯一边协调团队，一边联系飞船准备起飞。与此同时，格尔西奥和乌利尔在奥罗拉星上紧张地准备着。他们按照凯洛斯的指示，开启了精神领域，确保乌迪亚的安全。这是一种强大的防护措施，能够防止任何未授权的人员接近乌迪亚的房间，保护他免受外界干扰。乌利尔站在乌迪亚的床边，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后悔。他知道乌迪亚如今的沉睡与昨天的强行对他进行治疗肯定脱不了干系。克拉克对外的敌人很多，他们必须保持冷静，为凯洛斯和医疗团队的到来争取时间。格尔西奥则在房间外巡逻，确保没有外人能够接近。不久之后，凯洛斯带领着一队医生急匆匆地赶到了乌迪亚的房间，同行者还有非要跟着的艾利安。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紧迫和关切，步伐匆忙，几乎没有任何停留，直接进入了乌迪亚的房间。医生们迅速展开了检查，他们使用先进的医疗设备对乌迪亚进行全面的身体扫描。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医生们得出结论，乌迪亚的身体机能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生理上的异常。然而，他们的表情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反而更加凝重了。虽然他的身体并无大碍，但是医生顿了顿，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忧虑。他的精神之海一点波澜都没有，非常平静，宛若一潭死水。通常，即便是在深度睡眠中，人的精神之海也会有一些微弱的波动。听着医生的话，凯洛斯迅速反应，利用亲子间精神共调的特性，将精神力探入了乌迪亚的精神之海中，却发现一直在精神之海中沉睡的小白虎竟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他的精神力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而出，试图在乌迪亚的精神之海中寻找那逝去的小白虎的踪迹。凯洛斯的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乌迪亚的问题，更是与克拉克家族天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回想起昨日小白虎那贪婪的吸取他精神力的情景，以及今日乌利尔那异常的平静精神力，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可能：乌迪亚还是没忍心，动用了自己的精神力对乌利尔进行了安抚。他的精神力如同利剑一般，瞬间锁定了乌利尔。他的精神体血虎如同从深渊中苏醒的巨兽，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向乌利尔压去。那股精神力的压迫感，仿佛连空气都在颤抖，周围的一切都在这股力量面前黯然失色。乌利尔很明显猜到了凯洛斯心中所想，是他的错。乌迪亚就是一个小孩子而已，他什么都不知道，是他没有及时阻止。明明凯洛斯早就提醒过他的。两人的精神力在空中碰撞，如同两股风暴的交汇，掀起了精神之海的滔天巨浪。凯洛斯的精神力如同燃烧的火焰，炙热而狂暴，而乌利尔的精神力则如同冰冷的钢铁，坚硬而不可动摇。被二人的精神力压制的众位克拉克惊恐地看着二人精神力的对抗，但很快察觉出某些不对劲的众人眼中闪过了一道惊喜。乌利尔，他的精神力稳定下来了。再联想到如今躺在床上迟迟无法醒来的乌迪亚，众人顿时明白为何凯洛斯会在这种时候对乌利尔动手了。在凯洛斯血虎那几乎令人窒息的威压之下，乌利尔的血虎终于被迫现身。这只血虎平日里威风凛凛，如今却显得异常的温顺和无力，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压制。他没有发出任何咆哮，也没有展现出任何攻击的姿态，只是静静地趴在那里，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战意。这很不正常。按照克拉克的性格，被挑衅到这种地步，哪怕明知不敌，也绝对不可能一动不动，毫无战意。一旁观战的格尔西奥目光锐利如刀，他几乎是立刻就注意到了乌利尔血虎怀中的那一抹不寻常的白色。他的声音划破了紧张的气氛，带着一丝震惊和急切。那是什么？随着格尔西奥的惊呼，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乌利尔血虎怀中那一抹纯净的雪白之上。那不是克拉克血虎应有的颜色，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一种不属于这片土地的纯净。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大血虎似乎感到了不安，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终于忍不住抖动了一下自己的毛发。随着这一抖，一个小巧玲珑的身影从他的怀中滚落出来，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是众人苦寻良久的乌迪亚的小白虎。在血虎那庞大如山的身躯旁，小白虎的身影显得格外娇小，仿佛一个精致的玩具娃娃，乖巧而玲珑。它的体型与血虎形成鲜明对比，让人不禁心生怜爱。当血虎微微抬头，小白虎那柔软的腹部被更多的光线照亮，它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光亮和动静打扰了清梦，带着一丝不满和委屈，发出了一声稚嫩的嘤声。凯洛斯的血虎目睹了这一幕，怒火中烧，他的精神力威压如同狂风暴雨般不断增强，仿佛要将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压缩到极致。在这种强大的精神力压迫下，克拉克的每一位成员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的精神体不约而同地被释放出来，瞬间数只血虎的身影充斥了这个狭小的空间。小白虎似乎在朦胧中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他的小鼻子轻轻抽动，努力地睁开了迷蒙的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只他熟悉的血虎，那是凯洛斯的精神体。凯洛斯的血虎缓缓逼近，
每一步都携带着大片大片的精神力威压，似乎是在警告着什么。乌利尔的血虎虽然心有不甘，但在凯洛斯的威压下，还是不得不后退了几步，让出了位置。凯洛斯的血虎小心翼翼地将小白虎护在自己的肚皮底下，仿佛在用自己的身躯为他筑起一道安全的屏障。小白虎见到了凯洛斯的血虎，就像迷路的孩子找到了亲人，开始撒娇告状，发出一连串的嘤嘤嘤声，似乎在诉说着自己的不满和委屈。凯洛斯的血虎也似乎理解了小白虎的情绪，时不时地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声，仿佛在安慰他，又像是在向乌利尔发出警告。凯洛斯本人看着这一幕，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瞪了乌利尔一眼，眼神中充满了责备和不满。乌利尔感受到了凯洛斯的目光，心中不免有些心虚。他从未想过，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小白虎，竟然被自己的精神体无意中带走了。怎么莫名有种拐卖人家孩子的心虚感？啊呸，那明明也是我自家的孩子。这么一想，乌利尔反而有些理直气壮了，仿佛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小白虎就在附近。乌迪亚在此时突然醒来，父亲，你怎么在这儿？还有姐、姑姑，你们怎么都在啊？还不是担心你，小家伙，你可把我们吓坏了。伴随着乌迪亚的苏醒，众位克拉克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似乎是察觉到气氛的放松，一群血虎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竟逐渐向乌迪亚靠近。乌迪亚也不害怕，反而有些习以为常，甚至时不时地拿自己的精神力光点来投喂他们。精神力光点在他的指尖轻轻跳动，仿佛是活的一样。他轻轻地将光点投向乖乖坐好的血虎们，他们争先恐后地用鼻子轻轻触碰，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吸入体内。格尔西奥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从未见过有人能如此自然地与克拉克的精神体相处，他们好像很喜欢你。要知道，克拉克的精神体以其绝对的排外性而闻名，他们是克拉克精神力的具象化，对外来的力量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即使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也很难打破这层无形的壁垒，更不用说像现在这样，血虎们主动靠近，甚至展现出撒娇般的讨好行为。乌迪亚的声音平静而柔和，他解释道，他们并不是喜欢我这个人，而是喜欢我的精神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的精神力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纯净的能量，他们可以直接吸收和消化，而我也可以在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力量转化为己用，互惠互利，谁也不吃亏。凯洛斯与乌利尔对视一眼，很显然，二人同时想起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看到自家主人被一群血色老虎包围，他也不甘示弱，从凯洛斯的精神体怀抱中挣脱出来，哼哼唧唧地向乌迪亚跑去，仿佛在争宠一般，想要得到他的关注和爱抚。许是他自身便是由乌迪亚的精神力所构成，其他血虎也不和他计较，反而显得格外的宽容友好，一人五虎相处得十分温馨。然而就在这时，凯洛斯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宁静。乌迪亚，我们需要你去检查一下身体，你今天上午的情况真的让我们很担心。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不容置疑的严肃，其他人也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乌迪亚莫名其妙地昏睡了一整个上午，这对于一个未成年的治愈系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治愈系的体质本就脆弱，而未成年的克拉克又有着极高的夭折风险，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也足以让他们紧张起来，采取最谨慎的措施。我没什么事的，应该不用看医生的。乌迪亚下意识开口。乌迪亚，以新身份的第一次见面，你应该不想让他们看着我亲自把你扛到医生面前吧？和乌迪亚相处了6年之久，艾迪安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不用劳烦姑姑，我自己去。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乌迪亚本想挣扎一下，但看着艾迪安的眼神，还是泄了气。在乌迪亚醒来之后，整个克拉克家族的气氛明显放松了许多。虽然乌迪亚坚称自己不需要看医生，但凯洛斯和艾迪安仍然坚持要对他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以确保他的精神力和身体状况都没有问题。乌迪亚最终还是在艾迪安逼迫下进行了身体检查，尽管他努力表现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但当看到医生拿着长长的针管向他靠近时，乌迪亚还是忍不住的害怕。他的心跳加速，手心开始出汗，身体不由自主的微微颤抖。那些在实验室里被迫接受各种实验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让他感到一阵窒息。在这一刻，艾迪安似乎察觉到了乌迪亚的恐惧，他轻轻地走到乌迪亚的身边，伸出手捂住了他的双眼。身为与乌迪亚相处了数年的艾迪安，他当然知道乌迪亚害怕医生、害怕打针这件事。至于为什么，乌迪亚不愿说，艾迪安也舍不得问，但他还是隐约猜到可能与乌迪亚曾经的经历有关。艾迪安的声音在乌迪亚耳边响起，带着一丝戏谑和无尽的温柔。从小到大就怕打针，身为克拉克的小殿下可不能这么胆小，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帮乌迪亚捂住了双眼。乌迪亚感到一阵温暖和安心，艾迪安的手掌遮住了他的视线，也暂时挡住了那些不愉快的回忆。他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但没有用，那一段黑暗的记忆还是就这般出现在了眼前。回忆如同一道道锋利的刀刃，割开了他心中尘封已久的伤疤。他仿佛再次置身于那个充满刺鼻消毒水味的实验室，冰冷的实验台是他童年的噩梦舞台，每一次的束缚都是对他自由的剥夺。他记得那些研究员，他们的眼神冷漠得如同冬日里的霜雪，没有一丝温度。他们的动作机械而熟练，手中的针管和仪器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每一次的接触都带着对生命的漠视。乌迪亚在他们眼中不是一个孩子，只是一个实验品，一个用来记录数据和观察反应的对象。他记得那种无助和恐惧，每一次针头刺入皮肤的疼痛都让他小小的身躯颤抖。那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摧残。他记得自己如何哭泣和挣扎，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实验室里回荡，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他的眼泪和哀求在那些研究员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他们只关心数据，只关心实验的结果。甚至有一次，一个实验员在给他注射了某种未知药剂后，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痛苦的感觉像是要将他撕裂。他的精神力在那一刻失控，像是一头被困已久的野兽，试图冲破牢笼。但最终，他的力量还是被实验室的抑制装置强行压制，那是一种比肉体疼痛更加深刻的精神折磨。而一旁的实验员却视若无睹，甚至于在一旁有些兴奋地记录着他精神力失控的一系列的状态与痛苦。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同情，只有对实验结果的狂热追求。在他们眼中，乌迪亚的痛苦和挣扎只是实验的一部分，是他们追求科学进步的必要牺牲。这些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让乌迪亚感到窒息。他的心跳加速，呼吸变得急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法逃脱的实验室。凯洛斯似是察觉到了乌迪亚状态的不对，下意识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精神力同频在同一时刻开启，他本能地使用精神力来平复乌迪亚情绪的波动，却猝不及防地进入了乌迪亚的那段黑暗的回忆。他看到了那些研究员冷漠的眼神，感受到了乌迪亚身上的痛苦和恐惧。他的心紧紧地揪了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无力感在他的心中蔓延。他看到了乌迪亚小小的身躯在实验台上无助地颤抖，看到了那些针管无情地刺入他的身体，看到了他眼中的泪水和绝望。但是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改变不了过去曾发生的一切，他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着他放在心上的宝贝被人这般无情冷血地对待。凯洛斯的心中涌动着滔天的怒火，他的精神力如同狂风暴雨般肆虐，几乎要将整个房间的气息都凝固。他的目光转向了医护人员手中又细又长的针头，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乌迪亚的记忆中看到的一切。那些针头不仅是实验工具，更是乌迪亚痛苦记忆的化身，是那些无情实验的直接象征。精神力瞬间凝聚，针管在下一瞬间爆裂，碎片四溅，发出清脆的响声。这一突然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凯洛斯，感受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强烈情绪波动。艾利安迅速上前，他的手轻轻放在凯洛斯的肩上，试图用自己的精神力来安抚他的愤怒。大哥，冷静下来。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他知道凯洛斯的怒火一旦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乌利尔也在同一时间释放出了精神力，对凯洛斯进行安抚。毕竟一个 SS 加的精神力拥有者的失控，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绝对的浩劫。他们不像凯洛斯可以通过精神力同频看到乌迪亚曾经的经历，但他们的目光还是不约而同地落在了乌迪亚的身上。凯洛斯一向沉着冷静，情绪稳定，乌利尔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情绪出现任何剧烈的波动，但能让他精神力如此剧烈波动的人，他只见过乌迪亚一个。凯洛斯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失去控制，他闭上了眼睛，强行压制住内心的怒火，再次将精神力集中在乌迪亚身上。阿亚，看着我。凯洛斯的声音在乌迪亚的耳边响起，坚定而有力。你听父亲说，我看到了你的回忆，我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阿亚别怕，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我向你保证，从今往后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你。他的精神力形成了一道屏障，将那些痛苦的回忆隔离开来，为乌迪亚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乌迪亚感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包围着自己，他的心跳逐渐平缓，呼吸也变得顺畅，但他没有说话，他一直没有说话。许久，乌迪亚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而微弱，像是经历了一场风暴后的平静海面，虽然表面恢复了宁静，但深处的波澜依旧在涌动。父亲，是我太任性了，他轻声说道，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深处挤出来的勇气。没关系的，可以继续的，都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抱歉，让各位担心了。此话一出，就连一向万物都不放在心上的乌利尔都忍不住一阵心疼。太乖了，也太懂事了，懂事的让人心疼，但是不需要的。身为克拉克的小殿下，他不想的事情没人可以逼他。他舍不得，艾利安舍不得，凯洛斯也舍不得。格尔西奥，他没有话语权。乌利尔并不知道凯洛斯到底在乌迪亚的记忆里看到了什么才会如此震怒，但能让凯洛斯那般一个冷静自持的人那般动怒，想必结果一定比他想象中的更加残忍，是千倍万倍。乌利尔看着眼前甚至还不到他胸口的小家伙，心里莫名的涌上一阵心疼。这还是一个孩子啊，一个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的孩子。格尔西奥和伊莱像乌迪亚这么大的时候，还是个到处恶作剧，在家人面前上蹿下跳的猴崽子转世呢。不继续了，乌迪亚，没有关系的，你什么都没有做错，不需要道歉。是我不好，是我错过了你的童年，是我没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出现。不想做身体检查，我们就先不做了，没有关系的，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你是我的孩子，你永远拥有拒绝的权利，你不必像曾经那般小心翼翼，哪怕你不听话，哪怕你任性，身为父亲包容一个孩子的任性，那不是理所应当吗？我们回家，父亲带你回家。我们回家，回到家，让阿比盖尔给阿亚做她最喜欢的抹茶小蛋糕。我的阿亚本应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凯洛斯的声音多了几分阴哑，他只是重复着，我们回家，父亲带你回家。我们回家。克拉克宫殿，阿斯兰、伊莱与阿比盖尔一同在门口等待着众人的回归。伴随着新建的着陆，数位克拉克的身影终于出现。1、2、3、4，少了一个，三人并没有说话，但却在意料之中。他们知道，乌利尔这次出行的最大目的，不过是想在临行前，在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小孙子与小孙女，格尔西奥与乌迪亚，仅此而已。而今，他的心愿已了。现在，
他应该已经在审判塔顶层了吧？他们有些悲凉的想。随着众人的身影越来越近，近到可以轻松辨别出每一位克拉克的身影之时，三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喜出望外。父亲、祖父、陛下，您怎么还活着？您竟然还活着？乌列尔虽然能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出对自己的关心，但这话怎么就是感觉不顺耳呢？最终，乌列尔还是没忍住骂了一句：“老子活着腻你们意了吗？”被骂了一句，三人才察觉出自己言语上的不妥。您知道，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乌列尔当然知道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他早就提剑来好好教训一下他们了。克拉克的力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变强。既然已经确定自己目前而言已并无大碍，乌列尔难得的有些手痒，正想找机会与他们切磋一二，却被凯洛斯冷冷开口：“让开，安静点。”阿斯兰他们这才发现，他们当时数漏的一个正在凯洛斯的怀里睡得香甜。所有克拉克瞬间噤声。凯洛斯抱着乌迪亚走进他的寝室，亲自将女儿放在床上，并盖上被子后才转身离开。门外，克拉克在格尔西奥的讲述下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乌列尔精神力风暴解决的事情经过。大哥，对于乌迪亚，你是怎么想的？阿斯兰率先开口。所有人都知道，在六兄弟中，他和凯洛斯的关系最好，但是现在他也有些看不懂凯洛斯的心思了。凯洛斯沉思良久，把拉维斯叫回来吧。提到这个名字，众人忍不住眼睛一亮。拉维斯·克拉克是乌列尔最小的儿子，六兄弟排名第6，年纪仅比伊莱与格尔西奥兄弟俩大4岁。与众多克拉克不一样的是，拉维斯并不是很喜欢打架，反而在医学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与兴趣，尤其是心理医学。或许在帮助乌迪亚走出心理阴影方面，拉维斯将是最好的医生。毕竟所有克拉克都看得出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乌迪亚对于家人的接受上限总是比旁人要高上数倍不止。或许对于拉维斯，可以减轻乌迪亚对于医生以及针剂的惧怕和排斥。乌迪亚对于自己的家人一向亲近且不设防。得到兄长的传令，拉维斯很快便回到了克拉克宫殿。时间正值傍晚，一道修长的身影在克拉克的门口出现。男子身着克拉克通用的黑金色军装，面容温和，五官精致，一双深邃的眼睛仿佛能洞察人心，眼角微微上扬，总是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的嘴角习惯性的挂着一抹微笑，这使得他看起来更加亲切和善，那笑容如同春日的暖阳，温暖不炙热，给人以安心和信任。但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在那些看似温暖的微笑和亲切的举止之下，是他对于家人、责任和守护的极端执着。回来了，还挺快。阿斯兰坐在客厅，第一眼便看到了初回归的拉维斯，撞了撞他的肩膀，将胳膊搭在拉维斯的肩上。长高了。拉维斯失笑：“二哥，我已经25了，早就过了长高的年龄了。”听到动静的众人也迅速来到了客厅。阿比盖尔向拉维斯微微躬身，很高兴再次见面。拉维斯殿下，您喜欢的孜然羊肉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您回家。拉维斯向阿比盖尔点头表示感谢，谢谢阿比盖尔，费心了。克拉克的礼仪一向很好。拉维斯眼神一一扫过周围的家人，终于他的眼神定格在一个较为陌生的身影上。凯洛斯察觉到了拉维斯的视线，向乌迪亚招了招手：“阿雅，过来。”乌迪亚迅速来到凯洛斯身边。乌迪亚，克拉克，我的女儿。拉维斯早就从官网上看到过乌迪亚的影像，但见面还是第一次。拉维斯摸了摸乌迪亚毛茸茸的头发：“你好，初次见面，我是拉维斯·克拉克，你应该喊我一声小叔叔。”“小叔叔好，我叫乌迪亚，是父亲的孩子。”乌迪亚悄悄从凯洛斯的身后探出头来，似乎是察觉到了自己话里的不对劲，他又把自己缩回去，解释道：“我父亲是凯洛斯。”乌迪亚。拉维斯被逗笑了，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已经缩到凯洛斯身后的女孩，一字一顿地念着她的名字，仿佛是在熟悉新的家庭成员的名字。很可爱的名字，是哥哥给你起的吗？他那么冷冰冰的人，竟然会给你起这么可爱的名字？不是父亲取的，但父亲很温柔的，并没有听出拉维斯在逗自己。乌迪亚眼神很认真地为凯洛斯辩解：“哈哈，温柔，对于大哥，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从一个幼崽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评价。”拉维斯笑了一会，突然开口：“你不会害怕我吗？我还以为你会很怕我的。”乌迪亚有些不解：“我为什么要怕你？”“因为大哥说你害怕医生，而我从小学医。”乌迪亚的声音迟疑了一下：“不会，你是父亲的弟弟。”拉维斯笑意渐浓，他还没有见过像乌迪亚这一般柔软温和的克拉克。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爸爸的弟弟，你就不害怕我呢？因为你是家人。乌迪亚的话让拉维斯愣了一愣，笑容开始变得更加真诚。他故意逗弄着这个孩子：“真的不害怕？你会拿针管扎我吗？”乌迪亚突然有些犹豫。拉维斯存心想逗他：“会啊，我可是医生，要是乌迪亚生病了，怎么可以不打针呢？那阿亚好好的，是不是就不用打针了？”乌迪亚吓得立刻缩回了凯洛斯的身后，小心翼翼地从凯洛斯身后探出来。噗嗤哈哈哈！拉维斯还是没忍住笑了出来。乌迪亚有些奇怪，却见其他克拉克也忍俊不禁，虽然不明白，但还是知道他们是在笑自己。躲在凯洛斯的身后，不愿再出来，声音有些可怜巴巴：“父亲，他们笑话我。”凯洛斯轻笑着摸了摸乌迪亚的脑袋，将小姑娘揽在怀里：“小叔叔和你开玩笑呢，别怕，这说明小叔叔很喜欢阿亚呢。”然后将警告的目光扫向其他还在哈哈大笑的克拉克：“是不是呀？”察觉到了凯洛斯语意里的威胁，众位克拉克纷纷点头。拉维斯也迅速认怂。晚饭结束，乌迪亚又和其他克拉克玩了一会就睡了。
其他克拉克并没有早睡的习惯，都在客厅集合。总体来说，结果比我想象中的好一些。他对我并没有什么排斥心理。二哥想的没错，小阿亚对于家人的容忍性要比外人强得多。拉维斯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但他还是怕打针。今天一天，伊莱都很安静，但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乌迪亚。是的，他还是害怕打针，但还好，检查身体、调理身体也有很多不需要打针的方式。只不过我还需要继续观察他对于其他医疗手段的排斥程度。拉维斯点点头，但作为医疗天赋顶尖的医生，哪怕不打针，也局限不了他太多。他不喜欢被束缚，不喜欢病床，可以坐在病床上，但不喜欢躺在上面。好歹也相处了6年之久，艾利安还是比较了解乌迪亚的。这不难，如果只有这些限制条件，那问题应该不大。他害怕白衣白口罩，这是他的记忆里实验员的衣着。凯洛斯突然开口，拉维斯有些好奇地看了凯洛斯一眼，没想到大哥对于小阿亚还挺上心。凯洛斯理所当然地回道：“这是我的女儿，我当然上心。”拉维斯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是对乌迪亚上心，还是对他身上的治愈系精神力上心？凯洛斯定定地看了他一眼，精神力突然爆发，猛地压在了拉维斯的身上。拉维斯，我只警告你一次，若你因为他的治愈系精神力而利用于他，我不会放过你的。精神力跨界的压制让拉维斯险些难以维持战力，他艰难开口：“我说错了，大哥，我不会的。”凯洛斯才将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精神力被收回，拉维斯已然满头冷汗。大哥的精神力又增强了。房间里的气氛因为凯洛斯的精神力爆发而变得紧张。拉维斯的脸色有些苍白，他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显然刚才的压制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大哥，我明白了。拉维斯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敬畏。他知道凯洛斯是认真的，对于乌迪亚的事情，他不会再有任何轻率的想法。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乌迪亚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不希望他被卷入任何危险之中。凯洛斯的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重点照顾了伊莱和拉维斯二人。客厅再次恢复了之前的沉默。我现在可以去看看他吗？拉维斯的声音在静谧的客厅中响起。凯洛斯抬头与拉维斯的目光相遇，他的眼神中有着审视和警惕。片刻后，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可以，但他在睡觉，声音小一些。后面那句话简直就是摆设。克拉克的基础课程中就有着前行一项，可以保证克拉克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无声无息的移动。得到允许的拉维斯站起身，走向乌迪亚的房间，脚步轻盈而谨慎，生怕打扰到他的睡眠。他轻轻推开门，只见乌迪亚蜷缩在床上，被柔软的被子包裹着，他的呼吸平稳而深沉，显然是陷入了甜美的梦乡。拉维斯站在门口，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确保他没有因为不适而辗转反侧。他的目光下意识柔和下来，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侄女产生如此深厚的情感。血缘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却能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感。这种感觉就像是无形的纽带，将两颗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没有任何言语，也能彼此感受到那份特殊的情感。拉维斯站在乌迪亚的床边，他的目光柔和而专注。作为克拉克家族医学天赋顶尖的医生，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趁着乌迪亚熟睡之际，为他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他从随身携带的医疗包中取出了一枚小巧的医疗芯片，这种芯片是克拉克帝国的最新科技，能够在不打扰患者的情况下，通过皮肤表面的接触收集患者的生理数据。拉维斯轻轻地将芯片贴在乌迪亚的手腕上，芯片立即与他的皮肤融为一体，开始传输数据。他的目光紧盯着手中的光脑屏幕，上面显示着乌迪亚的精神力等各项生命体征。数据一项项显示出来，拉维斯的眉头微微皱起。乌迪亚的生理指标虽然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有些数值却接近了临界点，这表明他的身体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精神力的频繁使用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他继续观察着数据，注意到乌迪亚的精神力波动异常平静，这与他治愈系精神力的特性有关。治愈系精神力天生具有安抚和恢复的作用，这种力量不仅能够治愈他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宿主的精神健康。然而，拉维斯也注意到了乌迪亚的精神之海中有一抹不受控制的小型精神力风暴，这是精神力长期过度使用的结果，对于每一个克拉克，这都是必行之路。但乌迪亚才这个年纪，拉维斯的眉头紧锁，他的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担忧。他收回了医疗芯片，轻手轻脚地离开了乌迪亚的房间。他回到了客厅，将检查结果汇报给了凯洛斯和其他家族成员。他的身体状况总体良好，但长期的精神力压力对他的身体仍然有不可避免的影响。拉维斯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忧虑，他已经出现小型精神力风暴了。小型精神力风暴对于克拉克家族的成员来说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这种精神力风暴通常是克拉克成员在成年后精神力达到一定强度时才会出现的现象，但乌迪亚尚未成年，他的精神力风暴来得太过早了些。当然，这也变相地说明了乌迪亚精神力天赋的强大，这是他长期过度使用精神力以及承受巨大精神力压力的结果。拉维斯的声音低沉，他知道这种情况对于乌迪亚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看来，如果不对他的精神力使用加以节制，他可能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更早地走到极限。凯洛斯的脸色也变得异常严峻，他知道每一个克拉克都必须面对精神力风暴的挑战，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最后的终点。但是乌迪亚还太年轻，他的身体和精神都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风暴。他还那么小，凯洛斯的声音有些沙哑。拉维斯，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还那么小，他还是个孩子。凯洛斯一向冷静自持，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
限制乌迪亚使用精神力吗？看着自己的家人一次又一次的将自己放逐，或者在最后关头让自己的家人在审判塔的顶楼度过最后的时光，还是亲手给予自己的家人永恒的沉睡？他已经习惯了，最多就是回到乌迪亚还没出现之前罢了，并且已经足够了。格尔西奥在上一次精神力风暴中平安活了下来，父亲也在最后关头捡回了一条命，妹妹艾莉安也在乌迪亚日渐守护下得以平安归来，他还收获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已经足够了。凯洛斯知足了，但乌迪亚呢？他是否可以平稳地接受家人的离去？在明明身怀治愈系精神力的情况下，却不被允许使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的离去。他不禁自问，是否真的要限制乌迪亚使用他的精神力？是否真的要让他承受这样的痛苦？他舍不得，倒也不至于那么严重。拉维斯摸了摸鼻子，只是限制，但也不至于完全不允许使用。根据检测结果，乌迪亚的精神力目前还处于发育上升期。根据艾迪安的例子来看，只要给予乌迪亚足够的时间，任他成长，他可以在不接近极限的情况下治愈我们所有人。当然，这需要时间，至少现在不可以。在他未成年之前，最好不要进行任何超过他负担的精神力输出了。凯洛斯的眉头微微舒展，拉维斯的话给了他一线希望。他知道，作为父亲，他必须做出最有利于乌迪亚的决定，即使这意味着他必须放手，让乌迪亚去经历成长的磨难。作为克拉克家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治愈系克拉克，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的精神力不仅拥有着治愈他人的力量，更肩负着改写家族命运的重任。这个特殊的设定，无疑让乌迪亚注定要承担起比普通克拉克成员更大的风险与危机。还有一件事，阿斯兰突然开口：“哥哥，资源分配赛快要开始了，这一次乌迪亚是否要随之出行？”资源分配赛不仅是国家实力的象征，更是间接决定了在万国会议上该国家相应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一直以来，克拉克帝国队伍全员均为克拉克亲自出战，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考虑到乌迪亚的精神力目前还处于发育上升期，并且拥有治愈系精神力这一点，使得他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克拉克家族中非常关键的一员。参加资源分配赛这样的重大赛事，无疑能为他提供宝贵的经验和锻炼机会，这对于他的成长和精神力的掌控能力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这样的参与也可能伴随着额外的压力和风险，特别是在他的精神力尚未达到完全稳定的状态之前，这些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算了吧，乌迪亚还小，且需要重点保护，我感觉我可以在观众席上带孩子。乌利尔率先开口：“我也可以。”乌利尔年纪大了，可以去场上和他们做游戏，带孩子好累的，我可以替乌利尔带孩子。格尔西奥立刻接过话茬：“格尔西奥才刚刚成年没多久，哪有什么带孩子的经验？哥哥知道的，我也不是偷懒的人，只是我好歹也带大了2个孩子。乌迪亚又乖巧，我感觉我是场上最有资格陪乌迪亚的人。”阿斯兰也悄悄举手，一脸纯良：“少来，要论有经验，我好歹带了乌迪亚6年，要带孩子也应该我来。”艾莉安也不甘落后，他一脸看透了阿斯兰的表情。众人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平日里争夺的都是上场的荣耀，如今却都在争夺台下照看孩子的名额。凯洛斯被他们吵得脑袋疼：“乌迪亚随我上场，你们确定都想留在观众席是吧？”众人瞬间安静。“你把孩子都带走了，我们还赖在观众席干嘛？格尔西奥还在嘀嘀咕咕，他就一个 S 家的小孩子，你带他上场干嘛？多危险呀！”凯洛斯、其他克拉克、阿斯兰一脸我不认识这玩意的表情。阿比盖尔也是有些无语，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或许格尔西奥殿下，您可能没有留意到，在上一次的资源分配赛中，除了我们克拉克帝国之外，其他进入前3甲的队伍，他们整体的实力水平不过是 A 加级别。即便是这些队伍中的核心成员，他们的实力顶多也只能与我们的小殿下乌迪亚持平。的确，乌迪亚虽然在他们这群生下来就有 S 级精神力的克拉克中 ，S 加级别的评级或许显得并不突出，但当视野扩展到整个竞赛领域之时，乌迪亚的实力就显得格外耀眼。那可是 S 加，但再怎么说，乌迪亚也是以治愈能力为主要属性的，哪怕他在精神力方面继承了克拉克非凡的天赋，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在格斗技能上同样可以与其他训练有素的选手匹敌。拉维斯在这场讨论中也站到了格尔西奥这一边，开始给格尔西奥帮腔。乌迪亚的格斗技巧可是我亲手调教的，怎么，拉维斯，你是在质疑我的实力？听到这话，艾莉安不乐意了，感觉自己的实力受到了弟弟的挑衅。还是说，你觉得最近待得太过清闲，想要和姐姐在训练场上较量一番？拉维斯缩了缩脖子，艾莉安是他们公认的6兄弟中除去凯洛斯最强的一个，据说这次回来他的精神力又进阶了，他可不想挨揍。他连忙摆了摆手，试图缓和气氛。不，艾莉安姐姐，我怎么会质疑你呢？我只是担心乌迪亚在面对那些训练有素的对手时会吃亏。你知道的，我只是出于对小乌迪亚的关心。艾莉安冷哼一声，她的目光如利剑一般锐利，但最终还是缓和了下来。不仅如此，她还是赏金工会里代号灰烬的赤级赏金猎人，榜上有名，战绩可查，似乎是在比赛谁更了解乌迪亚一般。格尔西奥也不甘示弱。拉维斯哑口无言，突然向还在一旁添油加醋的格尔西奥扑了过去。要你说，我不是在顺着你的话想办法让乌迪亚留在观众席吗？你还说，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打不过自家姐姐，还教训不了自家侄子不成？拉维斯被格尔西奥气得不轻，撸起袖子向格尔西奥打去。今天小叔叔就要教你，什么叫做你输打你，不讲道理。他的拳头在空中划过一道道虚影，每一次挥动都带着风声，
让人不敢小觑。格尔西奥的反应慢了半拍，他急忙后退，试图躲避拉维斯的攻击。他的脸上露出了欲哭无泪的表情，一边躲闪一边求饶：“哎呀，小叔叔，别这样，我错了，我只是说说而已。”其他克拉克丝毫没有劝架的意思，最终格尔西奥还是老实了下来。他喘着气，做出一副被打败的样子，向拉维斯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拉维斯见状也停下了动作，翻了个白眼：“二哥，格尔西奥的格斗水平退步了不少，我感觉可以适当给他加2节格斗课，丰富一下他的课余生活。”阿斯兰也点点头。在格尔西奥一脸“你是魔鬼吗”的表情中，拉维斯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凯洛斯在这场家族争论中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周围的喧嚣渐渐平息，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中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威严：“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把乌迪亚留在观众席，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应对其他国家的那堆豺狼政客？”艾利安皱了皱眉，不懂大哥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是他一个人？我也可以陪他一起啊，有我在，谁敢欺负他？其他克拉克家族的成员们原本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嘴唇微微张开，仿佛有千言万语即将涌出。然而，当凯洛斯的话语在空气中沉重地落下，他们的话语却像是被无形的巨手扼住，突然失声。只有艾利安还在问：资源分配赛只需要8个克拉克，咱们6兄弟加上格尔西奥与伊莱，还有乌利尔，算上乌迪亚一共10个克拉克，所以至少要有2个克拉克被留在观众席。那为什么一定要把乌迪亚带到赛场上？刀剑无眼，我知道克拉克从小就是以战斗为天职，但乌迪亚不一样。凯洛斯还是打断了他，他声音低沉，却恍若一道惊雷劈入了艾利安的心中。没有10个克拉克了，西蒙睡着了。艾利安瞬间一怔，他的声音中带着不可置信：“你说什么？西蒙睡了？我们已经没有10个克拉克了？还要我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吗？”凯洛斯声音低沉，仿佛被封锁隐藏在深深的黑暗里的巨兽，悲哀而无力，却又满是力气。气氛瞬间安静下来，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什么时候的事？2个月前，他的精神力风暴爆发，审判塔顶楼给他预备的房间里，他进去了就再也没出来。阿斯兰的声音低沉，每一个字都像是重锤一样敲打在艾利安的心上。艾利安早在7年前就选择了自我放逐到星际之间，对于家族中这样重大的变故，其他克拉克成员甚至都无法联系到他。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悲伤。西蒙从小就喜欢黏着我，这次没看到我，他很失望吧？阿斯兰轻轻拍了拍艾利安的肩膀，声音中带着一丝温柔：“他没有怪你，在最后一刻，他也还在想你。他说，还好艾利安姐姐不在，要不然他一定会很难过的吧？他说，如果你还活着，就让我们转告你，不要为他难过。他只是先去前面给姐姐探探路，就像小时候一样。”艾利安静静地站在那儿，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他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却始终没有言语。周围的空气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悲伤，变得沉重而静谧。其他克拉克家族的成员也感受到了这份沉重，他们纷纷安静下来，不再言语。他们在给艾利安时间，用来面对和消化这突如其来的悲痛。家族血脉的情感纽带在这一刻具象化，所有人都在默默地陪在艾利安的身边。阿斯兰明白他的感觉，每一位克拉克都很重视自己的家人，他们感情都很好，但要数关系最好的还是阿斯兰与凯洛斯、艾利安与西蒙2对。阿斯兰与凯洛斯是他们的大哥和二哥，二人彼此配合，处理了许多弟弟妹妹之间的矛盾。艾利安与西蒙纯粹是实力互补，西蒙格斗水平较差，但论口才方面却是1等1的优秀，几乎是外交部的天才。艾利安实力强悍，但却不会骂人，二人相互配合，一人动口一人动手，哪怕对上其他的克拉克兄弟姐妹，二人的组合也很少吃亏。西蒙沉睡，艾利安一定很难过。艾利安的沉默并没有持续了许久。的确，西蒙的沉睡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他知道，作为克拉克家族的一员，他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命运。他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与平常没什么区别。我没事了，大哥，你继续说吧。凯洛斯点了点头，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妹妹的理解和支持。他知道，尽管艾利安心中充满了悲痛，但他仍然会坚强地继续前行，就像他们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一样。那么，我们来决定资源分配赛的出战名单吧。忙起来吧，艾利安，只有忙起来，经过时间的冲刷，才能让心中的悲痛渐渐平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都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的。目前来看，留守在观众席的名额只有1个，我尊重你们的意见，由你们来推举留守观众席的人选。阿斯兰开口，没有乌迪亚，他可不想在观众席里无聊到长蘑菇，决定祸水东逆。哥哥，我认为乌利尔应该留守在观众席，他的精神力风暴刚刚平息，需要时间来恢复和稳定。阿斯兰的话音刚落，客厅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每个克拉克家族成员都清楚，留守观众席意味着错过一场重要的比赛，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也觉得祖父的经验最丰富，他留下来可以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战略建议。格尔西奥抢先说道，试图将责任推给别人。艾利安点头，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狡黠。父亲的精神力刚刚稳定，他需要保持平静，不适合在紧张的比赛现场。伊莱也加入了讨论，祖父一直是我们的坚强后盾，他留下来可以确保我们的后勤无忧。拉维斯见状也不甘示弱，是的，乌利尔，你的精神力风暴刚刚平息，你需要更多的休息。面对众人的推脱，乌利尔的眉头紧锁，他知道自己的精神力风暴确实需要时间来恢复，但他也不想错过家族的重要时刻。你们这些小家伙就知道把老头子我往外推。
乌列尔故作生气地说，但他的眼中却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阿斯兰见状，趁机加了一把火：乌列尔，你的精神力风暴确实需要更多的休息，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乌列尔知道自己再怎么反驳，也要少数服从多数。他叹了口气，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既然是众望所归，那就这样决定吧。父亲，你留守观众席，负责监控比赛情况，随时准备给我们提供支持。他的话语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凯洛斯作为家族的领袖，他的话就是最终的决定。乌列尔点了点头，虽然心中有些不甘，但他知道这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考虑。好吧，我会在观众席上为你们加油的。克拉克家族的出战名单和留守观众席的人选终于确定。阿比盖尔也适时地走入客厅。陛下和殿下们，时间不早了，大家也该休息了，晚安，各位。晚安，阿比盖尔。克拉克们也给予回复。第二天早上，克拉克宫殿外的气温骤降，寒风凛冽，预示着冬季的临近。宫殿内的壁炉早已点燃，温暖的火光跳跃着，为这个寒冷的早晨带来一丝暖意。乌迪亚的房间内，厚重的窗帘挡住了清晨的寒光，他蜷缩在柔软的被窝中，不愿意离开温暖的床榻。他的呼吸平稳而深沉，显然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中。伊莱在客厅里遇到了早早结束一场训练的艾莉安。小阿亚现在应该还没起床吧？他在冬天一向有赖床的习惯。艾莉安一向了解乌迪亚，提到乌迪亚，伊莱身体有一瞬间的僵硬。自打那次事件之后，乌迪亚就已经好久没有和他亲近了。艾莉安似乎看出了伊莱的心思，一丝恶趣味涌上心头。伊莱，你去把阿亚叫起来，快要到早饭时间了，不吃早饭对胃不好。伊莱有些为难的开口，姑姑，你知道的。艾莉安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他们之间的事凯洛斯早就和他说过了，但趣味上来了，挡也挡不住。他转身就走的动作打断了伊莱的话。伊莱犹豫了一下，还是来到了乌迪亚的门前。艾莉安躲到一个隐秘的角落，看着伊莱的动作，轻笑出声，哪里用得着这么为难。乌迪亚的心性本就柔软，对于家人，他总是格外的宽容和理解。只是因为伊莱一直躲着他，所以乌迪亚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只要伊莱能够放下心中的负担，真诚的去面对乌迪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能得到修复。毕竟艾莉安知道乌迪亚其实早就原谅他了，之前说的那些话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想要故意让伊莱多上那么一点点愧疚罢了，还是小孩子的心思。只见伊莱轻手轻脚地走进乌迪亚的房间，站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熟睡的脸庞。乌迪亚的睫毛微微颤动，似乎在梦中感受到了有人的存在。他的眼睛缓缓睁开，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的人影。在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他一时分不清眼前之人到底是伊莱还是格尔西奥，只是本能的声音软软的撒娇：哥哥，外面好冷，让我再睡一会儿，就一会，好不好？小姑娘声音太软，也太会撒娇，软糯的声音和无辜的眼神同时向你攻击，总是让人难以狠下心来拒绝她的任何请求。作为6年来的同居者，艾莉安太了解这一点了。他知道一旦乌迪亚用那种几乎能融化人心的声音向他撒娇，他就会不自觉地放任乌迪亚多睡一会儿，哪怕知道这样可能会耽误了早饭的时间。伊莱听着乌迪亚的撒娇，有些手足无措。哪怕是那个事情发生之前，乌迪亚也从来没有像如今这般向他撒娇。毕竟当时的他们还不是很熟悉。后来哪怕彼此相熟，乌迪亚也很少会像这般撒娇。头一次经历乌迪亚的撒娇，伊莱还真有点招架不住。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他大概明白艾莉安姑姑给他下任务之时那促狭的笑容是什么意思了。面对乌迪亚这样软软糯糯的撒娇，哪里有人能够狠下心来将他从温暖的被窝中唤醒？好吧，伊莱轻声回答，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妥协与无可奈何。再睡一会儿，一会儿我再叫你。就这样吧，伊莱在心里默默地说，就让他再多睡一小会儿，最多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一定把他叫起来。他悄悄退出了乌迪亚的房间，刚出房间就看到了艾莉安幸灾乐祸的表情。他正在和阿斯兰聊天，见伊莱身后没有人，不由得笑出声。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阿亚那撒娇赖床的模样，伊莱那温柔的性子哪里能把他叫得起来？一旁的阿斯兰也在憋笑，似乎是想给自己的孩子留那么一点点的面子。伊莱很无奈，但还想勉强挣扎1、2，我10分钟之后就去叫他，10分钟之后我一定会把他叫起来的。艾莉安笑得更欢了。行，你加油，小伊莱，我看好你哈。他才不会告诉伊莱他也拥有过和他同样的经历呢。当时他也受不了乌迪亚那个撒娇的模样，和他约定好5分钟之后再叫他起床。结果艾莉安自己很快就被乌迪亚那软绵绵的声音和无辜的眼神所攻略，不想起床的乌迪亚简直就是世界上最会撒娇的撒娇精。5分钟的约定不知不觉变成了10分钟，然后又变成了15分钟。每次当他准备再去叫乌迪亚起床时，乌迪亚总是用那双还没清醒的雾蒙蒙的眼睛看着他，轻声细语软绵绵的撒娇。好姐姐，就再让我睡一会儿嘛，就一会儿。在睡梦中被人一次又一次的叫醒，要换作是他的那几个兄弟姐妹早就去训练场上打架了，唯独乌迪亚他也不生气也不哭闹，就只是软软的说，再让我睡一会儿嘛，好不好吗？艾莉安哪里能招架得住？平日里很少撒娇的孩子，一撒娇真的很要人命。艾莉安的心就在这一次次的一会儿中软化了个10成10。主要是阿亚真的是太会撒娇了。伊莱的声音里满是无奈。什么？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撒娇？哎，小阿亚呢？还没起床吗？你们怎么还不叫他起床？格尔西奥也从楼上下来，看到艾莉安笑得合不拢嘴，不由得好奇地加入了谈话。哦，
我们在说乌迪亚今天早上撒娇赖床的事情吗？艾莉安一边笑着一边解释，伊莱刚才去叫他起床，结果被他的撒娇攻势给劝退了，现在正在努力鼓起勇气，准备再去叫他一次。格尔西奥挑了挑眉，转向伊莱，眼中带着一丝戏谑：伊莱哥哥，你这不太行呀，怎么连叫个小孩起床都这么困难？伊莱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然后悄悄给他挖坑：你这么本事，那把他叫醒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格尔西奥也是真的有坑就跳，语气中带着挑衅：不就是叫醒个小孩子吗？有什么困难的？让开让开，看我的！他迈步向乌迪亚的房间走去，留下艾莉安和伊莱在客厅里相视而笑。阿斯兰看着被伊莱三言两语就忽悠着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的二儿子，不由得捂上眼睛。傻小子，又中计了。房间内，格尔西奥带着自信的笑容推开了乌迪亚的房门，准备用他那兄长的威严来叫醒这个赖床的小丫头。他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始他的叫醒服务。乌迪亚，起床时间到了，不能再睡了。格尔西奥的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然而，乌迪亚只是翻了个身，揉了揉眼睛，用他那刚刚醒来的带着一丝迷糊的声音说：二哥哥，外面好冷，让我再睡一会儿，就一会儿，好不好？格尔西奥看着乌迪亚那副迷迷糊糊的模样，心里的坚定开始动摇。可是，乌迪亚，现在已经不早了，再睡下去可能要错过早饭了。格尔西奥试图坚持，但他的声音已经开始变得柔和。乌迪亚眼睛半眯着，一只手轻轻拉着被子不放，仿佛要与床和被子地久天长。哥哥，好哥哥，我真的很困，就再让我睡5分钟，5分钟就好。开口便是软糯的撒娇。格尔西奥感到自己的抵抗力在迅速下降，他开始理解为什么伊莱和艾莉安都败下阵来。乌迪亚的撒娇简直就是一道无视任何防御的精神攻击，哪怕是铁石心肠的克拉克都难以抵挡。好吧，乌迪亚，就5分钟，5分钟后我再来叫你。格尔西奥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一出房间就看到伊莱和艾莉安正等着他，两人的眼神中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笑意。怎么样，格尔西奥，成功了吗？伊莱调侃道。格尔西奥并不想搭理他，同时送了他一个大白眼。如果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自己钻进了伊莱给他挖的大坑里，那他不是天真，而是真的蠢。艾莉安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安慰，习惯就好，毕竟还有一整个冬天呢。乌迪亚每到冬天总是难以起床，那现在怎么办？实在不行，让阿比盖尔去。我感觉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格尔西奥无奈的开口。正当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凯洛斯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什么事情都找阿比盖尔，要你们何用？他身后还跟着拉维斯、乌利尔和阿比盖尔3人，还有一只，不对，2只。准确来说，是乌利尔怀里抱着一只小白虎，身后跟着一只血虎，血虎的身上的女孩正是他们刚才讨论的对象。大家早上好呀。乌迪亚揉揉眼睛，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小阿亚，大哥居然把你叫醒了。艾莉安一脸惊奇，本来是没有醒的，但是大老虎突然上我床了，还把我给挤下去了，好在有父亲接住我了。刚刚睡醒的乌迪亚软绵绵的靠在血虎身上，抱着暖乎乎的大老虎不撒手。这么说着，看向凯洛斯的眼神中多了些许如沐之色，却忘了如果不是凯洛斯的指示，血虎哪里会把他挤下去？乌迪亚还是太好骗了。在场的克拉克脑海中不由得想到这句话，大哥真不是个东西。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念头。凯洛斯似乎看穿了他们的想法，眼神扫过聚集在客厅里的弟弟妹妹和侄子们，眼神中难得的多了几分幼稚的攀比。他嘲笑道：你们还不如赤牙。赤牙是凯洛斯血虎精神体的名字。艾莉安、格尔西奥、伊莱，不，我们只是没你这么狗。在克拉克宫殿的宁静被突如其来的紧急消息打破时，凯洛斯正与乌迪亚及其他家族成员共进早餐，笑声和谈话声在餐厅中回荡，直到通讯器中传来了一道女子急切的声音：大哥，维斯塔星出现了大规模虫灾，情况非常严重。通讯器中传来露西林、克拉克急促的呼吸声，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显然已经经历了一番激战。露西林、克拉克，上一代克拉克的五殿下，也是凯洛斯的五妹。当乌列尔感到自己接近极限，继而为自己准备后事时，因为不愿让心爱的王后目睹自己失控的一幕，便将自己的王后托付给了他们的小女儿露西林·克拉克。而今听到露西林那边出现了大规模虫灾，乌列尔的心脏猛地一紧，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担忧。维斯塔星的安危关系到整个帝国的稳定，但此刻他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王后维尔拉的安危。维尔拉呢？维尔拉怎么样？你听清楚，我不许你让维尔拉上战场。维尔拉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乌列尔，我知道你在担心我，但我也知道你同样需要我的支持。我在这里组织后勤和医疗队伍，确保前线的战士们能够得到及时的援助。我保证，我会在安全的后方，不会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乌列尔的眉头紧锁，他知道维尔拉作为王后，有着不输于任何克拉克的勇气和责任感，但他也是他最珍贵的人，他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伤害。维尔拉不是克拉克，他只是个普通人，他没有克拉克那般强大的自愈能力，他是乌列尔的珍宝。露西林，你必须向我保证，维尔拉不会参与任何前线的战斗，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保证，父亲。露西林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安慰，他理解乌列尔的担忧，也知道自己的责任。我不会让母亲亲临战场的，但是现在我需要援助。凯洛斯的脸色骤然变得凝重。通常情况下，一场虫灾单凭一位克拉克殿下的力量就足以轻松应对。SS 级的精神力强者在战场上几乎能匹敌3支军队。
然而，现在陆西林却提出了求援，这无疑表明这次的虫灾非同小可。他立刻站起身，命令道：“拉维斯、艾利安、乌列尔，你们立刻准备出发，前往维斯塔星进行援助，人手不够，随时向我汇报。”就在这时，阿比盖尔也匆匆走进餐厅，他的脸上写满了紧急。陛下，我们刚刚接到消息，帝国的中央资料库遭到不明身份者的入侵，里面存放着大量关于帝国安全的重要资料，需要您亲自前往处理。凯洛斯的眉头紧锁，他迅速权衡了两边的紧急情况。维斯塔星的虫灾需要克拉克的力量去平息，而中央资料库的安全同样关乎帝国的存亡。在这紧要关头，凯洛斯必须迅速做出决策，以确保两者都能得到妥善处理。阿斯兰、格尔西奥，你们两个同我一起去处理中央资料库的入侵事件。凯洛斯的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权威。在信息技术领域，阿斯兰和格尔西奥是家族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专长和经验对于解决资料库的危机至关重要。阿比盖尔，去通知艾伯特，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我面前。中央资料库室是由艾伯特掌管的，资料库出现问题，他逃不了干系。一来，阿亚，你们两个留守克拉克宫殿，通过全息星网时刻关注维斯塔星的战况，若有异动，随时向我汇报。阿比盖尔迅速领命，转身前往艾伯特的府邸，传达凯洛斯的命令。乌列尔、拉维斯、艾利安也迅速行动，前往维斯塔星进行支援。伊莱和乌迪亚也对视一眼，他们知道，尽管他们留守宫殿，但他们的责任同样重大。他们必须确保家族的中枢神经克拉克宫殿的安全，同时作为凯洛斯的耳目，密切关注战局的每一个变化。凯洛斯、阿斯兰和格尔西奥也迅速登录内部账号，进入中央资料库。屏幕上的数据流如同混乱的河流，四处逸散，显示着入侵者留下的明显痕迹。看来对方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明。阿斯兰一边审视着系统日志，一边评价道，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轻松，但很快又被紧随其后的严肃所取代。格尔西奥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跳动，他正在追踪入侵者的路径。确实，他们使用的手段并不复杂，甚至有些粗糙，但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手法，却制造了大量琐碎的问题，需要我们逐一解决。凯洛斯的眉头紧锁，他深知这些所谓的小问题累积起来将会耗费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仔细检查每一个数据节点，确保没有遗漏任何被篡改或植入恶意代码的地方。阿斯兰点头同意，他已经开始部署一系列的诊断程序，以便于自动化的识别和修复一些基础的问题。这些修复工作虽然不困难，但却异常繁琐。耐心一点，格尔西奥，这大概要花费我们不短的一段时间。格尔西奥则专注于追踪入侵者的来源。我将设置一些陷阱，希望能够捕捉到他们下一次的行动。同时，我也会尝试恢复被破坏的防火墙，加强我们的防御。时间迅速流逝，三人分工合作，逐渐梳理出了入侵者留下的混乱。虽然对方的技术并不高超，但他们的行动却如同一群顽童在图书馆中肆意翻阅。虽然不难处理，但要将一切恢复原状，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但很快，凯洛斯便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你们觉不觉得这一切似乎有点太过顺利了？凯洛斯的直觉很少出错，他的这番话让阿斯兰和格尔西奥的动作都停顿了一下。格尔西奥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的眼神中也闪过一丝不安。确实，这未免有些太直接了。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们发现他们的行动。凯洛斯紧盯着屏幕，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对方可能是在故意引导我们，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琐碎的问题上。而在此时，艾利安他们击退虫族的捷报也迅速传到了凯洛斯的手里。问题解决得很顺利，但不知为何，凯洛斯却隐隐有些不安。克拉克宫殿在所有克拉克成员都投身于各自的紧急任务之后，克拉克宫殿中只剩下了伊莱与乌迪亚。宫殿内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宁静，只有偶尔传来的通讯器的滴答声打破了这份宁静。伊莱坐在指挥室内，眉头紧锁，他的目光紧紧盯着眼前的屏幕，上面显示着维斯塔星的战况和中央资料库的最新动态。尽管他的父亲和其他家族成员都对这次的任务充满了信心，但伊莱的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乌迪亚的手指在键盘上迅速地敲击着，他正在通过星网密切关注着维斯塔星的战况。他打开了多个窗口，一边查看最新的战报，一边分析着中央资料库传来的数据流。一切都很是顺利，但似乎有点太顺利了。就在这时，乌迪亚的通讯器突然响了起来。他迅速打开通讯器，只见赏金猎人工会的阿莱德发来了一条紧急消息。消息的内容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肃然。乌迪亚，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在刚才，有人匿名在工会暗网下达了一个 SS 级任务，任务目标是活捉克拉克帝国最小的殿下乌迪亚。克拉克，也就是你，单主还额外备注，如果无法活捉，可以即刻击杀，并要求在任务下达后的半个小时后立刻开始行动。由于酬劳丰富且不限制猎人等级，目前已经有3位赤色猎人、20余名黑色猎人、上百名紫色猎人接单了，请务必小心，这可能是一个针对您的阴谋。伊莱注意到乌迪亚的脸色变化，立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乌迪亚将阿莱德的消息展示给伊莱看，伊莱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阿亚，你留在指挥室，不要离开我的视线范围，我必须迅速通知父亲和其他家族成员。伊莱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严肃。乌迪亚点了点头，他知道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严重。伊莱迅速使用通讯器联系所有克拉克成员，但意料之外的，竟谁都联系不上。凯洛斯与阿斯兰那边联系不上，尚在意料之中，毕竟中央资料库除了自身账号以外，
会屏蔽一切外来账号的通讯，但艾迪安那边也联系不上，就不得不引人怀疑了。毕竟虫灾从来都没有屏蔽信号的作用，定是有人在暗中捣鬼，将所有的克拉克都支开，甚至断了他们的通讯。其中的目的已经不言而喻了，这是完全性针对乌迪亚的一场毫不掩饰的刺杀。哪怕没有外援，但身为王储，伊莱的能力从来都不是花架子。他果断地下达指令，动员克拉克宫殿内所有武装力量，全力加强护卫工作。他一边迅速地与宫殿的智能管家进行授权，一边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其立刻启动宫殿内部的全面安全检查。智能管家接收到指令后，立即激活了所有安全系统，开始对宫殿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无死角的扫描，确保没有任何不速之客能够潜入这片神圣的领地。紧接着，他深吸一口气，集中精神，释放出自己强大的精神力。这股力量如同无形的波动，迅速扩散开来，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宫殿的精神力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他的感知变得无比敏锐，任何微小的异动都逃不过他的察觉。乌迪亚则静静地坐在指挥室内，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屏幕。乌迪亚的手指在控制台上轻盈地跳跃，他正在调整安全系统的参数，以确保扫描的精确度和效率。屏幕上显示着宫殿各个区域的实时监控画面，他的目光锐利，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启动热成像扫描。身为克拉克的小殿下，虽然很少使用，但乌迪亚在克拉克宫殿中同样拥有着不低的权限。随着他的命令，屏幕上的画面切换，显示出了热成像的视角。他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热点，分析着是否有异常的温度变化，这可能是隐藏的入侵者或者未被注意到的安全隐患。艾利安将他教得很好，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会依靠家人的菟丝子。宫殿的警报系统突然响起，一道道红光在宫殿内部闪烁。伊莱和乌迪亚的脸色同时变得严肃起来，他们知道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克拉克护卫们都是帝国第一军校的佼佼者，他们反应迅速，将大部分赏金猎人挡在了宫殿之外。然而，仍有几道身影突破了防线，出现在了伊莱与乌迪亚的面前。3名赤猎，1名金猎，真是好大的手笔。乌迪亚的眼神死死地盯着那位看似不显山不漏水的赏金猎人。若不是多年来在赏金猎人工会拼命的经验，他差点就将这个全身上下没有任何身份显露，甚至看似有些平常的杀手给忽略了。金色猎人在赏金猎人工会一向是传说中的存在，明面上蟹猎已经是赏金猎人中接品的天花板，实际上在金猎面前，血猎根本不值一提。成为金猎的要求十分苛刻，只有完成10个 S 加级任务以上的血色猎人才能被称为金猎。金猎一般不下场，除非蟹猎难招架。在赏金猎人工会中，位阶直接决定了行动的领导权。哪怕是已达明面上接品天花板的血色猎人，在金猎面前也只不过是炮灰般的存在。3位蟹猎迅速出手，哎呀，小心！伊莱迅速挡在乌迪亚的前方，他的手中已经握住了剑柄，准备迎战。战斗一触即发，伊莱以1敌2，面对2名赤色猎人的夹击，他的身影如同幻影般在战场上穿梭，每一次挥剑都带着破空之声，展现出了他作为克拉克王储的强大实力。尽管面对2名强大的对手，伊莱依然不落下风，他的每一次攻击都精准而致命，让2名赤色猎人难以近身。他的剑法精准而狠辣，每一次挥剑都让对手难以招架，即使面对2名赤色猎人的联手，他依然不落下风，甚至隐隐有压制之势。身为克拉克的殿下，乌迪亚的战斗力同样不俗，他对上了另一位赤色猎人。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和灵活的身形，乌迪亚在战斗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他的精神力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捕捉着对手的每一个动作，而他的身形则如同幻影般在战场上忽隐忽现，让对手难以捉摸。他不擅长近战，但身法与前行却是一把好手。战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伊莱和乌迪亚凭借着克拉克与生俱来的战斗本能和多年来生死边缘的训练，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每一次挥剑都如同雷霆万钧，每一次闪避都如同流水行云。面对2位克拉克殿下，3名蟹猎感受到了一种几乎窒息的压力，仿佛每一次交锋都是在与死神共舞。然而，这些赏金猎人也并非一羽之辈，他们能够在众多猎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赤色猎人，自然有着他们的独到之处。他们迅速调整战术，开始利用团队协作和各自的特长，对伊莱和乌迪亚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伊莱的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他知道这场战斗远比他预想的要艰难，他必须保持警惕，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他的精神力开始全面释放，形成了一道道精神力的波动，干扰着对手的感知和动作。乌迪亚也感受到了压力，他的精神力开始变得更加集中，他的精神体那只小白虎开始在战场上若隐若现，为乌迪亚提供了额外的支援。小白虎的精神力与乌迪亚的精神力相互呼应，在小白虎的干扰下，乌迪亚的攻击更加难以预测。战斗持续进行，双方都在寻找着对方的破绽。乌迪亚和伊莱虽然凭借高超的精神力在战斗中占据上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势逐渐变小。2人很难将对方完全压制，但对方也很难碰到乌迪亚分毫。战斗的节奏越来越快，双方都在极限中寻找着胜利的可能。乌迪亚和伊莱的精神力虽然强大，但长时间的高强度战斗依然在消耗着他们的体力和精神。血猎们虽然在精神力上不占优势，但他们的默契配合和顽强斗志让他们在这场战斗中依旧保持着并不弱的竞争力。而就在双方打得难舍难分之时，那名一直隐藏在战场之外的金猎出手了。他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突然出现，手中的瓶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准确地投向了战场的中心。小心！
乌迪亚的直觉让他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危险，他猛地将伊莱推开，自己却来不及躲避。瓶子在他们中间爆炸开来，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和刺鼻的烟雾瞬间弥漫开来，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乌迪亚的大脑在冲击波的影响下一片空白，他的意识瞬间变得模糊。就在这时，血烈的攻击已经到了面前，锋利的刀刃在烟雾中闪烁着寒光，直指乌迪亚的要害。伊莱被乌迪亚推开的瞬间，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是可以屏蔽精神力的雾芒弹。云安帝国的特产可以短暂致人失明，造价昂贵，哪怕是云安帝国的贵族，也并不是人人都有。他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愤怒和担忧，他的身体在本能的驱使下迅速反应，他的精神力在这一刻爆发，试图冲破烟雾，回到乌迪亚的身边。三个血猎自然不会给伊莱这个机会，他们利用雾芒弹造成的混乱，迅速调整战术，将攻击集中在了乌迪亚身上。在爆炸的余波中，乌迪亚的意识模糊不清，他的身体本能地做出了防御姿态，但显然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致命攻击。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打破了紧张的气氛：宝宝要吃饭，宝宝不能饿肚肚，欺负宝宝，你们就去死！一个柔软可爱、搭配着精致的金色铃铛项圈的猫咪型机器人管家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上，是凯洛斯曾经送给乌迪亚的那个猫咪型机械管家。短暂失明期间，乌迪亚仿佛听到了他的小机器人的声音：喵喵，喵喵，保护宝宝，任何人都不可以欺负宝宝。平日里温顺可爱的机器人小管家，在察觉到自己的小主人正面临着危险时，瞬间化身为战斗状态。他的身体迅速变形，原本圆润的外形变得锐利而坚固，四肢变成了锋利的刀刃，眼睛闪烁着红光，仿佛燃烧着战斗的火焰。他以一己之身挡住了3名血猎的攻击，动作迅猛而精准，每一次挥击都带着金属的撞击声和火花。本来就要得手了，突然被这么一个小机器人拦住了去路。更可怕的是，这小机器人的战斗力甚至不输于任何一位克拉克的殿下。他们的刀刃和拳头被喵喵的机械臂一一挡下，每一次攻击都被喵喵以更加迅猛的反击所回应。一名血猎不由得暗骂出声：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金烈见形势不对，也终于出手。金烈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冷冽，他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机器人小管家不容小觑。他的动作迅速而果断，从腰间抽出了一对闪烁着寒光的短剑，身形如同鬼魅般向机器人小管家袭去。机器人小管家虽然在体型上不占优势，但他的反应速度和战斗计算能力却异常惊人。他的眼睛中的红光变得更加明亮，仿佛在分析着金烈的每一个动作。在金烈的短剑即将触及他的瞬间，机器人小管家灵活地侧身躲避，同时他的一只机械臂迅速挥出，刀刃与短剑碰撞，发出清脆的金属交击声。这家伙，金烈心中一惊，他没想到这个小机器人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而且力量惊人，竟然能与他抗衡。与此同时，另外2名血猎也加入了战斗，他们从两侧夹击机器人小管家，试图找到突破口。但机器人小管家的战斗模式异常高效，他不仅能够同时应对多个敌人，还能够在战斗中不断调整策略，每一次挥击都精准无比，让血猎们难以找到下手的机会。伊莱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他的心中充满了震惊。这哪里是他熟悉的那个温顺的小机器人管家？眼前的这个战斗机器人，其战斗力之强大，简直就是高智能毁灭者机甲。乌迪亚，你哪里弄来的这么一个大型杀伤性武器？喵喵的强势输出给予了2人充分的调整时间，雾芒弹的作用逐渐削弱，乌迪亚双眼逐渐焕发光彩，他的精神力开始重新凝聚，他的小白虎精神体也变得更加清晰，两者的共鸣再次响起，为乌迪亚注入了新的力量。父亲给我的，并且喵喵本身就是战斗型机器人呀。一来，我也想要。阿斯兰怎么也没给我准备一个。喵喵在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强势，他的机械臂挥舞得更加迅猛，每一次攻击都带着金属的撞击声和火花。他的身体在战斗中不断变换着形态，以适应不同的战斗需求，展现出了战斗型机器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乌迪亚和伊莱也开始行动，他们的精神力和喵喵的机械力量形成了完美的配合。随着伊莱与乌迪亚的加入，战场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血猎与金猎凭借着默契的配合和顽强斗志，尚能在小管家机器人喵喵的攻势下勉强支撑。然而，随着2位克拉克殿下的加入，3名血猎劣势尽显，唯有那名金猎还能支撑些许。金猎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冽，他知道形势已经对他们极为不利。机器人小管家的加入不仅打破了他们原本的计划，更是在战斗力上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他迅速分析了当前的战局，意识到继续战斗下去，他们不仅无法完成任务，甚至连安全撤退都将成为问题。金猎的判断极为迅速，他意识到在机器人小管家的强力干预下，此次行动的成功率已经微乎其微。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血猎们虽然心有不甘，但也明白形势比人强，开始有序地退出战场。在混乱的撤退中，一名血猎在即将消失在视野的瞬间，出于对同伴的掩护，猛然回头投掷出一把锋利的飞镖。这飞镖如同一道暗夜中的闪电，直指乌迪亚的要害，带着破空之声急速袭来。乌迪亚的神经紧绷，他的精神力让他对周围的变化感知极为敏锐，他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躲避这场致命的攻击。然而，就在飞镖即将触及他的刹那，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加快了撤退的步伐。他们知道乌迪亚的精神力攻击只是一个开始，如果继续留在这里，他们将面临更加可怕的后果。
未成年的克拉克，其精神力的活泼性质使得他们在没有经历充分训练和控制的情况下，很难被完全驾驭。在击中目标后，那股精神力并未完全消散，而是在战场上四处逸散，寻找着下一个目标。乌迪亚的意识并没有失控，或许这是治愈系精神力对于拥有者独有的温柔。他尝试着去控制这些逸散的精神力，但他们就像是脱缰的野马，难以驯服。他能够感觉到这些力量的躁动，他们渴望继续战斗，渴望释放更多的能量。就在这紧要关头，精神力同频在凯洛斯察觉到乌迪亚精神力暴动的一瞬间完成连接。他的力量强大而温和，如同一股温暖的潮流，将乌迪亚那四处奔涌的精神力包裹起来，引导他们回归乌迪亚的精神之海。他在教导自己的女儿怎样让这些逸散精神力乖乖听话。他将自己精神力编织成一个温和的网，将那些逸散的力量轻柔地包裹起来，像是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你的精神力是你的延伸，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和意志。当你平静而专注时，他们也会随之平静下来。凯洛斯的声音通过他的精神力传导而来。乌迪亚闭上眼睛，集中精神，感受着那些逸散的精神力。他开始模仿凯洛斯的方法，用自己精神力的触角去触摸那些游离的力量，引导他们回到自己的精神之海。跟随着凯洛斯的引导，乌迪亚逐渐感觉到了那些逸散精神力的回应。他们开始慢慢地听从他的引导，不再像之前那样四处冲撞。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他知道自己正在掌握一种强大的力量。当最后一缕精神力被安抚，乌迪亚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周围已经没有了那些危险的精神力波动，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精神力收回，乌迪亚的理智也随之回归。他转头看向伊莱，伊莱的伤口还在渗血，他的脸色显得格外的苍白。我明明可以躲开的，你过来做什么？身为克拉克，乌迪亚自然知道克拉克自愈能力的强大，这点伤势对于克拉克而言不过是最普通的皮外伤，并且凭借伊莱的身手，哪怕来到自己面前将自己推开，他甚至都可以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怎么可能会被这般粗劣的手段伤成这样？当时他被伊莱鲜血吓了一跳，如今理智回归，他又怎会看不出这分明就是伊莱故意为之？知道归知道，但看着伊莱这副模样，乌迪亚又还是忍不住的心疼。你是傻子吗？哪怕你自愈能力强，但这要多疼啊！这得多疼啊！他一向怕疼，这么多血，凭着以往的经验，他不用猜都知道这一定很疼。他一边恶狠狠地朝着伊莱发泄着自己的怒火，一边又将自己的精神力缓缓地流入伊莱的身体，加速他伤口的愈合，又在自以为他看不到的角度，抬手将自己眼角的一滴晶莹抹去。但克拉克的观察力一向很强，伊莱又一直在注意着他的动作，双管齐下，又怎会注意不到？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他没想到会把乌迪亚吓成这样。他本来只是想借这次的受伤求得乌迪亚的原谅的。别哭别哭，乌迪亚，这只是看着吓人，实际上一点都不疼。但见妹妹吓成这样，伊莱再也顾不上别的了，赶忙哄道：你看你看，血都止住了，伤口也在变小了，甚至都等不到阿斯兰他们回来，基本上就痊愈了。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不该这么吓你。我才没哭，你离我远点。幼稚鬼，和格尔西奥一样幼稚。乌迪亚的小脸被气得通红，怒气冲冲地绕开伊莱，回到指挥室。随着各自手头的事务逐渐得到解决，分散在外的克拉克家族成员们纷纷返回了克拉克宫殿。宫殿的大厅内一片混乱，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乌列尔一踏入这狼藉的现场，便察觉到一丝不妙，周围的气氛安静得出奇。伊莱与乌迪亚之间一句话都不说。克拉克防御系统有打开过的痕迹，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有没有受伤？乌迪亚听到受伤二字，心中怒火如烈焰般腾起。他想起了伊莱故意受伤的情景，那一幕让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强压着怒火，声音尽可能地维持着基础的礼貌。祖父，我先回房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问他。他头也不回，径直走回了自己的卧室，连哥哥都不叫了，甚至连名字都不喊了，一听就知道是生了大气，只留下一脸苦笑的伊莱。伊莱站在大厅中央，脸上挂着一丝苦涩的笑容，他开始讲述起整个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活该！艾莉安插嘴道，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责备，谁让你去逗阿亚的，还把他逗哭了？我把他养这么大都没舍得让他掉一滴眼泪。其他克拉克家族的成员们听到这里，不禁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的表情中透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也算是个奇才，乌列尔也调侃道，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玩笑，但也透露出对伊莱行为的不认同。毕竟小阿亚的脾气一向很好，能让他这么生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幸灾乐祸归幸灾乐祸，但好歹是一家人，他们开始给伊莱出谋划策。凯洛斯认真地看着伊莱，伊莱，你要知道，乌迪亚虽然年纪小，但他的情感非常敏感，他需要感受到你的真诚，而不是你的计谋。乌列尔身为6位克拉克的父亲，磕磕绊绊地将孩子养大，在这方面他很有发言权。并且伊莱，你要知道，靠欺骗得来的原谅从来都不作数，但具体要怎样得到原谅，你应该好好想想正常的办法。他重点强调了正常二字，显然是对伊莱故意受伤的行为表示不认可。可是我究竟该怎么做呢？伊莱迫切地寻求着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向他的家人寻求帮助。格尔西奥在这方面本来也是很有心得的，他从小就喜欢捉弄别人，在道歉方面没有人比他更有经验了。但想到对方是一向好脾气的乌迪亚，格尔西奥又忍不住有些头疼。乌迪亚，他好哄也不好哄，你做错了事情，他很快就可以给予你谅解，
但是那是因为他希望家庭和睦才给出了原谅。他很珍惜他的家人，所以哪怕委屈自己也会选择原谅。但哪怕原谅了对方，他依然会感到委屈，甚至会把这委屈记很长时间。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他不会做任何耍小脾气的事情，他只是不会再次像往常一样靠近你，亲近你。他没有记仇，他不会记仇，他只是记住了这次的难过，他只是单纯的怕疼，单纯的不喜欢这种难过的情绪。但是他又很好哄，只要你给予他最简单的道歉，给他一颗糖，一件小礼物，告诉他对不起，是我错了，下次再也不会了，他就又像某些记吃不记打的小动物一般，毫无防备地走向你。道歉吧。格尔西奥想了很多，最后只给了他这么一个最简单的建议，就这么简单。那再送个小礼物。格尔西奥想到了他们二人和解时的那颗糖果。小阿亚喜欢吃糖，当时我惹他生气了，我道歉，然后给了他一颗糖，我们就和好了。艾莉安一直没说话，他是这里面所有人中最了解乌迪亚的人。根据他对于乌迪亚的了解，他可能早在伊莱第一次道歉的时候就已经原谅了他。如今种种只是伊莱自己在闹别扭，以为乌迪亚还没有原谅他，所以也不敢靠他太近而已。他本来想一直不说话的，但听到格尔西奥还在吹嘘自己仅靠一颗糖果就取得了乌迪亚的谅解时，还是没忍住翻了个白眼。小阿亚从来都不喜欢吃糖，送礼物可以，糖果还是算了。怎么会？他就是吃了我的糖才和我和好的呀。自己去猜为什么。艾莉安懒得搭理这个傻侄子，还是没忍住对自家二哥吐槽，二哥，你家的两个孩子好像都不是很聪明的样子。阿斯兰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事实好像就是如此。经过了一下午通过向心网、身边的朋友、家人、兄弟的求助，伊莱最后确定了自己的道歉总方针。第一步，认错，阐述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第二步，把话说开，说明自己当时的想法以及所做行为的原因。第三步，做出实际行动，送礼物进行弥补。方针已确认，甚至自己在卧室里还练习了好几遍。伊莱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乌迪亚，是我，伊莱，我可以进来吗？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乌迪亚有些冷淡的声音，进来吧。伊莱推开门，看到乌迪亚正坐在窗边，手中把玩着一朵小花，眼神并没有分给他分毫。伊莱走进房间，轻轻地关上了门。他走到乌迪亚身边，小心翼翼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确保自己不会打扰到他的宁静。乌迪亚，伊莱轻声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忐忑，我来这里是想认真地向你道歉。乌迪亚的目光终于从小花上移开，投向了伊莱。他的眼神终于愿意分给了伊莱些许，但他依然没有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伊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中带了些许的紧张。首先，我承认我的错误，我错在试图通过伤害自己来获得你的同情和原谅，这是一种极其自私和愚蠢的行为。我忽略了你的感受，也低估了你对我的关心，是我的错，抱歉。乌迪亚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他没有打断伊莱的话。我当时的想法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你原谅我之前的过失。我以为这样可以趁着你的心软得到原谅，但乌利尔告诉我，基于欺骗行为所获得的原谅是不具备真实价值的。是我的错，抱歉。伊莱的声音渐渐变得沙哑。你是我妹妹，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的隔阂。我害怕失去你的信任和亲近，所以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抱歉。最后，我想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错误。伊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乌迪亚，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希望你能接受。乌迪亚接过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精美的项链，中央镶嵌着一颗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紫色宝石，很明显是用了新的。乌迪亚定定地看着他，你一共对我说了3个抱歉。伊莱垂着头，甚至不敢与他的目光相接，仿佛一个站在审判席前的囚徒，在等待着命运的裁决。乌迪亚看着脑袋都快低到地面上的伊莱，拿起项链，突然笑了起来，大哥哥，我原谅你了。伊莱听到乌迪亚的笑声，心中紧绷的弦终于松了下来。他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期待和不安，你真的原谅我了吗？乌迪亚重新将目光放到他的身上，看着他有些忐忑的神情，给予了伊莱肯定的回复，是的，大哥哥，我原谅你了，或者说我早就原谅你了。伊莱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那你离开克拉克宫殿之前对我说的那些话是故意的，当时听到那些话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很难过？伊莱听到乌迪亚的提问，愣了一瞬，他本身就是极为聪明的人，只是瞬间他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在知道你利用我的时候，我也很难过。乌迪亚的声音轻柔，但却带着不可忽视的锐利。所以哪怕在你第一次道歉的时候我就原谅了你，但是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你应该难过的，我也看得出你当时是很难过的，但是我也很生气啊，当初我明明那么信任你，但你还是利用了我，哪怕事出有因。因为你事出有因，所以我无法怪你，因为你是我的家人，并且真诚地向我道歉，所以我原谅了你。但是这过程中的委屈与难过不是假的，我总要在某些方面给自己找回一些场子。大哥哥，你们都说我性子软，但实际上艾莉安姑姑知道的，我从来都不吃亏。乌迪亚的性子的确温和，但性子温和与好欺负从来都不是划等号的。他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底线，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让步。他重视家人，但不代表他面对家人会毫无底线的让步。他重视亲情，也不代表他会对于来自家人的伤害以德报怨。伊莱仿佛是第一次认识乌迪亚一般，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但又似乎想到了什么，他问道，那你为什么在回到克拉克宫殿之后就再也不与我亲近了？乌迪亚听了伊莱的问题，不由得笑了出来。
哪里是我不与你亲近？你还没发现吗？有好几次我试图打破沉默，想要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时，你总是选择逃得飞快。每次我尝试接近你时，你总是像草食性动物遇到了天敌一般，迅速的逃离现场。现在你居然还要个人先告状的说，是我不与你亲近。伊莱回想乌迪亚回到克拉克宫殿之后，二人的相处，不由得有些为自己愚蠢的行为感到尴尬。他当时只是想着自己做了对不起乌迪亚的事，在联想乌迪亚离开克拉克宫殿之前对自己说的最后那几句话，难免的理智被情绪支配。又经历了凯洛斯与艾莉安为乌迪亚出气，不断增强自己的训练难度等多重事件的干预，让他在心里下意识地认为，就是乌迪亚对他很失望，肯定不会原谅他。但他又没有办法面对乌迪亚原本对他满是亲近信任的双眼中呈现出丝毫的疏离与怀疑，甚至是怨恨。所以哪怕是乌迪亚主动抛出话题，对他发出邀请，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回应。他不敢奢望太多，又无法接受不好的结果，所以他才会想到那么一个故意受伤的蠢办法。他知道乌迪亚会心软，便想借着他的心软来获取他对自己的谅解。但如今他的理智回笼，他却觉得自己这个办法真的是糟透了。一来有些头疼，当时自己怎么就想了这么一个蠢办法？好吧，也怪当时自己的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乌迪亚的性子怎么样？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他重视家人，乖巧，性子软，懂事。既然他愿意主动接近自己，怎么可能是没有原谅自己的样子？是自己想的太多，是自己过于自责，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对于乌迪亚过于在意。过于在意，所以不敢唐突；过于在意，所以小心翼翼；过于在意，所以不敢去赌那不好的可能。乌迪亚将项链戴在了脖子上，紫色的宝石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与他白皙的肌肤相得益彰。他站起身，走到伊莱面前，轻轻拥抱了他一下。谢谢大哥哥的礼物，我很喜欢。伊莱闭上眼，整理好自己的情绪，重新给了乌迪亚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谢谢阿亚的原谅。两人的误会和隔阂终于烟消云散，房间里的气氛也变得轻松愉快。阿比盖尔的声音适时传来：二位殿下，看来你们之间的误会已经有了结果。那么晚饭已经准备就绪，或许你们需要我将二位的座位调到相邻的位置。阿比盖尔敏锐地察觉到二人氛围的改变，他一向细心。二人对视一眼，然后相视而笑，异口同声：谢谢阿比盖尔的好意。是的，我们需要。阿比盖尔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欣慰。好的，我立刻去安排。请二位殿下稍后，晚餐很快就会开始。阿比盖尔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笑意，显然对两人能够和解感到欣慰。他轻轻点了点头，转身去安排晚宴的座位。两人步伐轻快地走向餐厅。餐厅里精致的餐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佳肴，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阿比盖尔已经将他们的座位安排在了一起，这小小的细节让两人的心中都暖暖的。伊莱为乌迪亚拉开椅子，他优雅地坐下，然后他才坐在他旁边。其他克拉克听到声音也开始相继入座，看着二人相邻的位置，克拉克们便知道二人的矛盾已然化解。阿斯兰故意打趣：哟，和好了？怎么这么轻松？阿亚，你还是对他太仁慈了。要放在我身上，不让他围绕着首都星跑3圈，我都不解气。乌迪亚笑着看向伊莱，似乎在考虑这件事情的可行性。我感觉阿斯兰叔叔说的有道理。我可以监督伊莱哥哥，我可以坐在飞毯上看着他跑。格尔西奥举起手，幸灾乐祸地看着伊莱。伊莱一脸懵逼地看着众人。所以不能吧？那可是首都星，哪怕是克拉克，这貌似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看着伊莱的表情，所有人也跟着笑起来，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凯洛斯，嘴角也微微上升了些许的弧度。脑子一时短路，逐渐反应过来，伊莱也露出了笑容。好吧，谁让之前是他做错事了，笑就笑吧，总比之前自己胡思乱想的内容好得多。伊莱无奈地想。晚饭的气氛在伊莱和乌迪亚和解后变得轻松愉快。克拉克家族的成员们围坐在餐桌旁，享受着美食和彼此的陪伴。笑声和谈话声在餐厅中回荡，让这个家显得更加温馨。突然，一道清亮的女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带着一丝玩笑般的抱怨：吃饭居然都不等我。拉维斯没有和你们说我今天回来。众人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形高挑、体态匀称的女子，迈着自信而有力量的步伐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她的外貌融合了克拉克家族的刚毅与女性的柔美，形成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魅力，脸上还带着见到家人的爽朗的微笑。露西琳·克拉克，上一代克拉克的五殿下，伊莱他们的小姑姑。而她身后，一个优雅的女子一步一步地向众人走来。女子穿着一件简洁而不失优雅的长裙，裙摆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摇曳，颜色柔和而不张扬，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的气质。她的高跟鞋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音，每一步都显得格外的从容不迫。她的长发被精心梳理，盘成一个优雅的发髻，每一缕发丝都透露出精心打理的痕迹。大家都在，我回来了。维尔拉·艾迪家族唯一的嫡女，也是乌利尔唯一的王后，也是上一代克拉克的共同的母亲伊莱·格尔西奥与乌迪亚的祖母。维尔拉，乌利尔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那个优雅的女子的身上，又惊又喜，眼神中是藏不住的深情。所有克拉克也相继起身，向维尔拉问好：母亲、祖母，你们终于回来了。乌利尔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欣慰。是的，父亲，我回来了。本来昨天就应该和其他克拉克一起回来的，但因为维斯塔星需要善后，所以今天才回来的。露西琳回应道。维尔拉也向乌利尔点点头，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家族成员，最终落在了乌迪亚身上。看来我错过了不少事情，过来，
小宝贝，或许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维尔拉向乌迪亚招了招手，示意他来到自己身边。乌迪亚第一次见到这般温柔优雅的女子，有点紧张，但还是乖巧的开口：“祖母好，我叫乌迪亚，乌迪亚，克拉克，是父亲的孩子。”拉维斯突然笑出声，他突然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乌迪亚也是这般自我介绍的。维尔拉鼓励似的摸了摸乌迪亚的脑袋，又警告似的横了拉维斯一眼。乌迪亚被拉维斯笑得有些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我的父亲是凯洛斯·克拉克。”而一旁的露西琳似乎才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克拉克家族的新成员的存在。看着娇娇软软、乖乖巧巧的乌迪亚，露西琳眼睛顿时一亮：“囡囡，好可爱的小囡囡！我们克拉克家族竟然也有这么可爱的小囡囡了。”她迅速来到乌迪亚面前，像是看见了什么稀罕物一样，一把将乌迪亚抱了起来，举过头顶，甚至还转了2圈。好软，好轻，还是香喷喷的，好可爱！露西琳，凯洛斯低吼出声，精神力随之释放，似乎是在给予露西琳警告。看着自家妹妹这不知轻重的模样，虽然知道以克拉克的力量承担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重量绰绰有余，但凯洛斯还是一眼不错的看着露西琳怀里的乌迪亚，生怕她一个不小心将自己的女儿摔下来。乌迪亚只感觉一股很大的力道将她带到空中，然后就是一阵眩晕。维尔拉见状，连忙上前制止了露西琳的举动，声音中带着不可违背的锐利：“露西琳，把乌迪亚放下来。”露西琳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她有些不好意思的将乌迪亚放下，然后蹲下身来，平视着乌迪亚的眼睛，柔声对乌迪亚做着自我介绍：“你好，小乌迪亚，我叫露西琳，克拉克是你的小姑姑。”乌迪亚脑袋还有点晕，但他能感受到眼前之人对他并无恶意，反而满心都是喜爱。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可爱的笑容：“姑姑好，我叫乌迪亚，克拉克，姑姑可以叫我阿亚。”露西琳本来就很喜欢可爱的女孩子，看着乖乖巧巧向她问好的乌迪亚，更是喜欢的不得了。维尔拉也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乌迪亚的头发，语气温和：“乌迪亚，这个名字真好听，之前一直听他们提起你，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你比你的照片还要可爱。”乌迪亚的脸微微红了，他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谢谢祖母，您也很漂亮，您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子。”露西琳看着这个乖巧又容易害羞的小家伙，当真是越看越喜欢。再对比起阿斯兰的2个臭小子，不由得对阿斯兰感叹：“二哥，你看，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小囡囡，他好乖，他还会叫我姑姑，他还会害羞，害羞起来小脸红红的，当真是可爱死了。”露西琳一边说着，一边又把乌迪亚从维尔拉的身边抱回了自己的怀里。她轻轻捏了捏乌迪亚的脸颊，眼中满是欣喜。阿斯兰无奈地笑了笑，他知道自己这个妹妹向来喜欢可爱柔软的女孩子，乌迪亚又一向乖巧，露西琳喜欢她也在所难免。露西琳，你这是在嫌弃我的儿子们吗？阿斯兰故作委屈地活跃着气氛。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如果有个像乌迪亚这样的小姑娘，生活会多很多乐趣。露西琳说着，又转向凯洛斯，眼中闪过一丝调皮的光芒：“大哥，我很喜欢阿亚，不如你把乌迪亚借给我做几天闺女，好不好？”凯洛斯看着自家妹妹那兴奋的模样，不禁有些头疼。他知道露西琳向来喜欢香香软软的小姑娘，但他可从来没有想过，她居然敢将主意打在乌迪亚身上。露西琳，乌迪亚是我的女儿。凯洛斯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警告。露西琳却不以为意，她继续逗弄着乌迪亚，仿佛已经将她当做了自己的女儿一般。乌迪亚，你看看，你父亲那么严肃冰冷，他哪里懂得怎么照顾小孩子？你要是做我的女儿，我保证给你买好多好多漂亮的小裙子，我会让你成为最快乐的小公主。露西琳越说越兴奋，仿佛已经看到了乌迪亚穿上那些美丽裙子的模样。乌迪亚也很喜欢这个小姑姑，但还是为自己的父亲争辩着，父亲很好，也很温柔，他还给了我，喵喵。想起凯洛斯送他的那个小管家机器人，乌迪亚眼睛一亮。好了，露西琳，别逗阿亚了，他还是个小孩子，很容易把你的话当真。维尔拉制止了露西琳有些不成体统的玩笑。乌列尔也立刻给维尔拉帮腔，维尔拉说的对，露西琳不像话。维尔拉看到乌列尔，就想起他之前给他自己准备后事，还为了不让自己担心，要把自己送出去的事情，语气里满是没好气。管好你自己，下次再有这种事，你就可以在荒星与虫族待一辈子了。乌列尔自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不由得有些理亏的摸了摸鼻子。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失控的样子嘛。他自然知道这样做是不正确的，但如果有下次，他依然会这样做。他已经习惯了克拉克那诅咒般的命运，却依然舍不得让心爱的维尔拉看到那般残忍的一幕。好歹共同度过了30-40年的维尔拉当然知道他的心思。维尔拉深深地看了乌列尔一眼，他的眼神中既有责备也有理解。乌列尔轻轻叹了口气，做出一副讨饶的模样，嘴角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维尔拉，我知道错了，原谅我这一次嘛，好不好？乌列尔的声音柔和，眼神中带着化不开的深情。维尔拉看着乌列尔那副模样，心中的气也消了大半。他知道乌列尔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他的保护和爱。他轻叹一声，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晚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继续，克拉克们继续用餐。晚饭结束后，克拉克们纷纷离开餐桌。一来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知，格尔西奥早就知道乌迪亚原谅了自己的事实，却不告诉自己而恼怒，拉着格尔西奥上了训练场。拉维斯由于前些天被凯洛斯派发任务，执行外勤，清理周边行星的虫族而疲惫不堪，所以早早回房休息。乌迪亚被露西琳拉着坐在沙发上，听他讲述着星际间的趣事，乌迪亚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惊叹。艾利安也加入其中，炫耀着自己与乌迪亚早早的相识，引来露西琳的羡慕与感叹。
凯洛斯和阿斯兰则在一旁讨论着家族的事务，偶尔也会加入到乌迪亚他们的谈话中，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脑神经。维尔拉和乌列尔则坐在另一侧，轻声交谈着，两人的对话中充满了深深的爱意、思念和对彼此的关心。时间和谐而安宁流淌着，依然是毫无波澜的一天。但莫名的，今天的气氛似乎格外的沉闷。午饭期间，凯洛斯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忽然问了阿比盖尔一句：“今天是什么日子？”回陛下，今天是腊月初2。阿比盖尔回答道。他当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只是他不敢提。但他知道其他克拉克亦是心知肚明。还有3天就是西蒙的生日了呢。艾利安和西蒙关系最好，他记得小时候西蒙是他们几个里最喜欢过生日的克拉克。准确来说，应该是西蒙最喜欢拆礼物了。就像是话赶话说到了一般，艾利安还是没忍住提了一嘴：“西蒙叔叔。”身为克拉克帝国的子民，哪怕从来没有见过西蒙·克拉克，但乌迪亚早在刺杀任务开始之前就知道西蒙的名字。只是来到克拉克宫殿这么久了，他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叔叔。西蒙·克拉克，乌列尔与维尔拉第3子，上一代克拉克的4殿下，在乌迪亚出现在克拉克宫殿的1个月之前，便因为精神力风暴而被迫沉睡了。只是官方消息并未公布，所以乌迪亚不知道也正常。西蒙叔叔会回来过生日吗？我好像还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气氛瞬间一僵。凯洛斯摸了摸乌迪亚的脑袋，还是没舍得让他提前知道西蒙的情况。再等等，他还太小了，真相过于残忍，他还远远不到知道真相时候。西蒙一向喜欢偷懒，懒得应付人来人往的生日宴会，这次生日可能也不会回来了。凯洛斯顿了顿，但阿亚可以给西蒙叔叔准备一个小礼物，西蒙叔叔一定会很喜欢阿亚的礼物的。乌迪亚点点头，我知道的，父亲，我会的。室内的气氛依旧笼罩着一层难以言说的沉重。乌迪亚对于情绪的感知一向敏感，轻易地捕捉到了这股微妙的变化。他的内心如同被一层薄雾轻抚，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这种不寻常的沉闷感让他的好奇心暂时收敛，不再追问原因。晚餐后，乌迪亚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思考要为这个从未谋面的西蒙叔叔准备什么样的礼物。他记得艾迪安说过，西蒙喜欢拆礼物，那么他一定要准备一个既特别又能让西蒙喜欢的礼物。他通过精神力连接星网，开始搜索适合西蒙的礼物。他浏览了各种星际间的特色商品，从精美的艺术品到实用的工具，从珍贵的宝石到稀有的植物。他想要找到一个能够代表他心意的礼物，一个能够让西蒙感到惊喜的礼物。最终，乌迪亚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古老的音乐盒上。这个音乐盒是由一位著名的工匠手工制作的，它的外壳镶嵌着精美的宝石，内部则装有一首经典的星际旋律《银河里的故乡》。这首歌是由一位名叫艾琳娜的流浪歌手创作的。艾琳娜出生在艾瑞斯星，她的童年充满了星球的自然美景和和谐的社区生活。那个星球的人都喜欢旅游，但他们都知道，外面的世界再美，那都不是自己的故乡。艾琳娜在游历世界的途中，带着对家乡的深深怀念，创作了这首《银河里的故乡》。这首歌以其悠扬的旋律和充满乡愁的歌词，迅速在星际旅行者中传唱开来。它不仅是对家乡的怀念，也是对家人惦念的表达，成为了一首象征家和希望的歌曲。它提醒着每一个听到它的人，无论身在何方，家乡的温暖和记忆永远不会消失。乌迪亚很喜欢这首歌背后的感情，他虽然不知道西蒙的喜好，但踏印着这首歌的音乐盒既精致又有意义。他立刻下单购买了这个音乐盒，并附上了一张手写的卡片，稚嫩的笔触写着对于家人最单纯的祝福，祝西蒙叔叔天天开心，不止生日，天天都要开心。在卡片的最后还画了一个简笔画的笑脸，笑脸眼睛弯弯，嘴角上扬，稚嫩又可爱。音乐盒在第2天就送到了乌迪亚的手中，他轻轻地解开包裹，如同揭开一个珍贵的宝藏。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音乐盒上，那些镶嵌的宝石在光线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宛若银河中璀璨的星辰。乌迪亚仔细检查了音乐盒的每一处细节，确保它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后，他将手写的卡片放入了音乐盒中，轻轻地合上盖子，仿佛将他的祝福和心意一同锁在了这个小小的宝盒里。乌迪亚将音乐盒交给了凯洛斯，希望他能代为转交给西蒙。凯洛斯接过音乐盒，看着女儿单纯的面容，他能感受到乌迪亚对西蒙的关心和祝福。想起自己已然陷入沉睡的弟弟，凯洛斯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但他还是轻声承诺，一定会将这份礼物送到西蒙的手中。随着西蒙生日的逐步临近，克拉克家族的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行了，孩子们，振作起来，你们都是大孩子了，应该习惯这种事情的发生了。还是乌列尔率先开口，将沉闷的气氛打破。人只有闲下来，才有时间胡思乱想。乌列尔现在发现这句话当真是至理名言，所以乌列尔决定给他们找点事做。既然最近大家都闲得没事儿，那我们不妨将目光放在我们的小乌迪亚身上，训练未成年的小克拉克。这个活动或许大家会喜欢的。与乌迪亚有关的活动一向会受到大部分克拉克的追捧，克拉克们很快便通过了这个提议。而他们训练的第一课就是帮助乌迪亚了解克拉克宫殿中每个角落的视觉死角。这对于克拉克家族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毕竟每一位克拉克家族的成员都是克拉克帝国的顶梁柱，他们耀眼而夺目，却也承担了不少其他帝国嫉恨的目光。上次的刺杀事件不过是他们一生中可能遭遇的无数次暗杀中的一次，未来他们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危险的威胁。
因此，熟悉克拉克宫殿中每一个位置的视觉死角，对于克拉克家族的成员来说，不仅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更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今天为乌迪亚上课的克拉克是艾利安，这是他们通过训练场的战斗确认下来的顺序。艾利安昂首挺胸地从他们的身边经过。不公平，艾利安姑姑都已经突破高阶 SS 了，与我们对打，实在是有些欺负人。格尔西奥，克拉克里除去乌迪亚以外，战斗力垫底的存在，叫嚣着比赛的不公平。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决定顺序的方式？对于我和伊莱一点也不公平。乌里尔轻笑着，仿佛抚摸狗头一般，揉了揉格尔西奥的脑袋。哦，我可爱又可怜的格尔西奥，你是对于制定规则的我有什么不满吗？格尔西奥看着目前克拉克里辈分最高的乌里尔，敢怒不敢言，只得小声的嘀咕：那你也没有拿到第一顺序的资格吗？乌里尔丝毫不在意。但我是第二个呢。那是因为凯罗斯懒得和你们争，要不然你连第二都拿不到。格尔西奥还是没有忍住开口吐槽。乌里尔也不反驳，只是将目光转向了在一边不说话的拉维斯。年纪又不代表一切，你看伊莱，他可不是倒数第二呢，是不是，拉维斯？倒数第二的拉维斯并不客气地给了乌里尔一个肘击。我感觉也是，年龄不等于一切，排名并不是第一，但年纪最大的乌里尔阁下，你说是不是？伊莱看着自家弟弟被乌里尔气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没忍住对了乌里尔一句：乌里尔，小伊莱，你还是不说话的时候更可爱一点。艾利安作为克拉克家族中的一员，不仅在战斗技巧上出类拔萃，更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和面对危机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深知，对于乌迪亚这样的年轻一代来说，掌握这些生存技能的重要性不亚于掌握任何一种战斗技巧。乌迪亚，今天我们将从宫殿的外围开始，逐步深入到内部结构。他们首先来到了宫殿的外围，艾利安详细地向乌迪亚解释了如何识别和利用自然景观作为掩护，比如茂密的灌木丛、高大的雕像背后以及曲折的回廊。乌迪亚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点头，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思考的光芒。随着训练的深入，艾利安开始引导乌迪亚进入宫殿的内部，这里的视觉死角更加复杂和微妙。他们穿梭在错综复杂的走廊和楼梯间，艾利安一边走一边指出那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角落，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成为逃生或隐藏的绝佳地点的位置。记住，乌迪亚，艾利安边走边说，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和警觉是最重要的。你的直觉和对环境的敏感度将是你的第一道防线。乌迪亚紧随其后，他的小手不自觉地抚摸着墙壁，感受着每一块石头的质感，试图将这些信息深深地刻在记忆中。他知道，这些知识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他生存的关键。随着训练的深入，乌迪亚逐渐学会了如何在宫殿中穿梭，如何在危机中找到最安全的路径，如何在必要时隐匿自己的行踪。那么，我们该准备进行实战了。将一切理论知识全部教授给乌迪亚之后，艾利安便摩拳擦掌，准备为乌迪亚进行实战练习。艾利安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中回荡，他的眼神中难得地闪烁着兴奋和期待。实战练习对于乌迪亚来说，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重要一步。好的，艾利安姑姑，我准备好了。乌迪亚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紧张，但更多是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的跃跃欲试。实战练习以一种古老而有趣的游戏捉迷藏的形式进行。这个游戏不仅能让乌迪亚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还能锻炼他的反应能力和隐蔽技巧。规则很简单，艾利安解释道，我将给你30秒的时间进行隐藏，你要利用你学到的知识，找到宫殿中的视觉死角，尽可能的隐蔽自己。如若被我发现，那便开启逃亡模式。你可以使用宫殿中里一切可以利用的事物为我设定阻碍，在这期间，我们之间但凡有丝毫的身体接触，都算你的训练失败。游戏时间暂定1个小时，1个小时之内，若是你能成功躲避我的搜寻与追捕，而不被我触碰分毫，便算你胜利。训练开始之前，艾利安还好心提醒乌迪亚，尽可能的不要进入逃亡模式，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视觉死角进行隐藏。如果进入逃亡模式，相信我，凭你现在的实力，你在我面前连半分钟都支撑不了。乌迪亚点点头，他自是知道这一点的。那么，准备好了吗？3、2、1，训练开始。实战训练在紧张而刺激的氛围中开始了。乌迪亚的心跳加速，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计时器。当艾利安宣布开始时，他立刻像一只敏捷的小猫一样，迅速消失在宫殿的走廊中。他首先选择了一个他认为非常隐蔽的角落，那里有着茂密的植物和错综复杂的雕像，可以为他提供很好的掩护。乌迪亚如同一只潜伏在暗夜中的猎豹，他的身体紧贴着冰冷的石像，每一次呼吸都小心翼翼，仿佛连空气都不愿惊扰。他的眼睛睁得滚圆，鼻翼微微翕动，仿佛在用尽全身的感官去感知周围的一切细微变化。然而，即使是这样精心选择的藏身之处，也依然没能逃过艾利安的眼睛。4分钟后，艾利安的身影出现在了乌迪亚的视线中，他被发现了。乌迪亚并没有气馁，他知道这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他认真地听着艾利安分析他的错误，并在下一次尝试中进行改进。第二次，乌迪亚选择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利用宫殿的内部结构找到了一个光线较暗的角落。精神力的高度集中让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倾听，每一根神经都在警戒。这次他勉强坚持了10分钟，才被艾利安找到，显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乌迪亚逐渐掌握了如何更好地利用视觉死角和环境来隐藏自己。他的成绩也在稳步提高，从12分钟到15分钟，再到19分钟，最后达到了23分钟。尽管乌迪亚始终没有成功躲避艾利安的搜寻，但他的进步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艾利安的严格态度让乌迪亚始终无法在训练中获得一次成功。
艾莉安，你这是在训练还是在折磨人啊？乌迪亚才多大，你就不能稍微放点水？阿斯兰忍不住抱怨。他看着乌迪亚一次又一次被找到，在逃亡中一次又一次被抓，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心中对于始终不肯放水的艾莉安难免的闪过一丝不满。艾莉安眼神中同样闪过些许的不忍，这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他怎么可能不心疼？但声音中却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强硬。二哥，这不是放不放水的问题，阿亚是我们家族最小的孩子，他必须学会如何在危险中生存。如果连我都对付不了，他将来如何面对真正的敌人？乌利尔也加入了讨论，他的眉头紧锁，语气中带着些许的恻隐之情。艾莉安，我知道你是为了乌迪亚好，但他还是个孩子，这样的训练对他来说是不是太苛刻了？更何况这世间又有几个敌人能够与世间最强大的克拉克匹敌？艾莉安转过身，面对着乌利尔，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父亲，正是因为他年纪还小，我们才要更加严格的训练于他。克拉克家族没有弱者，阿亚也不会是例外。更何况他自己都没有放弃，不是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乌迪亚进步飞快。与此同时，乌迪亚对克拉克宫殿布局的熟知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如今的他能够精准地指出哪些地方是视觉死角，哪些地方可以通过环境色彩的变化来实现隐蔽。他知道哪些走廊在特定时间会因为光线的折射而形成阴影，哪些房间的布局可以让他的身影与周围的装饰融为一体，几乎无法被察觉。他甚至学会了如何利用宫殿的建筑特点来隐藏自己，甚至能够预测艾莉安的搜索路线，提前布置好自己的藏身之处，这使得他的每一次的躲避都更加巧妙和难以捉摸。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进步着，在最近的一次训练中，更是取得了隐藏时间53分钟的优秀成绩，距离训练成功只剩一步之遥了。好吧，再进行最后一次实战训练，今天的训练就先到此结束了。艾莉安伸了个懒腰，她非常满意的看着眼前这个看似娇娇软软，实际性格格外坚韧的小姑娘，她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好的，艾莉安姑姑，我准备好了。乌迪亚的声音中带了些许的疲惫与即将下课的雀跃。他的性子很好，哪怕失败了这么多次，也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一声累。但即便如此，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失败，还是在乌迪亚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些许的阴霾。听到终于要结束训练的消息，他的心情难免有了些许孩子气的欢愉。那么，最后一场训练，3、2、1，开始。随着艾莉安的一声令下，乌迪亚像一道影子一样消失在宫殿的走廊中。他的动作轻盈而迅速，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确保不发出任何声响。他利用宫殿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通道、每一次转弯，像是在和艾莉安进行一场智力和耐心的较量。乌迪亚的心跳在胸腔中快速而有节奏地跳动着，他的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确保没有被艾莉安发现。他的步伐轻巧，如同一只在森林中前行的猎豹，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凯洛斯的书房。这是他之前几次训练都从未踏足的地方。克拉克宫殿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禁地，而宫殿内部也只有克拉克的殿下才有权通行，所以不会存在什么秘密文件泄露的情况。每一位克拉克都对自己的家人格外放心。书房很大，陈设却很是简单，以实用和效率为主。书架、落地灯、黑金石办公桌椅与一张简约舒适的沙发，一眼望去很难找到任何可以藏身之的地方。但目前看来，乌迪亚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再寻他处了。训练的本能让乌迪亚在书房之中迅速寻找可供藏身的视觉死角，但在这过程中，乌迪亚的目光突然被一个精致的古董花瓶所吸引。带着些许古典韵味的古董花瓶与书房中充满现代感的装饰格格不入。很漂亮的小玩意，但这怎么会出现在凯洛斯书房里？乌迪亚记得父亲一向不喜欢这种华而不实又脆弱的东西，但时间有限，容不得他多想。乌迪亚小心翼翼地绕过古董花瓶，生怕不小心触碰到它而发出声音，将艾莉安吸引过来。然而就在他准备继续前进之时，他的衣角却不小心刮到了花瓶的边缘，他摇摇欲坠，看上去很是吓人。乌迪亚心中一紧，迅速伸出手去稳住花瓶，以免他倒下发出声音。就在他触碰到花瓶的瞬间，他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震动，他的手指不小心按到了花瓶底部的一个隐蔽的凸起，这显然是一个精巧的机关。随着机关的触发，克拉克宫殿智能管家的声音突然从乌迪亚耳边响起，但声音却意外的没有外散，似乎是什么特殊的保密措施。第一，正在核验身份核验通过。乌迪亚小殿下，欢迎来到地下书房。随着智能管家声音的响起，墙壁上一幅描绘着家族荣耀的油画悄然移开，露出了一道隐蔽的暗门。这道门与周围的墙壁完美融合，若非仔细观察，几乎无法察觉其存在。暗门缓缓开启，伴随着轻微的机械声响，这声音在静谧的书房中显得格外清晰。门缝中透出一缕微弱的光线，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邀请。乌迪亚站在暗门的门槛上，心跳如擂鼓般激烈。他的目光在暗门与书房之间徘徊，显露出他内心的挣扎。他对这个秘密空间的用途一无所知，担心未经允许的擅自闯入会让凯洛斯陷入尴尬的境地。但是随着艾莉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已无暇再做犹豫。父亲曾说过，作为克拉克家族的小殿下，我可以前往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更何况我只是暂时躲避一下，不会触碰任何东西，父亲应该不会因此而生气的。乌迪亚自己对自己说道。乌迪亚轻手轻脚地踏入了那片似乎被时间遗忘的空间。随着他的脚步的进入，那扇暗门在他身后悄然合拢，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将他与外界彻底隔离。地下书房内一片漆黑，仿佛连光线也不愿涉足这片隐秘之地。
在黑暗中，精神力成为了乌迪亚最可靠的感官。这是凯洛斯教给他的一种简单却极其有效的精神力运用技巧。在黑暗中，乌迪亚闭上眼睛，释放出他的精神力，让他成为他探索这个隐秘空间的最大指望。地下书房的面积并不大，而一个接近2米的琉璃箱子就占用了书房面积的1/4。琉璃箱子的材质很特别，明明看上去晶莹剔透，却完全无法窥视内里的状况。箱子的周围摆满了曾经乌迪亚在审判塔的顶楼所看到的能够抑制精神力使用的血晶，但万幸，血晶的数量并不多，至少无法对现在的乌迪亚造成任何伤害。乌迪亚只看了一眼便收回了视线，不要过分好奇自己不该好奇的东西，是他从小到大的生存准则。门外，艾莉安的声音也传入了他的耳朵。智能管家，乌迪亚有没有来过这个房间？乌迪亚，他突然就知道了为什么之前艾莉安为什么那般轻松找到他的原因了。这不算作弊吗？然后他听到智能管家对于艾莉安给予了回复，身份验证通过，艾莉安殿下日安，很抱歉，在陛下的书房，您没有权限查阅小殿下的踪迹。艾莉安，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智能管家继续回复，在克拉克宫殿中，除去凯洛斯陛下、乌利尔陛下、伊莱殿下以外，所有克拉克殿下都拥有着同样的权限。作为监护人，您自然可以得知未成年的小殿下的踪迹所在。但是在凯洛斯陛下的私人领域，乌迪亚小殿下拥有着除陛下以外的最高权限。所以很抱歉，艾莉安殿下，您没有权限查阅小殿下的踪迹。艾莉安，大哥就没有给我留过什么专属权限吗？智能管家似乎查询了一下，然后语气十分肯定。是的，艾莉安殿下，不过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作为除去陛下以外的战力最强者，您拥有使用克拉克宫殿护卫队的第一权限。对于这个答案，不知殿下是否满意？艾莉安，大哥可真是看对起我。最后4个字，艾莉安简直是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出口。谁稀罕那劳什子宫殿护卫队的第一权限？那不就是个克拉克宫殿安保大队长的工作吗？有事时一切需要他在前面顶，没事时这个权限他也一直用不上。好的，我会向陛下转达您对于该项权限的喜爱。智能管家一丝不苟地回答。艾莉安，谢谢。不客气，艾莉安殿下。暗中观察的乌迪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艾莉安与智能管家的对话。他看到艾莉安那副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紧紧抿唇，肩膀微微颤抖，显然是在强忍着笑意，不敢让笑声泄露出来，生怕被艾莉安发现，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力正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一般，好奇地围绕在装满血晶的琉璃箱子周围徘徊。那琉璃箱子里似乎藏有什么特别的宝贝，对于他的精神力有着格外的吸引力，甚至就连抑制精神力使用的血晶都难以压制住他的精神力的活跃。在确定自己没有办法从智能管家的口中得出乌迪亚的踪迹后，艾莉安亲自检查了一遍凯洛斯书房的各个视觉死角，最终还是无功而返，只得换个地方继续搜寻。与此同时，在克拉克帝国的议事大厅，凯洛斯正襟危坐，外表上显得专注而严肃，目光却穿透了大厅的喧嚣，不知看向了哪里。他正在参加1年1度的述职大会，这是一个展示帝国各部成就和规划未来的重要时刻。然而，在这庄重的场合，凯洛斯的精神之海却有一丝微妙的波动。他再次感受到了自己的精神力莫名其妙被牵引乃至消失的情况的发生。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他甚至不需要探查自己的精神之海，就意识到这是乌迪亚在无意中与他的精神力再次产生了某种特殊的联系。凯洛斯瞬间挺直了腰背，调动精神力，使用反追踪的方式查看了乌迪亚目前的精神状态，清醒、活跃、高度集中，甚至还有些忍俊不禁。凯洛斯对于自己探查的结果有些不敢相信，但神情还是微微放松了下来。经过多次的验证，凯洛斯确信这种精神力的流动并不会给乌迪亚带来任何伤害后，选择了顺其自然。他放纵了乌迪亚的精神力对于自己的精神力偷运的行为的继续进行，没有任何的防备，没有任何的反抗。你想要我就给，我的女儿，想要什么是不可以获得的呢？在领袖台上，凯洛斯的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台面，这个动作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他在深思熟虑某个重大议题。大厅中的贵族和官员们都在猜测，陛下如此专注，一定是在考虑关乎帝国未来的大计。然而只有凯洛斯自己知道，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千里之外。他在思考，这次出外勤归来应该给乌迪亚带回什么样的礼物呢？阿斯兰曾说过，幼崽是一种很会蹬鼻子上脸的生物，告诉他对于幼崽不能一直骄纵着长大。但女孩子和男孩子又怎么会一样？他的女儿哪怕骄纵着长大又有什么不可以？他的父亲年纪还不是很大，足够为他支起一片任由他打滚胡闹的天地。一向理智霸道的克拉克君主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几乎毫无底线。由于艾莉安没有进入地下书房的权限，毫无疑问的，乌迪亚通过了这次的训练。随着艾莉安的通讯器上计时器的最后1秒归零，整个克拉克宫殿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拉维斯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走到乌迪亚面前，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干得漂亮，小阿雅，你今天的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艾莉安，这位在训练中总是不苟言笑、严格要求的教官大人，此刻脸上的严肃已经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温柔的微笑。他缓缓走向乌迪亚，步伐中透露出一丝轻松，仿佛卸下了一天的重担。他来到了乌迪亚的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脑袋，那动作中充满了赞许和鼓励。好了，乌迪亚，今天你做得很好。艾莉安的声音柔和，与训练时的严厉截然不同。你的进步非常快，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艾莉安的眼神中满是骄傲和欣慰。
在这一刻，他终于褪去了严厉的教官的外衣，变回了那个可以光明正大的拥抱自己侄女的姑姑。乌利尔的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他故意装作一副好奇的模样，走到乌迪亚面前，夸张地夸奖着：“哦，我的宝贝小阿亚，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在艾莉安的眼皮子底下藏这么久？要知道，艾莉安搜寻线索的能力，哪怕是在我们成年克拉克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呢。”乌迪亚被乌利尔夸张的表情和语气逗笑了，他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祖父，这可是我的小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哦。乌利尔故作失望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唉，我还以为能得到点什么独家消息呢。乌迪亚，你真是个机灵鬼，连祖父都要瞒着。格尔西奥立刻意识到了乌利尔的用意，他快步走到乌迪亚身边，轻轻咳嗽了一声，打断了乌利尔的好奇。乌利尔，你这是在干什么？明天给乌迪亚上课的教官，我记得是你没错吧？提前打探消息，你这不是耍赖吗？乌利尔被格尔西奥戳穿了小心思，也不尴尬，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小心思被看穿了，但他并不在意。作为克拉克家族的一员，他们每个人都擅长在各种情况下获取信息。阿斯兰也加入了进来，他笑着把乌利尔挤到了一边。父亲，您就别欺负小阿亚了，他今天已经够累了，让他好好休息吧。乌利尔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他的眼中仍然闪烁着不放弃的光芒。好吧，好吧，我不问了。但乌迪亚，你可得准备好，明天的训练可能会更加有趣哦。乌迪亚也很给面子的点了点头。真的吗，祖父？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乌迪亚由于经历了一天辛苦的训练，早早的就被其他克拉克们送回了卧室。露西林甚至还提出要给乌迪亚讲睡前故事的建议，不过被艾莉安驳回了。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大概是在打算给阿亚讲睡前故事的时候，自己先睡着了，然后顺势留在阿亚的房间，是吧？露西林被戳穿也无所谓，反而更加的理直气壮。那怎么了？我是女生，阿亚也是女孩子，并且阿亚还没有成年，作为长辈，我哄阿亚睡觉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艾莉安决定放弃与露西林讲道理，直接提起拳头向露西林扑了过去。姐姐，我错了。露西林当然打不过艾莉安，认怂认得很是干脆。其他克拉克笑着看着这场闹剧，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凯洛斯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回到克拉克宫殿，刚回到克拉克宫殿就紧急召开了成年克拉克会议。书房内灯火通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严肃的气氛。除去乌迪亚，克拉克家族的成员们齐聚一堂，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他们围坐在宽大的红木桌旁，目光交汇，低声讨论着什么。书房的门紧闭，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只留下室内的低沉话语和偶尔的纸张翻动声。时间在紧张的讨论中悄然流逝，夜色越来越深，而会议室内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克拉克们或皱眉沉思，或激烈辩论，每个人都在为家族的命运和荣耀奉献着自己的智慧，最后求同存异，举手表决。直到半夜，这场漫长而紧张的会议才逐渐接近尾声。阿比盖尔为克拉克们准备了熬夜工作的夜宵，以确保每位克拉克都能在紧张的讨论后得到适当的能量补充。不过凯洛斯的那份却有些特殊，他的那份比其他的克拉克的那份多了一个草莓小蛋糕。阿比盖尔轻手轻脚地将夜宵和那块草莓小蛋糕放在了凯洛斯的面前。其他克拉克的目光在看到那块小蛋糕时，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了然的笑意。哟，这是什么？是小蛋糕哎，还是阿亚最喜欢的草莓小蛋糕呢？怎么出现在大哥的夜宵里了？拉维斯挤眉弄眼地打趣着凯洛斯。露西林也冒着酸水看着凯洛斯，我真羡慕大哥能有这么一个暖和的小棉袄，什么时候大哥能把这小棉袄借我穿几天？艾莉安毫不客气地打破了他的幻想。天黑了，妹妹还是做梦比较快，又不是只有凯洛斯有女儿，我可是有2个呢，比他还多一个，怎么我就没有这个待遇呢？乌利尔直直地盯着自家2个和男孩子没啥区别的闺女，满脸都是恨铁不成钢。当初我和维尔拉最期待的就是能有个像小阿亚这样可爱又乖巧的小姑娘，谁知道生下来的却个个都像个愣小子一样，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书房内的气氛因为这块小蛋糕而变得温馨又轻松，克拉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开着玩笑，纷纷羡慕凯洛斯有个如此贴心的小棉袄。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戏谑，但也难掩对乌迪亚的宠爱。凯洛斯没有说话，只是嘴角的笑意怎么也压不下去。随着夜幕的深沉，书房内的讨论声渐渐平息，克拉克家族的成员们开始收拾文件，准备结束这个漫长的夜晚。然而就在他们即将散去，准备各自回房休息的时候，书房里突然陷入了一片寂静。所有的克拉克们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动作，他们的目光相互交汇，然后默契地转向了书房的门。他们的表情从轻松转为专注，耳朵微微向前倾，仿佛在等待着什么重要的信号。门外一个稚嫩而熟悉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带着一丝不确定和小心翼翼。那声音如同夜风中飘来的一缕细雨。父亲，你睡了吗？凯洛斯的目光瞬间柔和了下来，他看了看书房一角的古董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半夜1点半。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克拉克，没有说话，但克拉克们立刻读懂了他的意思。从窗户走，太晚了，你们这么多人别吓到他。克拉克们，或许把你的草莓蛋糕让给我们，我们还愿意相信你曾经爱过我们。凯洛斯这次的眼神更好懂了。滚远点儿！克拉克们迫于最强战斗力的威严，他们相当不情愿地一个接一个地从窗边离开书房。
这种看似高难度的动作，对身体素质各个同样 SS 的克拉克们来说，如同家常便饭。不知想到了什么，乌利尔作为领头的长辈，突然在窗边停了下来。他的动作流畅而突然，眼神中闪过一丝顽皮的光芒，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孩子们，乌利尔的声音低沉而充满诱惑，他的目光在其他克拉克们身上一一扫过。你们真的不好奇，凯洛斯那么一个冷冰冰的父亲是怎么哄自家女儿的吗？其他克拉克们的眼神瞬间一亮，他们的动作也随之停滞。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是家族间不言而喻的默契和兴趣。被大哥发现的话，大哥会很生气吧？阿斯兰还是比较老实的，有些谨慎的开口。格尔西奥故作无辜，你们偷听关我什么事？我是乌迪亚最喜欢的哥哥，我想看看我妹妹怎么了。拉维斯嘴角微勾，笑得满脸的不怀好意。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乌利尔想看，我们只是担心乌利尔一不小心从窗户上掉下去而已。毕竟我们都是孝顺的好，对吧？其他克拉克迅速将转移到了乌利尔身上，脸上毫无疑问地复制了拉维斯同款的不怀好意。乌利尔不禁有些怀疑地看着眼前这群不是儿子就是女儿或者孙子的克拉克们，开始反思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能有这么一群小兔崽子。拉维斯，所以父亲的意思呢？去还是不去？乌利尔，走。最终还是好奇心战胜了一切。阿比盖尔在给他们送完夜宵之后，就准备收拾回房了。在回房的路上，突然看到凯洛斯书房的窗边挂了1、2、3、4、7个倒吊着的大蝙蝠，正想喊护卫过来处理一下，却听到那几只大蝙蝠竟诡异地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阿比盖尔，随着殿下们越长越大，阿比盖尔暗叹一声，还是自己老了，不懂他们小年轻人的潮流了。再定睛一看，阿比盖尔，别的殿下胡闹也就罢了，为什么乌利尔陛下也出现在了那一堆大蝙蝠里？阿比盖尔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房间，突然对自己的视力产生了怀疑。视线转回凯洛斯的书房，凯洛斯正要为乌迪亚开门之时，眉头突然狠狠一皱，他的目光锐利如鹰，似乎穿透了夜色，捕捉到了窗外那些细微的动静。乌利尔和其他克拉克们动作的确轻盈，但对于凯洛斯这般异常敏锐的克拉克来说，任何微小的异常自然难以逃过他的感知。凯洛斯的目光冷冽，他警告似的向窗外的大蝙蝠们扫了一眼，那眼神中带着不容置疑的不悦。窗外，乌利尔他们的身影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他们的动作虽然轻巧，但在凯洛斯的锐利目光下却无所遁形。为首的大蝙蝠乌利尔脚勾住窗户，身体悬挂在空中，他注意到凯洛斯的目光后，立刻双手在嘴边做了个拉拉链的样子，表示自己会保持沉默。其他大蝙蝠们见状也纷纷有样学样。凯洛斯有些无奈，他自是知道他们的顽皮本性，但在格尔西奥与伊莱两个小辈面前，他总要给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留些面子。凯洛斯使用精神力给他们传音，格尔西奥和伊莱，明天和我上训练场。这句话虽然轻声，但却清晰地传入了格尔西奥和伊莱的耳中。收到传音的格尔西奥与伊莱满眼都是生无可恋。收到，教官大人。门外没有听到回应的乌迪亚抱着自己的精神体小白虎坐在楼梯边，声音有些犹疑。父亲睡着了？可我记得我刚刚看到阿比盖尔才给父亲送了宵夜的。小白虎嗷呜地应了一声，似乎在告诉他，你没看错，我也看到了。走廊里只有几盏壁灯散发着柔和而昏黄的光芒，它们间隔地悬挂在墙上，为这深夜的长廊提供了微弱的照明。在这样暗淡的光线下，乌迪亚那小小的身影显得更加孤单，仿佛是一幅被遗忘在夜幕中的剪影。他轻轻地走到书房的门前，手悬在半空中，犹豫着是否要敲门。就在这时，书房的门突然从里面被轻轻推开，一束温暖的灯光从门缝中流淌出来，像是迎接他的到来。凯洛斯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身后的书房内灯火通明，暖黄色的光晕将他一向严肃的身影消去了几分冰冷，增添了几分柔和。凯洛斯蹲下身，让自己的视线尽可能与女儿平齐，语气里是难得的柔情。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父亲，我在。没有面对格尔西奥他们的不耐，满满都是对于女儿无声的温柔。乌迪亚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烁着，他看了看凯洛斯，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怀里的小白虎，声音软软的撒着娇。父亲，小白闹腾的我睡不着。凯洛斯一手抱着小白，一手牵着女儿，带着一人一虎进了书房。来这里坐，让父亲看看。乌迪亚点了点头，坐在了凯洛斯的身边。书房内的灯光柔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书墨香气，让人感到宁静而舒适。父亲，我管不住他好调皮，吵得我根本睡不着。乌迪亚看着凯洛斯的眼神满是信赖。父亲是怎么控制赤牙的？为什么赤牙那么听话，小白就那么淘气？似乎是听出了乌迪亚在责怪自己，小白抬起头，用他那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乌迪亚，然后嗷呜了一声，似乎在辩解，又似乎在表示不满。那声音中带着一丝委屈，仿佛在说，我才没有不乖呢。父亲你看，小白他还顶嘴。乌迪亚指着小白，表情既认真又可爱，让人忍俊不禁。看着自家女儿这样告状似的向自己控诉着小白的不听话，他觉得这一幕既温馨又有趣，就像是一只小猫照镜子，反而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喵呜喵呜的控诉着，委委屈屈的向依赖的家人撒娇一般。凯洛斯终于没能忍住，轻笑出声，他的笑声温暖富有磁性，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被女儿可爱到了。窗外倒挂着的大蝙蝠们听着凯洛斯的笑声睁大了双眼，他们习惯了凯洛斯严肃冷静的形象，此刻听到他的笑声无疑是一件新奇的事情。阿斯兰，
那是你大哥。乌列尔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笑得如此开怀的凯洛斯，你大哥居然会笑？没见识，在面对阿亚的时候，大哥什么时候绷着过脸？阿斯兰反而有些习以为常。凯洛斯并不知道自己的笑声已经成为了窗外家族成员们讨论的焦点，当然哪怕知道，应该也不会在意。看着乌迪亚信赖的眼神，凯洛斯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小白虎的脑袋，精神力缓缓释放。小白虎似乎感受到了凯洛斯的安抚，渐渐安静了下来。哇，看着被凯洛斯轻轻松松就安抚下来的小白虎，乌迪亚不由得发出惊叹：父亲好厉害！父亲最厉害！听着女儿敬佩的惊呼，凯洛斯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满足。他从未预料到，竟然会因为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体验到如此深刻的成就感。哪怕他曾凭借一己之力成功抵御了整个星球的虫群侵袭，那份荣耀与胜利也未曾带给他如此强烈的满足。这就是有女儿的快乐吗？对比起自家的2个妹妹，凯洛斯否定了这句话。不，也不是所有的女儿都像阿亚这般可爱的。我的女儿最可爱。凯洛斯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我的女儿最可爱。安静下来的小白终于被乌迪亚收回了精神之海。看了看古董钟上面的时间，现在已经半夜3点10分了。阿比盖尔曾经说过，小孩子一定要多睡觉才能长高，睡眠时间过短会导致小孩子的抵抗力下降。本身治愈系精神力的拥有者，身体素质就远远弱于旁人，更何况是个未成年的幼崽。凯洛斯放软了声音，摸了摸乌迪亚的脑袋。好了，小白安静下来了，阿亚是不是也要乖乖睡觉觉了？乌迪亚眼中闪过一抹困意，但还是拉着凯洛斯的衣角不放。我再陪父亲待一会，父亲今天一天都没有出现了，阿亚想你了吗？明明都已经犯困了，但还是拉着自己的衣角不放。父亲给阿亚讲个睡前故事，好不好？讲完故事，阿亚就乖乖睡觉，好不好？好不好吗？想到曾经的小阿亚刚来到克拉克宫殿之时，对一切都陌生而不安的模样，与如今这般会撒娇、会小任性，也会偶尔向自己提出要求的女儿一对比，凯洛斯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拒绝不了乌迪亚的任何要求。凯洛斯的心一软再软，好吧，那父亲给阿亚讲个小故事，听完故事，阿亚就乖乖睡觉，好不好？好，乌迪亚乖乖点头。就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个小克拉克，他很强，比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强，因为他是长子，所有人都知道他将在未来继承老克拉克的王位，所有人都对他抱有着极高的期待，包括他自己。在其他克拉克游戏嬉戏之时，他在训练场上学习着控制精神力；在其他克拉克与朋友们聚会之时，他在重力场里挥汗如雨。所有人都很敬佩他，但所有人也都不愿意接近他。他唯一的玩伴只有一只红色眸子的纯白色波斯猫，那只波斯猫很乖，不管他做什么，波斯猫都会陪在小克拉克的身边。那只小波斯猫见证了小克拉克6年的成长，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凯洛斯的眼神暗了暗，在一次执行任务期间，小克拉克带着弟弟妹妹们遭到了敌人的埋伏，敌人使用药剂提前唤醒了虫巢的到来。当时的弟弟妹妹们还小，唯一能称得上战力的只有小克拉克一个人。小克拉克将波斯猫托付给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和弟弟说，如果我回不来了，记得好好照顾他。然后只身上了战场，以一己之力将虫巢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以掩护弟弟妹妹们的离开。他成功了，但却也因为精神力使用过度，在年仅15岁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精神力风暴。讲到这里，凯洛斯停顿了一下。那个小克拉克活下来了吗？在未成年之时经历第一次精神力风暴，存活的概率甚至近乎没有。但乌迪亚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他活下来了，在所有人都认为没救的情况下，他活下来了，就连他的精神力也莫名其妙地被稳定了下来。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认为他当时死定了，但他就是活下来了。一切似乎都没怎么变，只是当他到家之时，却发现本应在弟弟怀里的小波斯猫只剩下了一具早已僵硬的尸体，鸦雀无声，就连窗外的那群大蝙蝠们也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还以为他早就忘了。乌利尔突然开口。故事讲完，周围一片安静，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良久，凯洛斯再次看向乌迪亚，小姑娘紧闭着眼睛，已然一副睡着了的样子，但手里还紧紧抓着凯洛斯的衣角。凯洛斯的眼中闪过一丝温柔，他本打算轻轻地将乌迪亚抱起，准备将她送回房间。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刻，衣角处却传来了轻微的拉扯感。凯洛斯的脚步顿了顿，他知道乌迪亚并没有真的睡着，但他也没有任性，他只是简单的希望自己多陪他一会儿而已。孩子有什么错？他只是需要父亲的陪伴而已，是他陪他的时间太少了。他叹了口气，他总是难以拒绝乌迪亚。他没有揭穿乌迪亚的小把戏，只是放弃了起身的打算，将沙发上的小毯子拿来，轻轻盖在了乌迪亚的身上，自己反而坐起身来，拿起沙发旁边书桌上的文件，继续安静的批改。以克拉克的体质，3天不睡也是常有，并不算什么大问题。壁灯依旧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也为书房的静谧氛围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窗外倒挂着的大蝙蝠们此刻也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安静之中。陆西林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宁静，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好奇和探究。拉维斯，其实我真的很好奇，那只小波斯猫到底是怎么死的？拉维斯对于这个问题显得格外的烦躁，他的声音中满是掩饰不住的不耐。我说了好几次，我不知道，那是大哥的宝贝，我甚至把那只小猫当作大哥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遗物了，不说把它当祖宗一样供起来，但也差不多了。谁知道他怎么会死？乌利尔打断了陆西林的质问。好了，拉维斯也不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阿斯兰沉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古兰星的一个说法，
他也没卖关子。猫会挡命，在古兰星，猫是一个很具有灵性的物种。据说，猫能够感知到人类无法察觉的危险，它们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主人免受灾难。在古兰星，流传着许多关于猫咪挡命的故事。人们相信，如果一只猫突然在某个家庭中死去，那可能是它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主人的平安。因此，猫在古兰星被视为守护者和幸运的象征。与猫咪挡命的说法相呼应的另一个说法是，如果一只猫为了保护主人而牺牲，它的灵魂会转世重生，再次回到主人的身边。艾莉安对于这个传说有些嗤之以鼻，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小孩子才听的故事，你现在还信？阿斯兰微笑着反驳，但克拉克本身的存在就已经把科学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了，再出现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小波斯猫也并不奇怪，不是吗？更何况这种说法也很符合大哥的经历。艾莉安一时无言，其实他很希望这个说法是真的，至少这样可以让大哥相信小波斯猫的死亡并非无意义，至少可以让大哥和拉维斯之间的隔阂得以和解。在克拉克家族中，亲缘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家族成员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是他们在风雨中相互扶持的力量源泉。然而，那只小波斯猫的离世却像一道深深的裂痕，横亘在凯洛斯与拉维斯之间，成为了他们心中难以逾越的鸿沟。艾莉安知道，那只小波斯猫对于凯洛斯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玩伴，更是他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存在。他的离去，在凯洛斯心中留下了一块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而对于拉维斯，那只小波斯猫的死似乎成了一个无形的指责，让他在大哥面前始终无法完全释怀，这简直就是个死结。乌利尔的突然开口打破了艾莉安的思绪，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乌迪亚的眼睛与那只小波斯猫的眼睛非常像？乌利尔身为凯洛斯的父亲，哪怕平日里再不靠谱，但好歹是自家儿子养在身边5、6年的宠物，他怎么可能一点都不上心？艾莉安皱了皱眉，你想说乌迪亚就是那只小猫的转世？可别闹了，别给我玩这一套，我不喜欢这个说法。自己疼着护着5、6年的孩子，突然变成了一只猫的转世，换作是谁也不愿意听。见艾莉安皱眉，其他人也不再提这件事了，只是乌利尔的话多少在其他的克拉克的心里留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包括一直都听得到的凯洛斯，只是他一直没有说话。正如乌利尔所说，凯洛斯第一眼看见乌迪亚就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分得很清楚，小波斯猫是小波斯猫，乌迪亚是乌迪亚，把乌迪亚看作是那只小波斯猫的转世，对谁都不公平。随着夜幕的深沉，乌迪亚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稳而悠长，他的装睡终于转变为了真正的安眠，他的睫毛轻轻颤动，仿佛在梦中追逐着什么美好。然而，在这宁静的夜晚，一只小白虎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小白虎的眼中闪烁着焦急的光芒，他在凯洛斯的脚边不停地转圈，似乎想要传达某种紧迫的信息。凯洛斯低头看着明明已经被安抚下来的小白虎，眼中满是疑惑。他伸出手试图安抚他，但小白虎却更加焦躁不安，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迫切。突然间，一直由凯洛斯主导的精神同频连接被动地被激活了。这种连接通常需要凯洛斯的意识引导，但这次小白虎却成为了直接的主导者。小白虎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白光，他的身影在光芒中变得模糊，最终化作一道流光，直接冲入了凯洛斯的精神之海。这一举动让凯洛斯感到有些讶异，他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世界突然被一股外来的力量侵入，这股力量带着小白虎的意志和急迫。紧接着，乌迪亚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更加庞大而浩瀚的精神力，尽管他仍在沉睡，但他的精神力如同深海中的巨浪，无声却强大的涌动着。凯洛斯感到自己的精神之海瞬间出现了一股巨大的旋风，在贪婪地吸食着他的精神力。他注意到这股旋风吸取精神力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它不仅仅是在吸取，更像是在掠夺，每一次旋转都带走了更多的精神力量。什么情况？窗外一直没有离开的克拉克们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精神同频时，一方还可以吸取一方的精神力。拉维斯站在那儿，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微张，完全被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所震惊，这完全超出了他以往的认知。就在拉维斯沉浸在自己的震惊中时，艾莉安轻巧地走到他身边，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个脑瓜崩。你还见过别人的精神同频会出现这种情况？拉维斯感到额头上传来一阵轻微的疼痛，他揉了揉自己的脑门。艾莉安姐姐，我真的是你的亲弟弟吗？艾莉安轻哼，我哪知道，这你应该问问乌利尔。乌利尔莫名被铐，相当没好气地回了一句，需要我也给你们来一次精神同频，来证明一下你们的血统纯正吗？艾莉安和拉维斯听到乌利尔的提议，几乎是本能地齐齐摆手，异口同声，大可不必，离我远点。克拉克的精神力本身就极为敏感，任何一点挑衅性的意味对于任何一位克拉克来说都会轻松点燃他们的战意，而让别人的精神力进入自己的精神之海，更是一件想想就决定是件很难以忍受的事情，哪怕是自己的父亲也不行，当然乌迪亚除外。阿斯兰及时拉回了话题，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担忧，话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阿亚可以随意取用大哥的精神力，并且哪怕可以取用但无法炼化的话，真的不会反噬吗？乌利尔想到了曾经的经历，在这方面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可以炼化，不会反噬，我不知道是不是治愈系的特别之处，反正小阿亚可以。就是乌利尔迟疑了一下，哪怕可以炼化，小阿亚的精神力里也总会带一些凯洛斯的精神力的气息，就像上次乌利尔脸上非常明显的闪过一道嫌弃，带着凯洛斯气息的治愈系乌迪亚的精神力，真的就是蜜糖裹在牛粪里。
恶心，但还是需要。凯洛斯感受着自己精神之海的动静，目光死死地盯着化身吸收精神力小旋风的小白虎。凯洛斯对于自己精神力的流失似乎并不感到惊慌，他的态度平静而从容，仿佛这一切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并没有在意自己的精神力不断被吞噬的事实，反而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并不理智的宽容和放纵。与此同时，在凯洛斯的示意下，赤牙悄无声息地守护在了小白虎的身旁。赤牙的目光锐利而警觉，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小白虎身上，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他的存在感虽然低调，但他的警惕性却是最高级别的，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异常。精神力大幅度消失着，反而让精神力时刻紧绷的凯洛斯难得地体会到一阵轻松。毕竟克拉克那过强的精神力对于克拉克自身来说，既是恩赐也是负担。但那些被吸取的精神力到底去了哪里？凯洛斯很快就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吸取了大量精神力的小白虎带着满身凯洛斯气息的精神力，如同一道洪流，穿越了隐蔽的通道，直奔那个只有历代克拉克帝王才知道的秘密所在——地下书房。凯洛斯微微皱眉，他当然知道地下书房有什么，但乌迪亚又是怎么知道的？是又有人利用了他？经历了伊莱的不良用心之后，凯洛斯对于任何可能的阴谋都变得异常敏感，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是他给了乌迪亚自己书房的最高权限。当时只想着这样可以方便自己的女儿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得到自己，却未曾细想这个权限同样适用于那个隐蔽的地下书房。凯洛斯凭借他对精神力操控的精湛技艺，再次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意识潜入了乌迪亚的精神之海，并跟随着乌迪亚的精神力一起来到了地下书房。地下书房的血晶在感受到乌迪亚磅礴的精神力后，瞬间光芒大放。在血晶的光辉的包裹下，本在角落近乎落灰的琉璃箱子瞬间变得晶莹剔透，仿佛是由最纯净的水晶雕琢而成。它静静地放置在书房的中心，散发着神秘而庄严的气息。而小白虎感受到了箱子内的气息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化作一道白光，钻入了箱子里面。磅礴的精神力如同一把利剑一般，轻易地劈开了琉璃箱子的盖子。在他磅礴的力量之下，盖子瞬间四分五裂，化为碎片，露出了箱子中静静躺着的少年。那少年面容干净，五官清秀，沉睡在琉璃箱子里，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仿佛在梦中遇到了什么令人愉悦的事情。他的下巴线条流畅，与颈部的线条自然衔接，展现出一种优雅而宁静的美。他安静地躺在琉璃箱子里，睡得很熟的样子。他身着赤红色克拉克制服，周身都被抑制精神力的血晶所环绕。赤红色制服，不会有任何一位克拉克不知道赤红色制服的含义。于尘世中安眠，于故里中安息，那是对于因精神力风暴而陷入永眠的克拉克最后的结局。而琉璃箱子，不，准确来的应该是琉璃棺里的少年，正是月前因精神力风暴而被给予永眠，3日后即将过生日的上一代克拉克的4殿下西蒙·克拉克。小白虎携带着初初炼化的凯洛斯的精神力，没有丝毫阻碍地进入了西蒙的精神之海。凯洛斯的精神力也紧紧地附着其上，本想跟随着小白虎一同进入西蒙精神之海，却不出所料的被拦截在了西蒙精神之海的外围。被如此双标的对待，即使是克拉克最强大的君主陛下也被气得不轻。哪怕进入西蒙精神之海的精神力也携带着自己的气息，但凯洛斯还是不免有些郁闷。自己的精神力怎么每次都是被拒之门外的那一个？上次的乌利尔是这样，这次连自己的弟弟也是如此。凯洛斯的精神力在空中轻轻旋转，似乎有些不甘心，但最终还是如同退潮的海水一般，平静而有序地回到了自己的精神之海。乌迪亚的精神力在西蒙的精神之海中穿梭，与其他克拉克的精神之海不同，这里一片死寂，没有丝毫生机。这里没有波涛汹涌的精神力浪潮，没有狂风暴雨般的精神风暴，只有一片深沉的宁静，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一切都陷入了永恒的静止。小白虎在这寂静的精神之海中显得格外突兀，他的步伐轻盈而谨慎，仿佛害怕打扰到这份宁静。他在西蒙的精神之海四处探索着，似乎在寻找着西蒙精神力的踪迹。可惜所见之处皆是一片空寂，没有一丝精神力的波动。他有些不耐烦，又莫名的有些委屈，他嗷呜的轻声叫唤着，似乎在埋怨对方始终不曾出现。凯洛斯的精神力虽然被阻挡在外，但他依然通过与乌迪亚的精神同频感知这里面的情况。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担忧，不明白乌迪亚为何会突然进入西蒙的精神之海，更不知道他能否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毕竟西蒙与其他克拉克的精神之海完全不一样，他不是治愈系，他不知道在这其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有着自己女儿的父亲。他害怕女儿出事，他想帮忙，却发觉自己完全不知所措。凯洛斯一向强大，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迷茫。就在这时，小白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般，他停下了脚步，耳朵微微抖动，似乎在聆听着什么细微的声音。突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精神之海的中心，一团微弱的光芒孤独地闪烁在一片死寂的精神之海中，渺小却又无比显目，仿佛是夜空中唯一的星芒，又像是荒原中的唯一希望。小白虎的心跳瞬间加速，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召唤，一种莫名的来自血脉的牵绊。他小心翼翼的，几乎是蹑手蹑脚的靠近那团光芒，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谨慎，生怕打扰到那脆弱的光源。随着距离的接近，那团光芒似乎感应到了小白虎的接近，逐渐变得明亮起来，就像是在回应着小白虎的期待和关切。小白虎很快来到了光芒的尽头，一眼望去，伤痕累累的精神体瞬间暴露在小白虎的视野之中。那是一只遍体鳞伤的血虎，它的眼睛紧闭，虚弱无比，甚至看不到任何的生机。
由乌迪亚的精神力凝聚而成的小白虎，迈着轻盈的步伐，缓缓靠近了那头沉睡的血虎。周围本应起到护卫作用的光晕，并没有对小白虎的行动构成任何的阻碍，反而在小白虎逐步接近血虎之时，发出了无声的欢呼，似乎在欢迎着他的到来。小白虎很快出现在了血虎的面前，他的目光清澈而单纯，带着些许的好奇，带着些许的亲近，恍若幼崽在呼唤沉睡的青兽一般，围绕着血虎轻巧地转了几圈，忽而鼻子相顶，忽而额头轻触，还不时发出了几声稚嫩而好奇的嚎叫，好似在问你为什么还不起来陪我游戏。但血虎依旧静静地躺在原地，他的呼吸平稳而深沉，仿佛与这个世界彻底隔绝，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外界的呼唤毫无所觉。小白虎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淡金色的精神力如同初升朝阳的第一缕光辉，随着小白虎的轻盈的步伐，一点一点地从他周身弥散开来。这股力量柔和而纯净，仿佛是自然界中最温柔的抚慰。他们听从着小白虎的指挥，谨慎地围绕在血虎的周围。淡金色的精神力如同温柔的波浪，一波接着一波地冲刷着血虎那遍体鳞伤的精神体。这股力量虽然微弱，但却蕴含着惊人的治愈能力。血虎身上那些深可见骨的伤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地愈合着，伤口的边缘也迅速变得不再狰狞，新生的组织逐渐填补了曾经的空洞。每一次的愈合都是向着完全康复的目标迈出的坚定的步伐，一切看上去都是那般的轻易，那般的自然。只有凯洛斯能清楚地感受得到，自己的精神力在小白虎这几个动作之间飞速地消耗着。也是因为察觉到了消耗的是自己的精神力，同时通过观察沉睡中乌迪亚的状态并未有任何的不妥，凯洛斯才允许的这个过程继续的发生。他不会允许有任何的情况会威胁到自己女儿的生命，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说的冷血一点，他没有必要去拿一个活人的生命去赌一个未知的可能，尤其那个人是自己唯一的女儿。迟来的女儿来之不易，又因为从小受到了太多的磨难，哪怕他身负着治愈系的天赋，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成为所谓拯救克拉克的英雄。他情愿自己的女儿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没有办法，他注定不会平凡。但幸好他现在已经是克拉克的君王，他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在这个世界为自己的女儿撑一片天。在这个人均年龄300岁的世界，40多岁的凯洛斯也仅仅只是刚刚成年，他还年轻，他可以给予自己的女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庇护。至于他的继承人，如今的他竟然有些摇摆不定了。他不放心伊莱了，在他尚且活着的时候，伊莱都敢欺瞒于他私自行事，如果有一天他死了，他并不敢保证伊莱会像自己在世之时一般疼爱爱护于乌迪亚。换个说法，他主意于伊莱的理由是，从小到大，伊莱都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君主，他够理智，也狠得下心，他能够带领着克拉克帝国走向更好的未来。但他是一个好的君主，却未必是一个好的哥哥。当时的伊莱可以为了格尔西奥不顾乌迪亚的安危，那未来的他也可以为了所谓帝国的未来牺牲掉乌迪亚，甚至是格尔西奥他们。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认为这是一个缺点，但当他狠心的对象是自己的女儿之时，他犹豫了。他不愿自己亲手保护下来的女儿，在自己离开之后，成为拯救所有克拉克的工具。当然，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至少现在他尚有余力去保护女儿的自由，去保护女儿的安危。凯洛斯揉了揉眉心，他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小白虎的身上。伴随着小白虎金色精神力的持续作用，血虎身上的伤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仿佛有一股生命力在他的体内苏醒。那些曾经深可见骨的伤口，现在只剩下淡淡的痕迹，而原本微弱的生机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原本死寂的精神之海中，因为小白虎的出现而重新焕发了生机。那团微弱的光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变得明亮，就像是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盏灯，尽管微弱，却坚定地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小白虎似乎感受到了血虎的变化，它围绕着血虎欢快地转着圈，发出了一声声稚嫩的叫声，仿佛在庆祝着血虎的苏醒。金色的精神力在小白虎的周围形成了一道又一道的光环，随着它的动作而波动着，不断地为这片精神之海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活力。血虎的双眼缓缓睁开，那是一双经历过无数战斗和风暴的眼眸，此刻却透露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迷茫。他看着周围的变化，感受着体内力量的流动，似乎在努力理解发生了什么。小白虎见血虎醒来，更加兴奋地靠近，用他的小脑袋亲昵地蹭着血虎的脸颊。尽管这是他们精神体的初次邂逅，但流淌在血脉深处的纽带却如同一根看不见的线，将本应陌生的两个精神体紧紧相连。血虎似乎被这股温暖所触动，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柔和的光芒，尽管身体仍然虚弱，但他的意识已经开始逐渐清晰。白虎？为什么会是白虎？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只活泼可爱的小白虎身上，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惊奇。他可以确信，在他的记忆中从未有过与这只小白虎相遇的片段，但小白虎身上血脉羁绊的气息清楚地告诉他，这是他的家人，是一个小克拉克。乌列尔与维尔拉给他多添了新的弟弟妹妹，还是自家的哪个兄弟姐妹的孩子？西蒙有些好奇地盯着小白虎，猜测着小白虎的身份。伴随着精神之海的重新复苏，躺在琉璃棺材之内的西蒙也逐渐恢复了清醒。西蒙的意识逐渐从混沌中清醒，他感觉到了身体的存在，以及那股曾经几乎要撕裂他的精神风暴的力量。他缓缓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陌生的环境，以及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的兄长凯洛斯。大哥，西蒙的声音沙哑，透露出一丝不确定。他的记忆还停留在那场几乎夺走他理智的精神风暴中，而现在他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凯洛斯的身影在西蒙的视线中显得格外清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看到西蒙醒来，
凯洛斯的心中既有惊喜也有忧虑。他亲自为西蒙检测了他的精神力稳定指数，确定一切都已达到正常水平，才伸手将西蒙从琉璃棺中拉了出来。西蒙，欢迎回来。肩膀轻碰，给了他一个简单的拥抱。凯洛斯的眼中多了些许的感慨，他曾经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个弟弟了。刚刚从琉璃棺材中出来的西蒙，全无大病初愈的虚弱感，不愧是拥有着号称战神血脉的克拉克，哪怕沉睡了足足1月有余，再次苏醒依然还是活蹦乱跳。凯洛斯似乎看出了弟弟心中的疑惑，主动开口解释了小白虎的身份。乌迪亚，克拉克，我的女儿 S 加级治愈系克拉克，你所看到的小白虎就是阿亚的精神体。治愈系 S 加克拉克，这3个词不管是对谁而言，拥有一个便已然是天之骄子，即便是西蒙也从来未曾想过会汇聚于同一人之身。身为已经死过一次的克拉克，他自是清楚这般的形容词对于克拉克家族而言究竟是怎样的奇迹。他没想到自己能够从那场灾难中幸存，竟然是因为这个他从未谋面的侄女。他在哪里？我可不可以见见他？太晚了，小孩子不应该熬夜，明天早上我再带你去见他吧。凯洛斯理解西蒙的心情，但不愿打扰乌迪亚的休息，只是带着西蒙离开了地下书房。他们的脚步在安静的走廊中回响，最终停在了凯洛斯的书房门口。窗外那些大蝙蝠们的目光时刻关注着凯洛斯的动静，自然也看到了他的身后西蒙的身影，心中充满了惊喜与不可置信。他们其中的不少人都是亲眼看着西蒙在精神力风暴之下被镇压并陷入永眠的。对于再次见到西蒙这件事，他们甚至从来都不敢妄想，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奇迹就是这般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西蒙，艾莉安率先惊呼出声。他和西蒙的关系一向最为要好，当时因为自己自我放逐于星际之事，甚至没有来得及见到西蒙的最后一面。他飞奔过去，也不顾他的身边还有凯洛斯的存在，给予了这个与他关系最好的弟弟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艾莉安喃喃自语。三姐姐。西蒙也凑了过去，甜甜地叫了一声姐姐。其他克拉克也纷纷凑了过来。西蒙从小在克拉克之中就是人缘最好的那一个，他总能凭借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轻松调动起任何人包括克拉克的情绪。我好想姐姐，虽然最后没有见到姐姐，但想到姐姐也见不到我最狼狈的模样，似乎也并没有那么难过了。艾莉安一向不擅长与常人说理，而西蒙却相反，他最是能言善辩，在克拉克中一向担任着极为重要的外交事务。然而即便是西蒙这样擅长言辞的人，也有遇到难以说服的对手的时候。当对方展现出明显的不合作态度，西蒙的外交手段似乎也难以奏效。这时艾莉安的价值便凸显无疑，她的存在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剑，随时准备在外交的棋盘上划下决断的一击。在对方显示出缺乏诚意的迹象，甚至已然出言不敬之时，艾莉安便会亲自采取行动。打，她的方法直接而有效，一旦她介入，就意味着所有的谈判和妥协的空间都被彻底关闭。她的手段坚定而果断，不留任何回旋的余地，这使得她在处理那些需要强硬手段的外交事务时显得尤为关键。二人一文一武，在外交部可谓是最好的搭档。二人寒暄结束后，其他克拉克也相继前来与西蒙打了招呼。本着对于乌迪亚好奇的态度，西蒙也迅速地利用着自己的一张巧嘴，在众人之间打听着这个新出现的克拉克小成员的信息。想到乌迪亚，克拉克们的眼神也瞬间柔和了下来，他们知道本次西蒙的苏醒与乌迪亚绝对脱不了干系。想到这里，众人有些担忧地看向凯洛斯，并用眼神询问着乌迪亚的状况。凯洛斯在离开地下书房的第一时间便查看了乌迪亚的状况，他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乌迪亚目前并无大碍。凯洛斯的点头不仅是确认了乌迪亚的状态并无大碍，同样也是肯定了他们的猜测。西蒙的苏醒是乌迪亚的功劳，他现在还没睡醒，不过就像上次安抚乌里尔的精神力风暴一般，他似乎对于治愈的过程并非完全知情。凯洛斯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道，连续2次他使用治愈系精神力的同时，我的精神力也在飞速消耗，貌似是精神同频状态的原因。我的精神力在他面前几乎就是随用随取，但也幸亏如此，我才敢放心让阿亚为西蒙的精神之海进行治疗。刚才我粗略检查了一下阿亚的状况，大抵问题不大，至于醒来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拉维斯，趁着乌迪亚还没醒，你先跟我走一趟。为什么要趁着乌迪亚没醒给他检查？西蒙才苏醒不久，不太清楚乌迪亚的情况，但他知道拉维斯的医术造诣在克拉克帝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存在。阿亚害怕打针，也害怕医生，睡着之后检查可以避免他的恐惧。格尔西奥向他解释道。拉维斯听完凯洛斯的话，也迅速收拾了下一会可能会使用的医疗设备，尽可能捡着轻巧方便的设备携带。二人匆匆来到凯洛斯的书房，他们的动作轻盈而迅速，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以免打扰到乌迪亚的睡眠。凯洛斯轻轻推开门，两人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房间。乌迪亚躺在床上，呼吸平稳，显然还在沉睡之中。拉维斯迅速地检查了一遍自己携带的医疗设备，确保一切都准备就绪。他知道，尽管乌迪亚在睡梦中，但任何突然的疼痛或不适都有可能让他惊醒，甚至引发精神力的波动。而对于刚刚结束西蒙治愈之后的乌迪亚，在不确定身体状态是否良好的情况下，因惊吓导致的精神力波动则是能避则避的。拉维斯首先使用了一款非侵入式的精神力扫描仪，它能够通过皮肤表面的接触收集乌迪亚的精神力和生理数据，而无需任何穿刺或注射。他小心翼翼地将扫描仪的探头放在乌迪亚的额头上，
设备随即开始工作，显示着他的精神力波动和生命体征。目前看来，他的精神力波动平稳，生命体征也都在正常范围内。拉维斯低声向凯洛斯汇报，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宽慰。接着，拉维斯又拿出了一款便携式的生理监测仪，它能够实时监测乌迪亚的心率、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等关键指标。他将监测仪的传感器轻轻贴在乌迪亚的手腕上，仪器上的数据显示乌迪亚的身体状况同样良好。尽管如此，拉维斯还是决定进行一次更全面的检查，以确保乌迪亚在治愈西蒙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潜在的伤害。确认了乌迪亚的基本生理指标后，拉维斯决定使用一种更为先进的技术——微型纳米机器人来进行更深入的检查。这些微型机器人能够进入人体内部检查器官和组织的状况，而不会引起任何不适。拉维斯从医疗包中取出一个小巧的注射器，里面装满了这些纳米机器人。还好小阿雅现在还在睡觉，要不然看到这么尖的针头，怕是要吓坏了。拉维斯见凯洛斯一脸严肃地看着他手中的注射器，打趣着想缓解一下沉重的氛围，但这般的话语显然更加引起了凯洛斯的紧张。会很疼吗？他会不会突然疼醒？拉维斯有点无奈，感觉自家大哥实在是有些太过紧张了些。毕竟哪怕窗口再小，也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还需要我给阿亚抹点知觉阻隔的药品吗？凯洛斯这才发现自己要求的无理，他默了默，还是有些不自然的开口：要不还是抹一点吧。拉维斯也行，他还是应了凯洛斯的意思，给乌迪亚使用了些许感觉阻隔的药剂。在确认了乌迪亚手臂上的知觉已然完全消失后，才轻轻地将注射器对准乌迪亚的手臂，小心翼翼地将纳米机器人注入他的体内。这些机器人一旦进入血液循环，就会开始向各个器官和组织发送实时的图像和数据。纳米机器人已经注入，正在向全身各个系统发送数据。拉维斯轻声报告，同时注视着手中的监控设备，上面显示着纳米机器人传输回来的图像。拉维斯一边看图像，一边打趣凯洛斯：大哥，我从来都没想过，你有了孩子的样子，居然会是这般的。上心。想了半天，才在自己的词库里找到了这么一个词语。我还以为以你的性子，不说事事严厉，也总归不会是一个慈父来着。凯洛斯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视线死死地盯着监控图像。几分钟后，纳米机器人完成了对乌迪亚全身的扫描，数据显示他的内部器官没有任何异常，没有发现任何由于过度使用精神力而造成的损伤。看起来阿亚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纳米机器人的扫描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拉维斯松了一口气，他对凯洛斯点了点头，表示检查已经完成。凯洛斯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放松的神色，他对拉维斯的专业能力充满了信心。看着安然酣眠的女儿，凯洛斯的眼中流露出身为人父的慈爱与宽慰。还好，真好。拉维斯完全明白凯洛斯这两个词的含义。还好阿亚没事，真好，二人都没事，并且以后可能都不会出事了。凯洛斯和拉维斯轻手轻脚地离开了乌迪亚的房间，确保他能够继续安静地休息。刚出房间，便迎来了其他克拉克们关心的视线。面对家族成员们关切的目光，凯洛斯点了点头，用沉稳的声音安抚着每个人的心。阿亚一切安好，拉维斯已经确认了他的身体状态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现在我们需要让他好好休息。听到凯洛斯的话，其他克拉克们的脸上终于都露出了安心的表情。走吧，都别在这里堆着了，想说什么我们去客厅慢慢说。阿斯兰也开口，他一向细心，知道对于乌迪亚而言，最重要的是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休息。听了阿斯兰的话，克拉克们也陆续离开了这里，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随着克拉克家族成员们轻声离开，乌迪亚的房间再次恢复了宁静。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乌迪亚安详的睡颜上，为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时间在宁静中缓缓流逝，直到乌迪亚的睫毛微微颤动，他的眼睛缓缓睁开，露出了迷茫而清澈的双眼。父亲。乌迪亚的声音带着初醒的沙哑，他环顾四周，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只有窗外透进的光线和轻微的风声伴随着他。乌迪亚坐起身，揉了揉眼睛，试图驱散睡意。他记得自己为了在父亲身边多待一会，装睡赖在了父亲的书房之后，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然后莫名感受到了一阵使用精神力后的疲惫，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的记忆有些模糊。他只记得小白狐好像又偷溜出去了，然后黑屋子、漂亮的琉璃箱子，还有乌迪亚揉揉脑袋，具体的细节却如同被雾气笼罩，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乌迪亚下床，穿上鞋袜，走向窗边，轻轻拉开窗帘，阳光瞬间洒满整个房间。他微微眯起眼睛，适应着突如其来的明亮。他深吸一口气，感受着清新的空气和阳光的温度，精神也随之振奋。阿雅，你醒了。凯洛斯的声音在门口响起，他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身后还跟着几位克拉克。父亲。乌迪亚有些犹豫，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提及自己的记忆模糊。凯洛斯似乎看出了他的困惑，他走到乌迪亚身边，轻轻抚摸他的头，一切都好，你做得很好，阿雅。乌迪亚点了点头，虽然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有些疑问，但父亲的肯定让他感到安心。走吧，阿比盖尔已经在准备早饭了。这句话如同晨光中的一缕温暖，唤醒了乌迪亚沉睡的意识。他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带着一丝清晨的清新和活力，开始了新一天的准备。洗漱完毕，乌迪亚带着一丝清新的香气走进了客厅。这里已经聚集了家族的许多成员，他们或站或坐，没人说话，却又似乎在等待着谁。见乌迪亚出现，气氛才终于变得活跃了起来。在众人的簇拥中，
乌迪亚看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一个年轻的男子，他有着和父亲相似的眉眼，但气质更为温和，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阿亚，他是西蒙叔叔。凯洛斯似是看出了乌迪亚的好奇，向女儿介绍着自己的弟弟西蒙·克拉克。这个名字在乌迪亚的心中回响，他曾在艾莉安的口中听说过这个名字。你好，乌迪亚。西蒙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但语气中充满了温暖和亲近。我叫西蒙·克拉克，也是你父亲的亲弟弟，在上一代克拉克里排名第4。身为克拉克里最受人喜欢的西蒙，他自然知道第一次见面不可以对乌迪亚表现得太过热络，会让孩子不自在的。你父亲的亲弟弟，这个切入点就很不错，既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也告知了对方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亲近又自然。第一次见面还没来得及给阿亚准备礼物，这条云河之星就作为礼物送给阿亚做见面礼好了。那是一条由精细的白金打造的手链，手链的每一节都经过精心雕琢，既坚固又轻盈，完美贴合手腕的轮廓。链条上镶嵌着一系列璀璨的钻石，它们以一种看似随意却又极具匠心的方式排列，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引导着目光落在手链的焦点，被誉为宝石界的奇迹的云河之羽。云河之羽本身呈现出深邃而神秘的蓝色，内部似乎有光华流转，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在光线的照射下，它能够反射出淡淡的光晕，使得整条手链显得更加生动和富有层次。而它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则是，它是宇宙3万年中唯一一种被发现的具有安抚精神力功能的宝石。乌迪亚曾经执行过有关云河之星的赏金任务，根据记忆中的数据，这颗云河之星当初的成交价是1.47亿新币。乌迪亚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件礼物，不知不觉间竟将自己知道的信息说出了口。西蒙没想到乌迪亚居然还知道这条云河之星的来历，笑着为乌迪亚补充道，不仅如此，外人所不知的是，云河之星还融合了现代科技的力量。西蒙微笑着说，他轻轻触碰手链上的一个几乎不可见的机关，这里有一个微型的定位器，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需要帮助，它都能发送信号，让我们知道你的位置。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但声音依旧温和。而这个，他指着另一个隐蔽的小装置，是一个紧急求救按钮，只要你长按3秒，它就会自动向家族的安全网络发送求救信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到你的身边。乌迪亚的眼中闪过一丝迟疑，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不敢轻易接过这份贵重的礼物。西蒙叔叔，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他的声音中透露出对这份礼物价值的认识和对西蒙好意的尊重。凯洛斯就没那么多顾虑了，身为克拉克的君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身为外交部炙手可热的西蒙殿下的身家到底有多么的丰厚。且不提酬劳，单说他人为了行事便利而送给西蒙的礼物，就已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数目了。虽然这条云河之星的确特殊了些许，但他的女儿本来就值得最好的一切。阿亚和叔叔道谢。凯洛斯毫不客气地拿起云河之星戴到了女儿的手腕上。云河之星很漂亮，凯洛斯知道乌迪亚会很喜欢她的，更何况西蒙的苏醒都是乌迪亚的功劳，要他一条手链而已，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谢谢西蒙叔叔，我很喜欢。乌迪亚感受到手链的冰凉触感，抬头看了看凯洛斯，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西蒙，乖巧道谢。西蒙轻笑，声音很低，除了注意力被转移的乌迪亚，几乎所有克拉克都听得到他的话语。喜欢就好，小傻瓜，明明应该是我感谢你才是。随着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温柔地洒在了地板上，新的一天悄然而至。阿比盖尔，这个总是守时的管家，像往常一样，准时地带着精心准备的早餐，穿过走廊，向餐厅走去。他的手中托着一个银质托盘，上面摆放着热气腾腾的食物，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然而，就在他踏入客厅的那一刻，阿比盖尔的脚步在门口微微停顿，仿佛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所牵绊。在看到西蒙的一瞬间，阿比盖尔眼中闪过明显的惊喜与不可置信。作为克拉克宫殿的总管，他对于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了如指掌，自然也包括那位曾被认为已经陷入永眠的西蒙殿下。而如今，那个已经确认永眠的孩子再次出现在了这里。西蒙殿下，是您吗？阿比盖尔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快步走向西蒙，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对于他来说，西蒙不仅仅是克拉克家族的一员，更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西蒙微笑着迎接阿比盖尔的目光，他站起身，给了这位老管家一个温暖的拥抱。阿比盖尔，好久不见了，你还是那么精神。阿比盖尔紧紧回抱着西蒙，他的手在西蒙的背上轻轻拍了拍，仿佛是要确认这一切都不是梦境。感谢上帝，您终于回来了。我们都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再次确认了眼前的一切并非是自己的一场梦之后，阿比盖尔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他知道，作为管家，他必须保持冷静和专业。他轻轻地将托盘放在餐桌上，动作优雅而熟练，然后退后一步，用他那训练有素的声音宣布：早餐已经准备好了，请各位慢用。另外，4殿下，生日快乐，欢迎回家。4殿下，这个称呼还真是有些怀念呢，好像在伊莱他们出生之后，这个称呼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西蒙一怔，今天是腊月初5，西蒙叔叔，生日快乐。乌迪亚也跟着附和着，二人的生日祝福仿佛打开了什么开关一般，生日祝福不绝如缕的出现。礼物老样子，给你放卧室了。凯洛斯也拍了拍西蒙的肩膀，还有我的。阿亚也给叔叔准备了生日礼物，和父亲的放在了一起，祝西蒙叔叔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其他克拉克们也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生日快乐，
喜欢过生日的西蒙小宝宝，礼物也给你放在卧室了。乌利尔一脸戏谑地看向西蒙，长这么大，只有西蒙每年都要过一次生日，其他的克拉克们都不是很喜欢这种麻烦的活动，但他还是每年都给他准备了礼物，1年1次礼物而已，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孩子想要，给他就是了。克拉克们从小到大虽然好斗且争强好胜，但不得不说，他们在某些方面真的比别的孩子都要更加的懂事。拉维斯心直口快，哥哥，我的礼物也给你放到卧室里了，还好你回来了，我还以为这次的礼物我要烧给你了呢。烧？乌迪亚有些疑惑，为什么要把礼物烧给西蒙叔叔？克拉克们安静了一瞬间，他们突然想起，自始至终，乌迪亚都不知道西蒙曾经陷入永眠之事，还以为西蒙只是出去游玩了的。阿斯兰见状，迅速打圆场，对，烧东西。听西蒙说，他这次是临时决定从加尔星回到克拉克宫殿过生日的，我们还都以为他要在加尔星过生日了呢，自然要把礼物派人烧给他。西蒙一脸疑惑，我什么时候在加尔星了？艾利安也再也顾不得什么姐弟情深，一把西蒙的脑袋按进饭里，制止他继续说话。二哥记错了，西蒙前几天分明是在卡亚瑟星度假。二哥，你还真是年纪大了，什么都记不清了。被迫年老的阿斯兰啊，对，是我记错了。我说为什么每次往加尔星寄东西他都收不到呢？原来是我记错地址了，哈哈哈。旋即还装模作样的瞪了格尔西奥一眼，都怪格尔西奥，让我年纪轻轻就累了太多的心，现在就连记忆力都下降了。格尔西奥，所以关我什么事？我躺着都中枪。众位克拉克你一言我一语的迅速将话题带过，乌迪亚也并没有在意这个小小的插曲，只有西蒙脸上还带着米粒，有些郁闷的看着艾莉安，姐姐，你还爱我吗？艾莉安见事情被轻轻带过，也是松了一口气，看了一眼脸上还带着米粒的西蒙，突然有些心虚。他动作迅速的用毛巾将西蒙脸上的米粒擦干净，像抚摸狗头一般摸了摸弟弟的脑袋，表示安抚。在确定乌迪亚的视线不在这里之后，才向西蒙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西蒙对此自然也是理解，不说这是克拉克这3代以来最小的姑娘，就凭着他在还没见过她之时便护了她一命这一件事，就足够西蒙对于这个新出现的小克拉克报以相当大的善意了。中午的午饭是维尔拉亲自动的手。作为艾迪家族唯一的嫡长女，维尔拉不仅仅是乌利尔的王后，也是新任艾迪家族的家主。艾迪家族世代担任克拉克帝国的首席外交官一职，身为艾迪家族现任家主，平日里维尔拉要处理的文件相比凯洛斯也并没有少多少。在上一代克拉克的幼年时期，维尔拉与乌利尔总是格外的忙碌，以至于大部分孩子都由阿比盖尔一手带大。但每当孩子过生日的那一天，维尔拉却依然会尽可能的抽出时间来为自己的孩子做一顿丰盛的午饭，虽然可能味道不会太好。或许除西蒙以外的克拉克们都不喜欢过生日的原因里，维尔拉王后的手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午饭时分，克拉克宫殿的餐厅里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氛。维尔拉王后亲自下厨，为西蒙准备了一顿丰盛的生日午餐，但克拉克们的表情却各异，有的带着笑意，有的则是难以掩饰的忧虑。维尔拉的手艺可以说是克拉克家族中一个公开的秘密。每年的这个时候，克拉克们都会各显神通，想尽办法避免直接品尝王后亲手制作的美食。尽管维尔拉的心意无人能及，但他的烹饪技巧却总是让人难以恭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西蒙，祝你生日快乐。维尔拉微笑着将一盘盘菜肴端上餐桌，尽管他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但克拉克们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微妙的波动。西蒙哥哥，你刚回来，一定很累了，不如先喝点汤暖暖胃。拉维斯说着，递给西蒙一碗色泽诱人的汤，汤色澄澈，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味。尽管拉维斯试图用最温和的语气来掩盖这汤的实际味道，但那股微妙的、略带刺鼻的香气，以及隐约可见的食材混合的不协调，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汤的不尽人意。西蒙接过汤碗，面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却将话锋一转：拉维斯，听说最近大哥派你出外勤了，一定很辛苦吧？来，我的好弟弟，喝口汤，对身体好。汤再次被递回了自己的面前，拉维斯只觉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苦笑着，却还要尽可能的保证面不改色的喝下了那碗汤。维尔拉站在一旁，看着拉维斯喝下汤，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他似乎对自己的手艺颇为满意，甚至有些期待的想要亲自尝一尝这汤的味道。乌利尔，也帮我盛一碗汤来，让我看看味道怎么样。维尔拉说着，便伸手想要去拿汤锅旁的勺子。乌利尔眼疾手快，迅速的将勺子拿起，轻轻的放在了一边，同时递给了维尔拉一杯红酒。亲爱的，你的手艺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不过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不如先来品尝一下这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红酒，这可是来自加尔星的限量版，味道绝佳。乌利尔的声音温和而充满说服力，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坚定。维尔拉被乌利尔的话所吸引，他接过红酒杯，轻轻的闻了闻，脸上露出了赞赏的表情。这酒确实不错，乌利尔，你总是这么贴心。他微笑着抿了一口红酒，完全忘记了要尝汤的事情。乌利尔松了一口气，他知道维尔拉的心意是好的，但他也深知那汤的味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的。他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其他克拉克，看到他们各自忙碌着，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品尝美酒，但无一例外都巧妙地避开了桌上的每一盘看着相当漂亮的美味佳肴。乌迪亚看着满桌的菜肴，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他并不知道家族中关于维尔拉手艺的小秘密，但他能感受到家族成员之间的少见的团结一心。他拿起筷子准备尝试一下维尔拉的手艺，
却被格尔西奥悄悄拉到一边。阿亚，这些菜看起来不错，但其实味道，有点特别。格尔西奥压低声音向乌迪亚透露了家族的小秘密。我建议你先吃点别的小零食，这些菜我们可以慢慢品尝。乌迪亚并没有听出格尔西奥话里的意思，他看着那些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早已食指大动。他夹起一筷子红烧鱼放入口中，鱼肉的腥味和调料的刺鼻味道瞬间充斥了他的口腔，那种难以言喻的古怪口感让他几乎想要立刻吐出来。但看着维尔拉期待的眼神，他还是努力保证面不改色，艰难地咽了下去。维尔拉的目光柔和地落在乌迪亚身上，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期待：“小阿亚，味道怎么样？还合你的口味吗？”乌迪亚看着维尔拉那充满期待的眼睛：“很好吃，维尔拉祖母。”乌迪亚的声音中努力带着一丝真诚：“做这么一大桌子菜一定很辛苦吧？其实祖母不用每次都亲自下厨的，我们可以请厨师来做，这样您就不会太累了。”维尔拉听到乌迪亚的话，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他轻轻地抚摸着乌迪亚的头发，眼中充满了慈爱：“我的小阿亚，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维尔拉的声音柔和，带着一丝感动。不过，能为家人亲手准备一顿餐食，看到你们吃得开心，是身为妻子、母亲、祖母的我最快乐的事情。其他克拉克正在众人使尽浑身解数的与盘中菜肴做斗争之时，餐厅的门被轻轻推开，阿比盖尔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的出现就像是及时雨，为克拉克们带来了解救的希望。陛下，王后殿下，我刚刚接到消息，我们的甜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需要您过去看一下是否满意。阿比盖尔的声音中带着恰到好处的紧急，为克拉克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作案机会。维尔拉一听，立刻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他转身对克拉克们说：“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看甜点。”说完便匆匆离开了餐厅。克拉克们的眼神瞬间交汇，他们的动作迅速而有序，每个人都像是经过了无数次排练一样。乌列尔负责尽可能地拖住维尔拉的注意，为接下来的行动争取时间。格尔西奥迅速打开了餐厅的侧门，伊莱和露西林负责在桌子的每个角落都放上了一个垃圾桶，以方便行动，而拉维斯和艾利安则负责将这些盘子里的菜肴迅速而无声地倒入垃圾桶中。阿斯兰和凯洛斯在一旁望风，甚至连精神力警戒都用上了，只为确保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行动。乌迪亚也被这紧张而有序的气氛所感染，他迅速地加入了行动，帮助整理桌面，将那些未用过的餐具尽可能横七竖八地摆开，做出用过餐的模样。短短1分半钟，桌面上的所有菜肴都被吃了个干净，气氛再次变得轻松起来。克拉克们相视一笑，都松了一口气。阿比盖尔重新走进餐厅，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陛下，王后，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甜点将在5分钟后上桌。”阿比盖尔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轻松，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克拉克们的赞赏。维尔拉回到餐厅，看到桌面上被扫荡一空的盘子，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看来大家都很喜欢我做的菜，这真是太好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满足和幸福。克拉克们纷纷点头：“那我下次还给大家做，好不好？”克拉克们，午饭终于结束。克拉克们本应习惯性的分散行动，却被阿比盖尔的一句话重新聚在了一起：“陛下，既然西蒙殿下已经回来了，那资源分配赛的名额是否需要变更？”“当然要变更。我们现在有10个克拉克了，观众席可以有人带孩子了。我申请乌迪亚陪我一起留在观众席。”听到阿比盖尔的提问，被留守在观众席的乌列尔终于扬眉吐气，又用挑衅的目光扫了在场的所有克拉克一遍。“乌迪亚和我一起，不管是参赛或是留守。”还没等他嘚瑟完，凯洛斯冷冰冰的话语就打在了他的脸上。“为什么？”乌列尔不服气凯洛斯的独断专才，克拉克君主有什么了不起？谁还没当过克拉克君主来着？凭我是阿亚的父亲。乌列尔瞬间熄火。阿亚的父亲？阿亚的父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是阿亚的祖父呢。祖父别生父亲的气，是我想和父亲一起的。乌列尔，行，我们小阿亚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吧，阿亚的父亲有什么了不起？阿亚的父亲就是了不起，谁让他是阿亚的父亲了？那我要和你们一起参赛。凯洛斯，我的战斗力仅次于你和艾利安，要我留在观众席，太大材小用了。乌列尔骂骂咧咧，嘀嘀咕咕的，很明显对于上次投票结果很是不满。这次他主动出击，